叫宇智波夏目意外穿越到了火影世界，本打算苟活到4次忍界大战，结果在九尾之乱过去了4年之久的今天，竟意外接到了来自系统的提示。系统提示：遭遇剧情政变，止水之死，初始任务已更新，营救止水。任务要求止水存活，奖励万花筒血轮眼瞳力。新手大礼包已经发送。宇智波代长老，宇智波的一位长老过世，由于比最近表现优异，特许你代长老一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宇智波赴约的想法。救活止水就给这点东西，太抠了吧？来个轮回眼线人体也行啊，再不济直接来个万花筒也行啊。代长老有个屁用，差评。算了，有总比没有好。既然穿越成了宇智波的族人，那么我就将带领宇智波走向整个忍界的顶峰。先去宇智波班救兵。回去向3代达人报告，宇智波一族的集会已经召开了，目前一切正常。集会？哼，傅月，不要让我失望啊！止水靠你了。恐怕我的左眼也成了他的目标。在此之前，我把这只眼睛托付给你。我能托付的人只有你这个好友了。如果我死了，情况肯定会发生新的变化。我也已经写好了遗书，不要阻止我哟。如果你是我的朋友。族长，我们警务部遭到的投诉越来越多了，各大忍族也对我们颇有微词。再这么下去，宇智波和木叶的关系只会越来越差。越来越差？那又怎么样？从九尾之乱以来，我们就一直受到排挤，到处都是监视我们宇智波的人。这几年越来越严重了。现在我们族地外的高塔，不就是为了监视我们宇智波而建的吗？族长，是时候下决斗了。宇智波拓也，你在胡说些什么？你想要政变吗？政变？木叶本就是我们宇智波和千手共同建立的，到现在别说是火影了，就是长老团也一个宇智波的人都没有。我们宇智波的话语权，除了警备队还有什么？就在宇智波赴约思考应该如何做决断之时，看到了赶回族地的夏目，说道：夏目，现在你是代长老了，你也有发言权，我想听听你的说法。说法？你的说法？止水现在正在被追杀呢，你们还开个锤子的会？妈的，刀架脖子上了，还在这里磨磨唧唧的。夏目，你说的是真的？没时间解释了，你们几个带上你们的队员，全部跟我走。沉思片刻后，宇智波赴约当即做出了决定。宇智波拓也，你来动员所有宇智波作战成员，做好战斗准备。找到了，长老，止水在这里。止水的眼睛被挖走了。对于止水眼睛的事，夏目早有预料。马上让止水活下来。止水可是族里的高手，居然被伤成这样，写轮眼还被挖去了，这可是在木叶村里啊。丁，宿族会的万花筒写轮眼瞳力提前解锁须佐能符。这就是阴盾之力吗？居然提前解锁了须佐！混账，居然敢抢夺我们宇智波的眼睛，居然把止水伤成这样，我绝不会饶了他。居然有这么多宇智波的人在，怕是撑不到增援了。不过团藏大人的意志必须被贯彻，不留活口。果然是团藏那个老不死的，嘎了他们，为止水报仇。卡通，我看热闹之子，武盾，武流臂。不对，长老小心！再见了，止水。这难道就是宇智波传说中的神之力吗？须佐能乎，长老是万花筒写轮眼。高达是真的帅啊！如果是不失明的永恒万花筒就好了，还好提前解锁了须佐，要不然就被你小子给干掉了呢。要不是提前解锁了须佐，还真被你小子给干掉了呢。长老，我们现在怎么办？带上止水，先回族地再说。族长，作战成员已经集结完毕，请族长下令。先等夏目长老回来，这时候木叶应该已经有所行动了吧？正如宇智波赴约所料，在宇智波刚刚开始动员的时候，就有消息传到了3代目这里。现在是什么情况？宇智波一族所有作战人员都在集结，宇智波夏目带领几个族人不知所踪，宇智波止水失踪，宇智波鼬失踪，
听完这些话，三代沉默不语，他实在是不想走到这一步，看来止水是失败了。沉默片刻后便下了决断，传令下去，整个木业进入紧急状态，通知所有忍族族长，集合所有上人、精英上人，给我包围宇智波族地。是。兄长，宇智波一族真的反叛了吗？在外面叫我族长。好的，兄长。三代让我们集合包围宇智波，今晚可能是一场恶战。作为日向家的族长，日族满是忧虑，只要是内乱都是要嘎人的。况且还是宇智波这个人界的第一大族，宇智波个个都是全面手，而且大多都是疯子。今晚过后，家族的底蕴不知还能剩下多少。思绪至此，对弟弟日差说道：“日差，如果一会儿打起来，你压住族人，不要打头阵。那三代目那边，如果宇智波灭了，下一个可能轮到我们了。”听完这些话的日差心中肃然一惊，但是也只能无奈的点头。是。团藏大人，三代火影宣布木业进入紧急状态，并发布召集令，让所有上人以上人员集合备战。我们是否参战？刚换完止水眼睛的团藏听到根的汇报，瞬间清醒过来。看来今晚就能彻底灭掉宇智波一族了。不知今晚能收获多少宇智波的眼睛呢？日斩啊，早就告诉过你宇智波信不过，还好我先下手为强，废掉了宇智波止水。带上我们的人，马上赶到宇智波族的。是。宇智波赴约，这下我看你如何收场。火影大人，不知道为什么包围我们宇智波的族地。宇智波赴约，你集合了这么多宇智波族人，你还在问我们，你想要干什么？正在宇智波赴约不知所措时，传讯鸟带来了夏目的消息。听完夏目消息的赴约表情不似以往，全然没有对三代火影的尊敬。我想要干什么？宇智波止水在今天出去后就失踪了，我们现在出去寻找止水，有什么问题吗？三代火影眉头紧皱，他想过了赴约无数的借口，但是没想到赴约这么说。正当三代目不知如何开口时，木叶方人群散开，是团藏来的。宇智波赴约，我看你们宇智波今晚就是想要叛乱。志村团藏，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又向我汇报宇智波止水今天下午被你招去后就不知所踪，你敢说这件事跟你没关系？而此时隐藏在人群中的又眉头一皱，他没有跟父亲报告过这件事。听到这句话的团藏也是冷着脸，果然又也不靠谱，随即怒斥道：一派胡言，老夫今天下午根本就没有见过止水，你这全是污蔑。是吗？傅月浑身上下查克拉汹涌澎湃，眼神也愈发的冰冷，周围的忍族都一阵紧张。正当空气凝固时，宇智波夏目带着止水赶了过来。丁，任务已更新，政变地结局。任务要求保全所有宇智波族人，使其不尬于政变当中。任务奖励一次性同速放大器1个，宇智波副族长。来不及看奖励了，打算先完成任务的夏目站在宇智波一族的最前端。傅月，你这是什么意思？三代目，到这种时候你还在打哑谜？团藏今天下午把止水招走，谋夺了他的写轮眼，我们因为止水失踪，出动全族去找，有什么问题？之后附身在止水耳边说了些什么，止水有些虚弱的开口说道：今天傍晚我接到团藏的消息，让我去见他，没想到他觊觎我们宇智波一族的写轮眼，趁我不备夺走了我的写轮眼。止水被称为瞬身止水，在第3次人阶大战中为木叶立功无数，声誉一直很好，他的话可行度不言而喻。而此刻的三代目眉头紧皱，止水的性格他知道，为了和平，就算遇到这种事情也不会在公开场合说出来。其实三代目不知道的是，夏目在止水耳边告诉他，如果止水撒谎，宇智波一族会马上叛乱，如果止水照实说，他保证今晚不会有叛乱。而一旁的团藏脸色略微变幻，淡定的开口道：老夫本不想挑起宇智波和村子的纷争，但事已至此，今天傍晚老夫确实召见了止水，但是止水今天想要偷袭我，结果被我识破，我被迫反击而已。听完这些话的夏目一脸嘲笑的看着团藏，这种话你是准备糊弄鬼吗？你只是个代长老，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跟老夫讲话？与此同时，后方的傅月在听到夏目长老开了万花筒写轮眼的汇报后，眼睛也是震惊和惊喜。族里已经很多年没出万花筒写轮眼的强者了，况且夏目还这么年轻，随即便开口说道：团藏长老，夏目长老今日就回止水有功，族里已经推荐他为副族长了，现在有资格了吗？
团藏以为这只是傅越的说辞，冷哼一声说道：今天止水想要偷袭我是事实，我的根部可以作证。今天团藏长老想要偷袭三代目火影是事实，所有宇智波都可以作证。此时的三代目心里也明白了大概是怎么回事，但还是袒护的说道：既然止水已经找到夏目副组长，这就是一场误会，让大家散了吧。误会？止水的眼睛还在团藏哪里呢？对着三代火影声色俱厉道：三代火影，你们火影一系的人要公然谋夺我们宇智波一族的写轮眼吗？听懂了夏目字里行间意思的傅越沉声道：元非日斩，止水的写轮眼不还回来，我宇智波一族誓不罢休。此时的三代火影脸色黑如锅底，心底把团藏全家骂了个遍。你干的好事，现在要整个木叶买单，但是也只能无奈的说道：团藏，把止水的左眼交出来。团藏嘴角抽搐，他完全没想到事情的发展会进行到这一步，但是他还在做最后的挣扎。老夫确实和止水发生了冲突，但是他的写轮眼真不是老夫拿走。身为穿越者的夏目深知不来点硬菜，团藏是不可能归还止水眼睛的，于是对着后方所有忍族高呼道：所有木叶的人看着，这就是木叶高层对我们忍族的压榨，他们会谋夺你们的血迹、秘术、财产、日向，下一个就是你们。听完此话的三代目心中一颤，如果继续让他蛊惑其他忍族的忍心，那么势必会让其他忍族人心惶惶，特别是拥有白眼的日向家族，那样对木叶而言只会得不偿失。于是叹息一声说道：有鉴于团藏的错误行为，解除至尊团藏火影辅助一职，团藏立刻交出止水的写轮眼。团藏有些不可置信，眼神阴翳的好像一条毒蛇。元非，宇智波一族根本就不可相信，止水的写轮眼危害太大，老夫绝不会把写轮眼交出来。够了，团藏，我才是火影。听完这些话的团藏脸色非常难看，但是现在他整个人也是完全没有办法，在所有人的逼视下将止水的眼睛还给了止水。这时宇智波又默默地走出了人群，站到了止水旁边。他从家族开始集结时就回来了，但是之前傅越说话的时候他没有站出来，他想要看看父亲到底准备干什么，直接把火影那边的路堵死了，是想让自己回到家族。难道今晚的家族真的要叛乱吗？正当他不知所措时，故事的发展完全背离了他的想象。没想到父亲这次却只是做了陪衬，全权让夏目长老处理了。但现在看来父亲是对的，夏目长老处理得很好。夏目看了一眼右，然后对团藏说：团藏，把止水的左眼交出来。听到此话的团藏也是咬牙气得发抖，事到如今黄泥掉进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没有办法，团藏只好捏着鼻子认下来，并且承诺回去之后会让人送过来。宇智波夏目当然知道止水的左眼在了那里，他这样做本来是为了为宇智波一族争取一些好处，当然这个好处他也不怕团藏不给。而此时的宇智波又在傍边默然无语，止水为了家族和村子的和平不断奔走，却是被团藏偷袭了。而一直以来并不强势的父亲，居然会为了止水不惜公然和村子决裂。在他看来，夏目长老就是推出去的话筒，父亲一定是不想和村子撕破脸，才让夏目长老处理。顶，恭喜宿主改变宇智波鼬的思想，大幅度改变鼬的人生。恭喜宿主获得同宿，阅读一次，同宿天造一次。顶，恭喜宿主大幅度改变宇智波傅越的人生。恭喜宿主获得同宿，幻境2次。争辩的结局已经完成，恭喜宿主获得同宿放大镜1次，可以极大地增强同宿威力。什么破系统？怎么全是一次性的？用完就没了吗？系统你能不能行啊？宿主已获得势力领导人身份，发展新任务，脱离木叶掌控，自主自强，是完成结果给予奖励。迫于无奈，夏目接受了现实，看着系统发布的新目，夏目露出了阴笑。这时的火影一系也无言多呆，随着火影一系的离开，这一场政变的闹剧也就此作罢。各位长老，今天宇智波发生这样的事情，各位有什么看法？我觉得我们需要对火影一系多加防范。火影对于我们的日向家、宗家、分家制度早有不满，这次宇智波止水事件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因为龙舟鸟的关系，所有的分家都只听命于宗家，所以火影一系对于日向家的掌控力极低。表面都是木叶一家人，但是明眼人都清楚，如果出现什么事，日向分家只会听从宗家的命令。团藏这些年一直隐藏在元非日斩的身后，暗中发展的人员不知有多少，但是他的野心是一天比一天大了。这次的事件很难说是他自作主张还是三代授意的，这个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次宇智波的强势反击，表明傅越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可能已经倒向了鹰派。他倒是好，推出一个话筒，自己不出面，有意思。
明天宇智波应该会争取更多的权利，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予支持。明天我会去找傅岳谈一谈。傅岳解散了愤愤不平的众多宇智波成员，把几个高层留了下来，当然也包括佑和直水。跟其他愤愤不平的宇智波不一样，三长老对于傅岳今天的表现可谓是欣赏到了极点，把夏目推上去当愣头青，自己在幕后运筹帷幄。虽然他是个鹰派，能做到长老的位置，总不会是没脑子的货色。刚刚被困得死死的，周围都是木叶的精英，自己族的高手直水还身受重伤，本就不是政变的最佳时机，至少也要等直水康复过后才合适。傅岳没有太在乎三长老的眼神，现在他确认一件事：夏目，你开启万花筒血轮眼了。夏目点头，眼中的三勾一瞬间变换成了万花筒血轮眼。傅岳难掩震惊，他也是万花筒血轮眼，他知道要觉醒万花筒到底有多困难。这些年他如履薄冰，一直把万花筒隐藏得很好，就是为了给家族增加一张底牌。没想到新生代的年轻人里，居然又有人觉醒了万花筒。傅岳激动地说道：我之前说的都算数，你现在就是副族长，过几年等你熟悉了政务，族长就由你来当。傅岳的激动不是没有道理的。血腥的第3次人阶大战，各大人族被打成了一锅粥。木叶坐拥最富饶的土地，分别跟元义、炎义、雾隐交手，已经损兵折将。宇智波也是损失了大量人才，现在家族急需一个影级强者坐镇，所以傅岳对夏目是越看越顺眼。夏目看着傅岳这么开心的样子，实在是想吐槽，一说万花筒又怎么了？你不知道你儿子和直水2个人都是万花。夏目收起万花筒，清了清嗓子说道：现在我宇智波风雨飘摇，既然族长这么看好我，那我也就不推辞了。对于宇智波的发展，我有一些小小的想法。首先，我觉醒的万花筒瞳术名为天之系，可以窥探未来。夏目的话犹如冷水下油锅，让在座的几人都瞪大了双眼。其实这是他胡诌的，毕竟穿越之前，夏目是知道人界未来是如何发展的。这样说也是为了方便以后做一些事。若是今晚叛乱，我们宇智波一族必将灭亡。各位想要的和平也是办不到的，因为在10年后，整个木叶都会被摧毁。听闻此话的佑心中一惊，副族长，你说的是真的？为了让他们相信自己的话，夏目对他们使用了万花筒血轮眼。幻境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碎片，有傅岳用血轮眼控制了九尾，但是最后政变失败的画面，有宇智波一族全族尽灭的画面，有一道巨大的冲击波将木叶摧毁的画面。当然，夏目的瞳术并不是窥探未来，而是用了傅岳的瞳术幻境，这些都是夏目略微改动过的剧情。但是夏目是知道剧情的，所以用这些片段来取信他人也最好不过了。而夏目也发现，发动系统技能是无视使用条件，无任何消耗的，并且可以自主增加查克拉或瞳力，强化系统的技能。这样看的话，系统给的技能还有点用。他停止了万花筒，虽然画面不多，但还是给长老3人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之所以要略过止水和佑，是因为佑所做的事不适合给其他人看，毕竟佑还没有摧毁家族的想法。见到几位长老从画面中回过神来，说道：2位长老和族长都想宇智波强盛，但是之前的路无疑是错的。止水，你真的是太天真了，你的做法简直愚蠢至极。还有佑，你也是错的。紧接着夏目又用瞳术让止水和佑看到，止水死后，整个宇智波一族被所灭，连佑的青梅竹马全也死在了灭族之役。村子根本对佐助就是放任自流，霸占了家族财产，而后佐助叛逃。因为佑的死，整个人变得阴暗扭曲，一心想要为佑报仇，然后死在了无影会议。又经过止水的事情，本就对木叶高层大失所望，到现在看到了未来的画面，他的心态已经彻底倒向家族一方。止水这时候才觉得自己天真可笑，居然懦弱到自嘎。夏目也紧接着说道：宇智波首先是我们的家族，其次才是木叶的一员，没有宇智波，木叶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佑，我知道你一直在为3代提供情报，你渴望和平的心没有错，只是方式错了。接下来族里很多事情需要处理，你回去辞去暗部的职位，回族里帮忙。又答应了夏目的提议。紧接着夏目也对宇智波以后的发展，对各个长老做出了方案。在座的各位对夏目做出的方案也是充满了信心。穿越到火影世界，我成了宇智波家族的一员。为了不让宇智波一族再度蒙受冤屈，我决定用系统给的神之力，带领宇智波成为人界第1大族。你觉得我能成功吗？大人，3代那边派人来拿止水的左眼。去收藏室拿一颗血轮眼过去。可是我们的血轮眼只有4只了。老夫难道不知道吗？不交出一个血轮眼，日展那边过不去。是。混账，简直是奇耻大辱。团藏脸色阴沉，他可从来没有被人算计成这样。
今天吃了这么大个亏，简直投机不成18米。没想到一向软弱的傅岳居然绵里藏针，推出来一个长老当话筒，而却为了止水的写轮眼，不惜跟村子公然决裂。哼，迟早也得跟他们上点眼药。今日的宇智波杨平格外不一样，作为鹰派的他，多数还是希望宇智波脱离木叶的掌控。现在机会来了，早就来到了警务部安排组长下发的任务。杨斗、知任这些人因为投诉的问题，全部停职反省。听到这些话的众人一愣，随即开口道：长老有没有搞错？我们被停职了。蠢货，让什么？你们另有安排。现在全部去副组长那里报道。鹰派的成员平时都是以三长老马首是瞻，自然是听懂了他话里的意思，露出一脸我懂了的表情，随即便离开了警务部。等到鹰派的人全走了过后，警务部也随即空旷了出来，剩下的多数都是鸽派成员，或者是两边都不靠的成员。杨平安排到，剩下的所有人今天巡逻的区域全部改成我们宇智波一族的产业，其他地方出现任何情况都不许过去，保护我们宇智波的财产是第一要务，明白了吗？剩下的人虽然多数都是鸽派，但都是比较理智的宇智波。由于平时收到了不少村民的劫难，当听到不用巡视其他地方时，都开心不已，干劲十足的分配好了巡逻路线后，纷纷出去巡逻了。不出三代所料，早上的时候宇智波副岳就提议召开高层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三代、日向日族和宇智波副岳。宇智波夏目团葬丢了大脸，确实缩在了自己的根部，没有过来。见傅岳又把夏目带过来了，几人暗自附议，傅岳莫不是真的在培养这个家伙？今天的傅岳又变得跟以前一样，恭敬地对三代说道：火影大人请见谅，昨晚我也是心急如焚，才出此下策。三代表面和和气气，心里却是泛起了嘀咕，这傅岳今天难道不应该是来兴师问罪的吗？傅岳你客气了，任哪个忍族出现了这种事情，都是不可能冷静的。傅岳点了点头，给夏目让出了身形。我族长深知我们警备队和村民们有不少摩擦，长此以往对我们木叶的治安不利。我们族长已经致力于对警备处进行改革，那些被村民投诉暴力执法队的人员已经被族长停职了。这宇智波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被村民投诉暴力执法的宇智波，那得多少啊？宇智波有谁没被投诉过吗？那比例恐怕占了不止80%。奇怪，多数宇智波停职了，我们警备队空出不少职位。今天把日向族长请过来，就是想要请日向族帮忙，安排些人手进警备队，维持其正常运转。听完此话的日向日族和三代目表情纷纷呆滞。要知道，警备处一直以来就是宇智波的圈地，9成9的队员都是宇智波本族的人担任，外人根本无法插足。这也导致了宇智波一族的全力出手都在这边。傅岳这种请外援进入警备处的做法，无疑会对警备队的掌控大为降低，对整个村子的影响力降低，对火影的位置越来越远。难道傅岳是想以此表达自己对权力并不上心，想要以此来换取村里的优待吗？还是说宇智波和日向家合作了？夏目副组长，你能着手考虑宇智波和村子的关系，我很欣慰，我没有意见，你可以和日族好好谈。日族听完此话，没有被这从天而降的馅饼砸晕，他第一时间想的是傅岳有什么阴谋。不过肉都到嘴边了，到底是饵不是饵，日向家也想要试试。毕竟现在日向家日渐式微，在木叶的权力阶层也是逐渐下滑，如果能掌控警备队的话。想到这里，日族向傅岳和夏目投去了友善的笑意，而此刻的夏目也笑了起来。我们宇智波的雷点的够多了，现在换你们日向来试试。再见了，曾经的队长大人。随着日向一族取代了宇智波一族在警备队的工作，宇智波警备队这个名字也将慢慢消失在村民的脑海中。而这正是夏目想要的结果，因为他想要的不是宇智波附庸在木叶，而是取代木叶，成为忍界第一大家族。副组长，你找我？我有一个计划，需要宇智波的精英成员去完成。止水现在重伤在身，这个任务只能交给你了。但是在此之前，我需要看看你现在是什么实力。需要我怎么做？自从上次的事情之后，宇智波族地周围一直都有暗部的成员在监视我们。为了方便之后的计划，你去把他们引开，并且解决掉，能做到吗？其实夏目心里清楚，监视宇智波的暗部成员不止一个。对于只有12岁的佑来说，这个任务难度很大。但是夏目现在要考量的并不只是他的实力，还有他的态度。副组长放心，为了宇智波一族，保证完成任务。很好，去吧，注意安全。宇智波在搞什么鬼？其实昨天晚上的事情，歹徒是从头看到尾，但是没有明白傅岳这样做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就为了一个族人的写轮眼吗？可最后又回写轮眼后，又把警务部停职了这么多人，难道是为了向三代火影示好吗？还是说，傅岳已经倒向鸽派了？不过宇智波族内现在这么多精英在，以后来可是需要小心一点了。先让雾影过来探探虚实，再做打算。万華を去り抜け。没想到我们曾经的队长大人感知力依旧如此强大，居然这么容易就发现了我的位置。在我的这双眼睛下，你们当又感知到只有3个暗部成员时，心中已有了打算。为了防止事情暴露，又决定直接开高塔，以防出现不必要的麻烦。再见了，曾经的队长大人。卡通，水遁，不好！我说过了，在我的这双眼睛面前，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不愧是宇智波的天才，副组长，我一直都在周围看着你，你的表现我很满意。对于仅仅只有12岁的你，能同时斩杀3名暗部成员已经非常优秀了。但是你的万花筒尽量还是少用比较好。知道了，副组长。走吧，先回族地。青在上次被宇智波止水吓退后，就一直备受耻笑，一直想找机会把失去的拿回来。现在带图找上了他，并且告诉他止水身受重伤，并且宇智波为了止水和木叶闹得差点决裂。其实止水受伤的事，雾影早就知道了，但是由于宇智波族内发生的事情消息是被完全封闭的，所以宇智波差点和木叶决裂的事情他们不知道。但是现在带图带来了这个消息，这也让青找到了机会。现在正是干掉止水、打探木叶的好时机，而我也可以为你们提供一些木叶以及宇智波的情报。你们只需要在干掉止水之后，把他的写轮眼交给我就行。听完这些话的青心中一顿激动，这个面具男所求无非就是止水的写轮眼，而他正好也不需要这个东西，自然是应了下来。而此时他的心中也已制定好了计划。果然如面具男所说，宇智波和木叶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宇智波居然连警卫队的位置都不要了。哼，止水准备受死吧！你们几个跟紧我，注意周围是否有木叶的成员。是。假如你意外穿越到火影世界，你会怎么做？找到了木叶的巡逻犬们，干掉他们一个不留，让我来！嗨，我又来了！不好，有外族入侵，快释放信号！无声杀人术，是再不斩，快通知火影大人！再不斩，你太慢了，上面还有2个，迅速解决掉，以免暴露。放心吧，交给我。可惜只是个日向分家的人，不然又可以收获一双白眼了。不好，暴露了，势不可为，撤！你们2个，一个去附近检查是否还有敌人在，一个检查受伤人员的伤势。是。宇智波刚刚跟村子里发生矛盾，马上就有外敌入侵村子，难道宇智波早就做好政变的打算了吗？哼，邪恶的宇智波一族！报告队长，体术、浓雾、刀伤、暗杀术、雾影的几率很大。虽然附近没有敌人，但是不排除他们还会去而复返。我现在去报告3代达人，你们带上受伤的人员去医务室。是。如此，这般，如此这般。去把日差请过来。是。侦查力最强的白眼居然被偷袭了，简直不可思议。以前木叶的外围都是由宇智波负责警戒，还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大的亏。没想到刚换上了日向，雾影就过来了。难道日斩啊！我早就说过，木叶的协防是重中之重，这些豪门根本靠不住，应该让我的根部加入警备队。来的正是已经被剥夺职位的第5.5代国影志村团藏。团藏，最近治安问题都是你搞的鬼吧？哼，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现在宇智波已经全面退出了警备队，剩余的少量宇智波族人也只守着自己的店铺。你给我消停点！团藏确实倒了几天了，后来发现宇智波压根就不接招，这也导致他的所作所为成了笑话。团藏没有继续这个话题，而是继续提议：根部每个人都忠心耿耿，很适合入驻警备队。这件事情以后再说，我先找日差问问具体情况。日展，好好考虑一下。同一时间，警备队遇袭并且死了一个小队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宇智波族内，而此时的夏目正在探望已经恢复伤势的止水。作为穿越者的夏目十分惊叹，幻炎这种手术在火影世界真的算是菜刀切到手一样的小伤了。毕竟你看野原林在战场上都能给卡卡西换上血轮眼。前辈，我早就已经好了，你为什么非要我在家待这么久？现在的木叶处于多事之秋，好多人都盯着我们宇智波，让你待这么久，一方面是想让事情发酵，另一方面是想的等你完全康复之后，交给你和佑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在夏目心里，止水虽然脑子不好使，但是能力是真的强，而且止水现在年龄不大，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好好准备一下，过几天会需要你的。我先去找长老商量接下来的事情。日向日差收到了三代的问询后，只是一口咬定袭击的人肯定是雾影的亲。至于为什么白眼没起作用，却是语焉不详，言辞闪烁。三代没有追问，只是让日差加强防御，不能再有下次。而日差再回到族地和日族商量未果，找到了傅岳。傅岳队长，现在警备队在布防上面差了些人手，你看是不是把你们停职的宇智波召回来一些？我那些族人并不是太听话，现在要让他们回去，怕是不容易。况且族人的调动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我现在终于明白，你们宇智波平时都受了什么样的委屈，无论警备队做的有多好，都会受人劫难。虽然我没有办法帮你，但是我知道有一个人一定有。谁？我。夏目副组长有何高见？日差呀，事情很简单，既然村民们有对比，你拉一个肯定会比你们做的更差的填进来当炮灰就可以了。我这一时间也是没想到哪个忍族合适啊。至尊团藏。我敢说，这是所有火影迷都希望看到的一幕。我们宇智波一族是时候来一场政变了。这是家族的一些积累，里面还有我写的宇智波以后的发展方向。你和止水带领一部分族人出走宇智波，我和族长留守木叶。又接过封印卷轴，心里沉甸甸的。在最近一段时间内，他的心里发生了巨变。以前的他只是局限在木叶村里的眼光实在是太过浅薄，他舍不得佐助。但是止水性子太软，难堪大任只能当战士用，只能由他来领导宇智波的出走计划。放心吧，前辈，我会努力的。佐助就拜托你了，别弄得跟生离死别似的。你父亲还在族里呢，会教导好佐助的。傅岳族长，你来召集族人吧。好的，都去神社祠堂吧。为了木叶的未来，我们宇智波也算是一大功臣，但是长久以来受到木叶高层的排挤打压，我们宇智波在木叶连个长老的位置都没有。前几天我让三长老把你们的职务都停职了，就是想要让你们看一看，木叶是离不开我们的，我们宇智波就应该获得该有的权利。可是副组长，我们应该怎么样获得权利呢？夏目偷偷给止水使了一个眼色，止水眼睛里面的血轮眼开始疯狂转动起来，而夏目则是偷偷用了系统给的瞳数放大器，增加别天神的覆盖范围。获得权力的必要流程是我们足够强大，而我们宇智波一族所欠缺的就是自主权。我们需要有自己的产业，我们要强大到木叶无法忽视我们。随着夏目话音落地，止水的眼睛里流下了血泪，在别天神里下达了忠于宇智波夏目的命令后，倒了下去。报告三代大人，宇智波今天进行了不明原因的聚会，聚会人员主要是宇智波的激进分子，具体内容不详。宇智波不是主动示好了吗？警备队也退出了那么多宇智波成员，这个傅岳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那个方向是宇智波族地方向。三代大人，宇智波族内发生了战斗，波及面非常广，动手的是宇智波鼬和傅岳，使用的忍术威压太大，我们的侦查人员无法靠前，疑似传说中的须佐能乎。傅岳，你到底在搞什么鬼？集合暗部的人，马上去宇智波族地。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真要带着止水叛逃木叶，出走宇智波吗？父亲，这种木叶还有什么可留恋的？他们敢挖止水的眼睛，那下次的目标肯定就是你。
宇智波鼬，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原谅我，父亲。宇智波的神之力，傅岳，你没事吧？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家门不幸啊！3代火影，犬子和之水带着一部分宇智波族人叛逃了。查克拉消耗过度，但是身上并没有伤，这两父子在搞什么鬼？族长大人，我在你和鼬交手之时，把族人都转移到了安全地方，只有一些人受了轻伤，并无大碍。此时3代也拿捏不准又是真的叛逃了，还是在演戏，只能顾全大局的说道：傅岳说的哪里话？木叶出去历练的忍者多了去了，现在又想要出去历练一下，也没什么问题。夏目似乎也愣住了似的，然后恍然大悟般在旁边帮腔：对，鼬就是和止水出去历练了。族长你别想太多了。傅岳似乎并没有从一系列的打击中回过神，有些呆愣地看着被毁坏大半的族地建筑。3代大人，我们宇智波对这次骚乱十分抱歉，不过现在族长受伤不轻，需要治疗，我们就先告退了。3代点了点头，任由夏目带着傅岳离开了现场，随后便离去。其他的忍族现在陆续到了现场，看见周围被毁坏的大地，简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说是尾兽袭击，大家都相信，却没想到仅仅2个宇智波就有这么大的杀伤力。随后3代来到了众人面前，3代环顾周围的忍族，从他们的眼中并没有看到丝毫战意，而是闪烁的眼神以及退缩的身躯，不容置疑地开口说道：今晚宇智波只有出走，没有叛乱。拥有过万花筒写轮眼的都知道，长时间维持须佐能乎对体内的查克拉消耗是非常大的，而此时的宇智波傅岳在跟宇智波鼬大战过后就是这种情况。夏目，这场戏3代能看穿吗？当然能看穿，我们这个不是阴谋，而是阳谋。就算3代看穿，他现在也不敢撕破脸皮。首先是因为宇智波已经主动交换了权力，其次是因为我们宇智波现在有3个万花筒写轮眼，现在正是云隐来和谈的关口。如果我们宇智波3个万花筒反叛木叶的话，木叶就算能赢，也得伤亡惨重。到时候云隐就不是来和谈了，而是灭村。现在我们只需要按照计划走就可以了。傅岳强忍着眼睛的不适，跟夏目商量了之后的计划，然后把安抚族人的工作交给了3长老后，就回家养伤去了。你是说这么大面积的损坏，只是傅岳和鼬做的？是的，团藏大人，族地建筑物被损坏大半，现场如同数位影姬高手交手。听完跟成员的汇报，团藏心中阴了，万花筒怎么这么强？之前止水只是告诉了他别天神的事情，而且就算被追杀亮出须佐能乎，也没有这种威势啊。他自然是不知道宇智波的须佐能乎是有几个阶段的，而且当时止水的情况并不好，战意不强，所以止水的须佐用的非常保守。又带走了多少宇智波族人？回大人，具体数据还没有出来，宇智波一边也并不配合，初步估计有上百人。3代那边怎么说？3代火影说，今天只有出走，没有叛乱。团藏闻言脸色一沉，哼，3代你终究是老了，宇智波这种狼子野心的东西，你居然还这样维护他们。派出我们的人，明天在村子里散播讯息，因为3代无能，就说宇智波鼬和宇智波止水带人叛逃了。是。万花筒吗？作为木叶的唯二的豪门，日向家可一直是和宇智波家对标的，但是就现在的情况看来，日向一族和宇智波的战力相比简直天差地别，更何况鼬才年仅11岁，以后的成长不可限量。族长，宇智波今早送来了一份资料，说是傅岳因为伤病无力处理警备队事务，推荐我为警备队队长，还有对警备队一些发展建议和规划，看情况应该是早就准备好了的。日族听完这些话，瞬间就明白了傅岳的意思，他这是想表示完全退出木叶的权力阶层。虽然之前傅岳早就有暗示，却没想到来的这么突然，而且方式是这么决绝。宇智波族地的损坏，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故意的，因为那些房子基本上都是空的，人员伤亡几乎没有，真正的战斗怎么可能让你把人员撤出去？我觉得自从宇智波夏目回来后，宇智波傅岳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在座的几位都是人精，以前傅岳什么样，夏目回来后傅岳做了什么，大家心知肚明。
一致认为夏目很有头脑。不管怎么样，现在宇智波是完全放弃了曾经的权利，而又也带走了相当一大批人，村子里面也没有理由再针对他们。傅岳临走给了我们这么大的礼，我们日向家也不能失了礼数。警备队还有少量的宇智波族人，就让他们还是管理自己的街去吧，给他们的报酬上调1倍。我记得这一批上忍校的除了雏田，好像跟宇智波佐助还有鸣人是同学吧？是的，宁次也在，不过比他们大一届。大一届没有关系，反正都在一个学校，让宁次和佐助打好关系。是。元飞日斩啊，元飞日斩，不知道你会不会后悔呢？说后悔，三代已经有些后悔了。那个现场的破坏性，自己已经亲眼所见了，才知道宇智波破坏力是这么强。心里面在庆幸之前没有打起来的同时，也在懊恼为什么不对宇智波好一些。现在宇智波已经不和他玩了。一大早，宇智波赴约就递来了辞呈和推荐信，表示自己的组长做得很失败，导致又和自己的理念不合，以至于出走木叶，他只能引咎辞职，顺便推荐了日差来接手他警备队的工作。另外信里也告知了，由于族地的损坏，宇智波决定整组往木叶村外迁徙5公里重新修建。5公里这个距离就很有意思了，为什么呢？因为木叶村外探查结界的范围最远就是5公里。看着桌上的信件，三代没有任何办法，现在正在和云隐签署和平协议。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如果派暗部追杀宇智波，那自己的政权就岌岌可危了。如果把宇智波逼反，那云隐就不是来签和平协议了，而是开战。都怪团藏那个老东西，要不是他自作主张挖止水的眼睛，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又和止水曾经可都是亲近村子的。宇智波斑，上演了一场叛逃大戏的宇智波鼬带着100来号宇智波族人正穿梭在前往阴影村的森林中。当然这些人里包括宇智波拓也和宇智波全。宇智波拓也的存在是因为鼬虽然战斗力强，但还是太年轻，很多事情没有经验，需要他辅佐。而宇智波全的存在是因为他是医疗忍者，其次就是他明白了鼬的心意，所以想抓住跟他在一起的机会。你没有必要一起来的。你走了就没有人陪我在河边吃3色丸子了。又没有说话，但是脸上的表情已经给出了答案。突然又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停！你就是那个在神社徘徊的那个人吧？没想到你这么敏锐，那时候已经注意到我了吗？你们先走。带土没有阻止其他人的离开，把有自己做事会方便很多。止水的事我听说了，木叶早已腐朽，你们留在木叶村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又没有说话的意思，带土有些奇怪，但还是继续说道：加入我们组织吧，忍界的未来。宇智波斑。万華鏡車輪眼。哟，你怎么知道我的？被绑着的带土神色冷淡的提问，似乎对自己中幻术没什么意外，反而对我把他认成斑，让他觉得有点意思。又站在他面前一言不发，握着刀准备刺向。随即带土冷哼一声，万花筒写轮眼的瞳力全力爆发。然而幻境只是一阵晃动，然后又恢复了正常。带土大吃一惊，一刀刺进身体，带土感到剧烈的疼痛，但是这个幻境并没有破。紧接着又是一刀，不得不说带土的精神力足够强大，他在幻境世界被凌迟了7天都没有昏死过去，但是他的血轮眼已经因为精神力的消耗退出了万花筒状态。随之阅读解除，带土刚出阅读世界，精神还没有缓过来的时候，又拿着古物划破了他的喉咙。野心家又看着带土消失的尸体，并没有什么意外的神色，因为夏目早就告诉过他带土的底细，他就是控制九尾袭击木叶，让木叶一直怀疑宇智波的罪魁祸首，并且把佐助的死也算到了带土身上，所以又直接用上了能使用的全部瞳力维持阅读。既然带土喜欢装宇智波斑，就让他装，今天算是给了带土一个深刻的教育，至少让带土不会一直惦记着鼬。由于瞳力消耗过度，身体出现不适，不过好在全是医疗忍者，通过治疗又能正常赶路，这个小插曲也告一段落。看样子你好像吃亏了啊！你居然连一血那期都用了，有这么强吗？一血那期，宇智波扭转命运的力量，所有的不利都可以改写，只不过这个数的代价就是血轮眼失去光明。
本来带土的时空忍术神威，几乎能在各种忍术战、体术战中占据巨大的优势，但是他有一个巨大的劣势，防不住幻术，所以在原来的时间里，带土前期一直不敢在外面嘚瑟，直到宇智波又被团藏忽悠瘸，把宇智波一族灭了，止水和又都死了的情况下，带土才肆无忌惮的出来了。但是万万没想到，今天刚跟又见面，连招揽的话都没说完，又就给一时失手罢了。还好又不知道伊邪那岐，不然就危险了。他不接受你的招揽吗？不知道，原以为又是个特殊的人，没想到跟其他的宇智波一样，也是个疯子，直接就出手偷袭我。你不也是个疯子吗？还要对又出手吗？让他离开吧。宇智波有这么强大的战力，离开了木叶也好，以后更方便我们抓捕九尾。带土应该庆幸，要不是止水因为之前瞳力消耗过度没有恢复，高低得给他整个别天神。正准备出发前往木叶的奇拉比和游牧人被得到宇智波叛逃消息的四代雷影叫了回去。兄长，为什么又叫我们回来？你这家伙，笨蛋家伙！我们收到消息，宇智波又带领了数万宇智波精英出走木叶。宇智波那些疯子也终于受不了了吗？你这家伙，笨蛋家伙！几大人村互相在对方的村子都存在卧底，所以他们在前2天就知道了木叶团藏挖止水眼睛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木叶几乎成为了整个人界的笑柄。奇拉比是个白痴，但是由牧人一下就抓住了重点。木叶又被削弱了吗？那我们这次的目标要不要换成宇智波？事情比较复杂，根据情报，宇智波富岳跟宇智波鼬同时拥有万花筒写轮眼，二人大战时都开启了宇智波的神之力，须佐能乎，破坏力太过惊人，不得随意开战。而且鼬的出走，很难说是不是跟3代达成了什么交易。如果和木叶开战，富岳帮不帮木叶我不知道，但是肯定不会帮我们，所以原计划不变。但是一定要注意宇智波的态度，现在的宇智波很强。意外穿越到火影世界，我获得了万花筒写轮眼，开启了属于我的须佐能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宇智波鼬带着被我救下来的宇智波止水叛逃木叶，但是没想到在叛逃的过程中遇到了准备招揽宇智波鼬加入小组织的带土。不过还好我提前向鼬交代了带土的能力，所以带土被我用最强幻术阅读秒杀了。滚开！你这个妖狐，谁要跟你一起玩？等着吧，我一定会成为火影的。就是你这个妖狐害死我爸爸的，打他！与此同时，不远处的高楼处站着2名3代派来监视鸣人的暗部成员。佐助刚被带回村子的时候才知道，他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家族发生了这么多事。自己敬爱的止水大哥被人挖了眼睛，族里多了个副族长，自己崇拜的哥哥出走了村子，还带走了好多宇智波的人，自己的家也被毁了。这也让只有5岁的小佐助心情非常低落，从而跑来了和鸣人经常玩耍的地方。喂，谁允许你们欺负人的？你是谁？关你什么事？佐助自信地报了宇智波的名号后，二话不说直接冲了上去。佐助好歹是宇智波家族出来的，和鸣人的王八全不一样，体术上面已经有所章法，3下5除二就把几人放倒在地。此时刚好经过此地的夏目走了过来，没看清来人的佐助伸手就护住了后面的鸣人，等看清来人后就放松了下来。看到佐助没有受伤，夏目放心了许多。等看清后面鼻青脸肿的鸣人时，夏目心里一阵恼火。水妹为了村子牺牲了自己和九心奈，可换来的是自己儿子的风餐露宿。3代在接手了水门的所有财产后，也没有善待鸣人，只是派暗部成员时刻监视着他，生怕他控制不住九尾的力量爆发后威胁到自己。这一幕让夏目看了很是心疼这个懂事的孩子，于是也叫上鸣人和佐助一起去吃一乐拉面。鸣人见这个大哥哥不排斥自己是狐妖的身份，反而要请自己吃最喜欢的拉面，也欣然同意了。马上回去报告火影大人。刚从拉面馆出来的夏目准备带2人去宇智波的街道转转，突然发现了被3代派过来监视鸣人一举一动的卡卡西，于是交代2人一声，主动走了过去，上去就是一拳。夏目，你为什么攻击我？为什么攻击你？因为你忘恩负义，狼心狗肺，认贼作父。你作为波风水门的弟子，他的遗孤每天被欺负，吃过期食品，你是瞎了看不到吗？这是3代大人的命令，鸣人他狗屎！别跟我扯他的身份，不能暴露这些鬼话。这个和他每天吃垃圾食品、过期食品有什么关系？
长这么大都没几件像样的衣服，吃不饱穿不暖，三代还真会照顾你师傅的儿子啊！眼看着三代把你师傅的财产霸占，眼看着鸣人挨饿受苦，吃过亲牛奶，掺了沙子的便当，无动于衷是吧？就你还齐木家族的人，你真让我恶心。卡卡西说不出话，他的确没话可说。从带徒死后，他无比颓废，每天过着行尸走肉般的生活，每天都只是机械的执行任务，他连自己都不好好照顾，更别提鸣人了。三代说需要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不需要思考，也不用思考。那也不是你接近鸣人的理由。在我小时候，九姓奈姐姐帮过我，我就只是想让鸣人吃饱点，穿好点。你们想太多了，我没你们那么肮脏，随你们暗部怎么监视也无所谓。不过要是以后鸣人觉得宇智波对他更好，那就是鸣人自己的事了。穿越到火影世界的我，意外看到被同伴欺负，从小不受待见的鸣人，我怒上心头。波风水门为村子的牺牲，却换来了村子对自己儿子的不管不顾，任其自生自灭。我决定帮助他，让他过上更好的生活。三代大人，宇智波夏目说漩涡九星奈对他有恩，他只想让鸣人吃好点穿好点，让鸣人和佐助做好朋友。根据暗部沿途监视，夏目并没有其他言语和动作。三代没有说话，以他对夏目的了解，他根本不相信夏目会这么好心。至于九信奈对他有恩这种话，不知道过了多少年了，谁知真假。夏目最后说，以后鸣人觉得宇智波更好的话，那就是鸣人自己的事了。三代听完脸色一冷，宇智波现在借着修房子的名义接任务的人少之又少，明显是在疏远木叶。现在夏目又突然接触九尾鸣人，这让三代高度警觉起来。宇智波是不是准备集体叛村，甚至于要把鸣人拐带走？火影大人，鸣人这些年是过得有些苦。卡卡西啊，你是怪我这个老头子没有照顾好鸣人吗？听到这话的卡卡西愣了一下，随后语气恭敬地说道：没有的事，三代大人一定有自己的顾虑。三代也故作理解地说道：你有所不知，当初四代过世，村子里有许多野心家，对人柱力的处理都有不同意见，有的甚至想把鸣人监禁起来。我也是多方争取才得以保下鸣人，可是有的人泄露了鸣人是人柱力的事实，我也只好散布他是妖狐之子，混淆视听，很多村民的家人在九尾之乱丧生，所以他总是被针对。至于他是四代之子的身份，更是不能让外人知道，因为一个影的儿子还是人柱力，很容易被觊觎。但是这些年我也经常去看他，算是弥补这些年来的亏欠。鸣人既然是你师父的儿子，你关心他我也理解。现在宇智波接触鸣人的意义不明，你以后就长期看护鸣人吧。听完三代的话语，卡卡西大喜过望，原本对三代的质疑也消散殆尽，道了声谢后便开心地离开了。望着卡卡西离开的背影，三代叹了口气，让卡卡西去看着鸣人，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毕竟宇智波以这种方式接近鸣人，自己再不派人看着，鸣人真就被拐走了。而卡卡西是标准的火影系支持者，能力强，身份合适，是最好的人选。可能是太开心了，回到家后的鸣人呼呼大睡起来，甚至还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他的爸爸波风水门，妈妈漩涡九星奈，还有昨天带他吃好吃的大叔宇智波夏目。还没来得及多看一眼，他们就变成了一碗拉面。人向前伸手一抓，结果从梦中惊醒的鸣人看着不知何时出现在自己房间的三代目，惊喜地说道：三代火影爷爷，你怎么突然来了？鸣人啊，我来看看你，听说昨天你认识了新的朋友啊？嘿嘿嘿，也算是朋友了。三代目爷爷，你说的是夏目前辈吧？那是佐助的族人，拜托我跟佐助玩，他就和三代爷爷一样好，他带我吃了一个拉面，还叫佐助买了好多衣服给我呢。三代火影在试探处，夏目并没有对鸣人灌输什么后放下了心，嘱咐了鸣人几句之后，给了鸣人5000两，随即匆忙地离开了。心思单纯的鸣人还在傻呵呵地笑着。由于宇智波鼬和止水的离开，家族里面没有什么年轻一代教导佐助了，于是傅月只好拜托夏目来教导佐助，并且完成了拜师。丁，恭喜宿主大幅度改变宇智波佐助的人生，恭喜宿主获得空间传送一次。拜完师，夏目就带着佐助开始了第一天的训练。一路风餐露宿的宇智波一行人终于要踏入田之国了。止水，你的瞳力恢复的怎么样了？第一次对这么多人使用别天神，我还以为瞳力都会消耗光，不过还好有夏目前辈的帮助，消耗了1半左右。夏目前辈应该有计算好的，你剩下的别天神要用在大蛇丸那里的。云影使团在长时间的跋涉中，终于到达了木野村。经过多方协商和谈后，终于敲定了所有条款。
而云隐使团也假借和谈之名，四处查探讯息，确实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长崎真一，你想好了吗？也许换个人来执行此事会更好。大人，现在宇智波全部龟缩在足地，时机不容错过。而且我3个哥哥都死于战争中，现在的我只剩下一个念头，就是复仇了。游牧人，为什么你不出去玩玩？庆典特别有趣。哟，你这家伙，笨蛋家伙！奇拉比，别玩了，你准备一下，明天或许需要你的力量。听完此话的奇拉比收起嘻哈的样子，用力握紧了拳头。丁，发展任务：脱离牧业，自主自强第1阶段完成。宿主获得牧业6封印术相关知识。随着许许多多的封印术知识送进脑海，夏目精神一振，这可算是解了燃眉之急。封印术比较出名的除了八卦封印术，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那就是防御探查结界术，这也正是宇智波急需的。随后夏目便找来了几个头脑简单的宇智波成员，把封印术交给了他们，并且安排他们尽快在新足地建立探查结界。丁，长期任务：招来非宇智波一族精英，成功后获得目标特长。这系统终于给了点有用的东西，非宇智波的精英，最好下手的还是木叶了。毕竟近水楼台，先解决3代派来监视宇智波的暗部，再做打算。不好，快走，我们被发现了。现在想走，晚了。怎么会？速度怎么这么快？宇智波的副组长，宇智波夏目。真是几个菜鸡，我这么差的幻术都防不住，先抓回去关起来，给3代那个老东西一个警告。火影大人，监视宇智波足地的暗部有2人失踪。一大早听到这个消息的3代，整个人都不好了。之前3代试探的放上一些暗部，宇智波并无反应，后来胆子大了，把宇智波4周都安插了不少暗部，监视着宇智波的一举一动，却没想到宇智波突然发难，还是特意选在云隐和谈的时候。这个宇智波到底想要干什么？今天是日向家大小姐雏田的生日会，日向家感应宇智波让出的权利，所以特别邀请了富月和夏目来日向家做客。日产因为之前让权的事情和富月关系还不错，闲聊着，夏目却是借口太门出去逛逛，一个闪身却是向日向家后院而去。因为夏目知道现在的雏田有危险。不好意思了，日向日族，只能委屈你的女儿来做点噱头了。白眼果然名不虚传，不过就你一个的话，那就去死吧。再见了，日向家主。是夏目啊，没想到你身手这么好。日族大人，现在可不是应该放松的时候，云隐这是借机发难，小心3代的态度。日向日族，为什么？我们听闻日向宗家大小姐生日，前来道贺，为何真意会死在这里？笑话，这个人闯进我女儿房间，意图掳走我的女儿，被我发现后打死，有什么不对？一派胡言！我云隐此次怀着诚意而来，长崎只是先行过来送礼而来，你却把他打死，你这样做是在挑起战争吗？日族闻言不出声，默然无语地看着游牧人悲愤陈词。日族的不出声让游牧人以为日族是在担心，所以转过头对3代火影质问道：3代火影，这件事你全程看在眼里，我们知道日向家今天的喜事，所以特意赶过来恭贺，却没想到你就是这么对待我们云隐的吗？3代从来到这里就脸色灰暗，他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个是云隐的诡计。思索间，游牧人却是言辞更加激烈了。3代火影，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对我们云隐不满，你大可以明面上说，杀死真意难道是受你指使的不成？我们为了和平大局着想，如果3代想要解决这件事情，那么杀人者就得偿命。若是觉得云隐村好欺负，我们云隐也不惜一战。说完此话，游牧人看向奇拉比，而身旁的奇拉比身上的查克拉疯狂涌动。看着如此庞大的查克拉量，3代火影叹了口气，以惭愧的目光看向日族。日族啊，这是你们日向弄出来的事情，你们负责解决。听完此话的日向家主满眼失望，果真如夏目的言中之意，现在的火影一系骨头都没有了。正当日族心想此事该如何是好时，身旁传来了啪啪啪的掌声。还真是一出好戏呀！此时的3代火影不知道这个时候宇智波夏目出来想要做什么，但是他绝不允许木叶再和云隐打起来。游牧人皱着眉头，没有料到居然有宇智波夏目这个变数。眼看着火影正在向日向家施压，
自己这边马上就可以见好就收，之后重新谈判。没想到半路杀出一个夏目，游牧人还在演戏的说道：“宇智波夏目，现在我们云隐的人惨死在日向家，你却来这里说什么风凉话？”别演戏了，不就是派一个死士来送死，然后试探一下木叶村的态度吗？装什么？你们现在试探出来了，木叶村不敢再开战了。不过可惜你们搞错了一件事。在场的木叶元老听完夏目这些话，脸色铁青，知道是一回事，但是撕破脸皮把事实说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游牧人也收起了那副演戏的嘴脸，脸色阴沉的说道：“搞错了什么事？长崎真一那个蠢货是被我一拳打死的，跟日向家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你，奇拉比，给我杀了他！”万万没想到，这个夏目居然也拥有万花筒写轮眼。这难道就是宇智波的神之力吗？如果你要战，我现在就捏死奇拉比。游牧人，你自己选。看着随时有生命危险的同伴，游牧人没办法，只能咬牙道：“这次是我们云隐栽了，请放过奇拉比。这次的和平契约我很不满意，条例再重新谈吧。哦，对了，三代火影，我们族地的周围很安全，以后就不需要你们的保护了。不然我会担心一不小心误伤同村同伴啊。”夏目满口胡诌，他根本就不知道和平契约的内容是什么，但是这也不妨他送给木叶一个人情。之前宇智波族地正在建设，为防宵小，我们安排了许多暗部保护。既然宇智波族地已经建设好了，那我们自然也就撤下了。日族大人，有空欢迎来参观一下我们的新族地。日族先是用冰冷的神情看了三代一眼，然后满脸诚恳地应道：“处理完家族的事，一定登门拜访。”随后夏目丢下了陷入昏迷的奇拉比，推去了须佐能乎，两人一同离去。三代看到日向家看他的眼神，知道又被宇智波算计了，但是云隐这边别人确实送了福利过来，于是厚着脸皮盯着日向家的眼神，对游牧人说道：“游牧人，我们此次的和平契约有一些错漏的地方，我看需要重新商讨一下。”族长，你根本不需要出手，我一个人就够了。这次的事情你做得太激进了，要是当时游牧人也出手，你是挡不住两个人助力的，我只好出手帮你，可以快点把奇拉比控制住。夏目看到傅月这么为他着想，也是心下惭愧。他挑衅云隐的底气，在于他的几股万花筒写轮眼的同力交汇下，同力已远超普通万花筒，达到永恒只是时间问题。光是2阶段的须佐能乎就已经让奇拉比处于下风，如果是3阶段，两个尾兽也不在话下。于是关心地问道：“族长，你的眼睛是不是已经模糊了？”现在还能是5，不过应该用不了多少次了。看出了傅月的不甘，夏目也接着向傅月解释了，有2种办法可以让宇智波的万花筒不失明。第一种就是注射柱间的细胞溶液，进行阴阳合一，从而能产生森罗万象之力。第二种就是移植血亲的眼睛进行升级，然后把已经死去了的宇智波族人的眼睛拿过来装上。紧接着夏目也说出了自己心中的计划。接下来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宇智波造人计划，第二件就是我要让所有宇智波都拥有万花筒写轮眼。听完此话的傅月心中一顿震惊，宇智波的崛起只是时间的问题了。3代大人，宇智波已经将扣留的暗部成员送回，他们并没有受到刑罚，只是关了一夜。这样吗？元飞，你准备怎么做？把所有监视宇智波一族的暗部都撤下来吧。这样真的行吗？水户门岩还是不放心，监控宇智波一族一直以来就是飞间留下的命令，他们是一刻也不敢轻松，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抓到任何把柄。可是九尾之乱明明就是宇智波的眼睛捣的鬼。不扯下来，你是准备让暗部都死在哪里吗？现在宇智波2个影级强者傅月、夏目都是万花筒写轮眼高手，现在奇拉比还躺在我们木叶的医院里，没办法了，以防生乱，由于纲手行踪不定，让自来也回来吧。此时的3代心中叹息，万万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今天这样。要是大蛇丸再就好了，大蛇丸不论是科研能力还是智商都算顶尖的，如果让大蛇丸来做火影，事情可能就不一样了。不知道鼎鼎大名的顺身直水和宇智波的少族长前来阴影村所谓何事？你就是要石兜吧？大蛇丸在哪里？你竟敢直呼大人的名讳，找死！
十分抱歉，大蛇丸大人。退下吧，接下来的战斗不是你能插手的了。大蛇丸，这次让我出来需要祭品。打败他们，我会为你准备足够的祭品。大蛇丸眼神贪婪地看着药，眼中的血轮眼，在他叛逃之前就看到过这个天才的训练，那简直就如同自杀一般的训练方式。那时候他就对血轮眼起了觊觎之心。此时的佑和止水对视一眼，为了保证顺利使用别天神，不让大蛇丸对幻术有防备，对付万蛇这种巨型通灵兽，就只能用须佐了。来吧，1打7，让我见识一下万花筒血轮眼的须佐能乎吧。完犊之劳打不过。大蛇丸，你他娘的！再莫喊老子出来跟须佐2个打喽！再喊老子，老子数到3。这就是宇智波传说中的神之力吗？止水，趁现在！你们怎么现在才过来？我们还需要做很多的事情，不要浪费时间了，跟我来。恭喜宿主大幅度改变大蛇丸的人生，获得奖励4鬼风景1次。看来止水还是挺可靠的。本来大蛇丸想变成风去带动风车，但是别天神让他知道了，他还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和他一起成为风。现在他不光是想要带动风车了，而是想要像飓风一样刮过整个世界。看着佑和止水都很疲惫的样子，大蛇丸轻声说道：1打7，须佐能乎消耗的不只是查克拉吧？是的，须佐能乎还会消耗瞳力，是通过消耗眼睛视力来提升力量，非常危险的术。本来打算回来找帮手的药师兜，结果一脸懵逼的看着大蛇丸带着止水跟宇智波又走了进来。在听完他们的对话之后，更是懵成了2逼。刚刚还打的热火朝天的3个人，结果现在就像是队友一般讨论了起来。不过出于对大蛇丸的信任，药师兜并没有多嘴。感受到了都异样眼光的大蛇丸转头对药师兜说道：他们是来跟我合作的，你去准备一下医疗实验室。是，大蛇丸大人，我们这次研究什么？我马上去准备实验体。研究宇智波，实验体是以穿越到火影世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宇智波又带着宇智波止水找到大蛇丸，并且对他使用最强幻术别天神，让大蛇丸治好宇智波鼬的血迹界限。第二件就是在别天神的作用下，让大蛇丸帮助宇智波全族得到永恒万花筒血轮眼。血迹限界是一种恩赐，也是一种诅咒。接下来的实验需要你们2个全力配合。对于稳定万花筒血轮眼的方法，夏目也在交给宇智波鼬的卷轴中提出了设想。就算有能够移植血亲的万花筒血轮眼，但是止水现在是孤家寡人，没有血亲，那就只能走第2条路，注入柱间的细胞。但是大蛇丸有自己的想法，他想尝试直接注入杨顿查克拉，看能够对万花筒血轮眼产生什么影响。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大蛇丸全心投入研究，把隐隐村的事情全部丢给了兜去完成。而兜却因时常需要帮助大蛇丸做实验，所以把权力都交给了宇智波拓也。丁，恭喜宿主大幅度改变热斯兜的人生轨迹，恭喜宿主获得让仙术1次。居然不是仙人模式吗？夏目副组长，3代那边传来消息，团藏那边由于血轮眼的原因，现在又打起了宇智波的注意。在夏目心里，3代这明显就是在祸水东移，团藏现在做大，3代有些控制不住了。而宇智波现在更是和村子割裂，关键是宇智波2个万花筒战力，3代火影根本无法抗衡，所以团藏和宇智波对上，那边有了损失，对于3代来说都是好事。传令下去，所有宇智波警备队治安巡逻改为2个标准队同时进行，所有开眼的族人不允许单独出族地，暂时停止木叶村的任务街区，统一回族地休息。如果缺人手，就去富岳那里要。结界班的事情也要越快越好。是，副组长。接下来的时间里，3代火影和云隐重新开始了和谈。由于宇智波一族的强势，让云隐成了没牙的老虎，3代也就趁此机会狠狠地敲诈了一笔。但是3代也不敢独吞，把所有得到的资料拷贝了一份，和1半的银两叫人送到了宇智波夏目那里。那些宇智波的就没有落单的吗？回大人，宇智波现在所有开眼的族人都是同进同出，连4个人以下的情况都没有。团藏也是非常的郁闷，
最近除了把自己的右眼安上了血轮眼以外，还把仅剩的2只血轮眼拿去做了实验。他想要知道血轮眼到底是怎么打开的。可现在志村一族受到了他的牵连，和许多人族断了合作，志村一族没有得到好处，自然根部的资金也就更少。而且3代还就之前的事情削减了他的支出，让他的许多实验都陷入了停止。之前项目展示的万花筒威势让团藏万分眼红，但是现在血轮眼的库存已经耗尽，所以团藏就把眼光打在了宇智波一族的景身上。可是团藏都还没来得及下手，宇智波就像未卜先知一样，团藏眼神灰暗，思索间就想到了，肯定是猿飞日斩那个老狐狸。你去把关押着的有女龙马放出来，告诉他他的病已经有办法了，只要他帮我抓到宇智波的族人。是。此时的宇智波启明终于把结界布置完。什么人竟敢在宇智波族地撒野？遇到我算你运气不好，不过可惜是个2勾玉，勉强吧。游龙马女，本来只想要你的眼睛，但是现在，哼，有意思。算你有点本事，居然这样把我骗了。其实夏目在有女龙马出现在宇智波族地外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他，但是他想看看宇智波启明的实力如何。令他欣慰的是，启明不仅开启了3勾玉，战斗的时候还很有头脑，不过就是实力不怎么样。不过对于一般的宇智波族人来说已经很不错了。哟，还好赶上了。这就是传说中的须佐能乎吗？现在想走，晚了。心有余悸的游龙马女心里还在发怵，原来只是听说过宇智波的须佐能乎，没想到让自己碰上了。见情况不妙的游龙马女转身就跑，心里还在庆幸能逃掉的时候，突然，你以为你跑得掉吗？在龙马的尸体里面找到了证据。团藏，你少给我演戏！你以为你命令龙马夺取宇智波血轮眼的事情没人知道吗？见事情已经败露，团藏索性也不装了。猿飞日斩，我以前就告诉过你，需要早点铲除宇智波。你呢，一直畏首畏尾。现在宇智波已经成了气候，族里2个万花筒血轮眼强者，族外还有一个又一个止水。要不是你阻拦我，我早就杀光了宇智波一族。杀，就知道杀！宇智波富岳早就是万花筒血轮眼强者了，他只是没有声张而已。你能打过须佐能乎吗？你要填多少人命才能灭了宇智波一族？你就能保证云隐不会趁火打劫？你就保证雾隐不会来偷袭？还是你觉得炎隐好说话？你早把宇智波削弱，宇智波还会出现夏目这种强者吗？没有了宇智波，有哪个忍村是我们的对手？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现在不许你去招惹宇智波。关于龙马的事，你先从顾问长老的位置上下来待一段时间。猿飞日斩。对视了几秒后，团藏重重地哼了一声，然后拂袖而走。夏目大人，3代火影那边传来消息，团藏的顾问长老职位被撤。夏目听完报告挑了挑眉，这3代还真是又玩这种把戏。虽然把团藏的顾问长老职位撤了，团藏在明面上已经成了平民，但团藏手里的根部一日不解散，团藏就永远到不了。一个顾问长老的头衔只是让他损失一些金钱而已。现在的团藏很聪明，他正在极力的降低自己的存在感。人都是健忘的，事情一多起来，过段时间就不记得团藏干过的这些事了。不过至少他现在能消停一些了。而宇智波家族这边，由于之前夏目的造人计划，得到了很多宇智波成员的积极响应。短短2个月的时间，已经有不少宇智波女性检查出怀孕了。宇智波的人口将逐渐增多。随着鸣人和佐助长时间相处，两人的人关系也是越来越好。时常还会和同学雏田、宁次一起打闹，生活也变得惬意了许多。而卡卡西这边奉3代的名义，时常回去娱乐面馆和鸣人制造偶遇，和鸣人聊聊天。鸣人是个特别知足的孩子，他觉得现在的每一天都特别的幸福，而这些幸福的开始，鸣人知道都是夏目带给他的。刚从火影办公室回来不久的团藏感到右眼一阵刺痛，随着隶属根部的医疗人员对团藏的检查，注射了2种药物后，团藏的右眼疼痛衰减了下去。怎么回事？老夫的血轮眼为什么会痛？回大人，移植上的这颗血轮眼在衰变，预计1周之后就会失去瞳力，变得无用。这颗怎么这么快？
团藏不是没遇到过血轮眼衰变，只是以前的每颗血轮眼都可以用好几年，而这颗是新装上去就直接开始衰变了。大人，每颗血轮眼的体质是不一样的，有的适应性很高，就很稳定，有的就如同这颗一样，在非宇智波异族人的身上会衰变特别快。听完此话的团藏一愣，随即念头一转，卡卡西那颗血轮眼的体质怎么样？卡卡西那颗血轮眼在几年前就安装了，适应性非常强，很稳定。去把甲叫来。是。最近鸣人情况怎么样？鸣人最近挺好的，因为佐助、雏田、宁次经常和他在一起，在学校也没有人欺负他。你和鸣人认识了吗？我利用去吃一乐拉面的时间和鸣人认识了，现在碰到就会聊一会。三代叹息，自从宇智波夏目出现后，整个宇智波一族大变样，而火影一系的人才有些凋零。他那不成器的儿子满身都是逆骨，现在天分高一些的就眼前的奇木卡卡西，所以三代准备多培养卡卡西，让其快速成长起来，以后也能够为他分担一些压力。大蛇丸叛逃一段时间了，但是他在木叶也留下了不少研究基地，暗部在昨天发现了一个大蛇丸的研究基地，你去探查一下，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发现。是。刚刚下去的好像是大河，哦对，他现在好像叫甲。团藏还是派他出来挖卡卡西的眼睛吗？真不知道团藏是自信还是脑袋不好使，还是说他非常迷信大河的木盾能杀人。难怪呢，团藏还有后手，有监视，还有替补。如果甲没完成任务，还有其他人。任务并非一切，若任务是要杀害同伴，这个任务就是错误的。残害同伴的卡卡西，我被这样称呼也理所当然。但是啊，我根本就不想杀死林，我没能保护好同伴，所以林才会死。我用前脑没能保护好他。甲，你放弃跟敌任务吧，跟敌人好像被灌输要舍弃一切感情，不仅是感情，舍弃名字、过去和未来，仅为了完成任务而活。我可是你的敌人，就算见死不救也是理所当然啊。我已经把卡卡西的眼睛拿到手了。你竟敢作假，胆敢欺骗团藏大人，找死！卡通！你是谁？我叫宇智波夏目。你就是宇智波新上任的副组长，你为什么救我？我只是喜欢跟团藏作对而已，你是谁并不重要。不过我确实知道你不就是当年团藏偷出的60个婴儿之一吗？什么？团藏大人偷的？是啊，团藏把你们投出去，大蛇丸负责给你们做人体试验，现在好像就只剩下一个了。你有什么证据？我有我的情报渠道，没有给你证明的意思，你爱信不信。团藏这些年都在网罗各种人，以维护木叶为借口实现自己的野心罢了。话音刚落，夏目就看见卡卡西从洞口跳了出来。夏目看了一眼卡卡西的血轮眼完好无损，虽然身上受了伤，但是大体没什么事。暗自啐了一口，这团藏的根部真的是废物，2个打1个还被反杀，会不会完啊？夏目大人，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夏目没有回答卡卡西的话，而是随口丢下一句：你们还是赶快去找3代吧，不然团藏的人就快来了。然后一个闪身离开了现场。卡卡西大哥，你没事吧？这里不宜久留，我们先去找3代火影，路上再说。3代听完甲的汇报，心中震惊。虽然团藏继续研究的事情是他默认的，但抓木叶60个婴儿的事情，他第一时间是不知道的。此事在木叶可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可以说这是最后大蛇丸叛村的最大罪证。当时大蛇丸叛逃，就等于直接把罪抗了下来。没想到夏目居然说是团藏动手绑的婴儿，联想到最近几年团藏的行事风格，是非常有可能的。实验到最后，团藏表示实验失败，这件事也就接过了。没想到那场实验居然有人活下来，团藏把甲藏起来，其心可诛。那甲，你会木盾吗？虽然你的出身是一场阴谋，但是培育出木盾忍者是木叶村的夙愿。既然你拥有木盾，那就不应该隐藏在根。人柱里的孩子已经5岁了，木盾的枫叶树对村子来说越来越重要。我们木叶村需要你，甲，你愿意来木叶暗部吗？我现在就在暗部为木叶做贡献。3代大人，我愿意来到暗部，甲是我在根部的代号，你们可以叫我天藏。很好，那你以后就是暗部的正式成员了。
现在先让卡卡西带你一段时间，努力练习木盾的封印术。团藏那边我会去交涉，你们先下去吧。夏目副组长以后还是走正门上来吧，容易发生误会。这个礼物三代大人还喜欢吗？60个婴儿真是团藏绑架的，这很重要吗？三代没有作声，算是默认，但是心里想着有底线的大蛇丸还是比没底线的团藏更好操控。如假包换，你想要什么？三代大人，你知道我们宇智波一族和木叶并无太大矛盾，无奈团藏老是打我们的主意。团藏的职位全都下了，他现在只是一个白身。不，团藏的根部一天不解散，他的野心就会与日俱增。权衡利弊后，三代给出了答案。没问题，我会以火影的名义全村发出通告，解散团藏的根部。再不斩，要不是你逞能，我们已经潜入木叶了。哼，本大爷一人做事一人当，要是大长老怪罪下来，我一力承担了。再不斩一脸烦躁地回应着，轻说的好像自己不逞能就能前进木叶一样。你青对于这个刺头也是大为火光，但是再不斩也是个人才，年纪轻轻就已经快要达到上人实力了，况且现在任务已经失败了，他也没有其他办法了，只能看大长老怎么说了。近些年4代水影沟局史仓找到了肌肤，并植入自己体内，成了人助理。这2年逐渐能完美控制尾兽，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大长老的权力也逐渐降低，而且村里明显分成了2个派系，一个是以4代史仓为首的水影派，另一派系就是以大长老为首的长老派。大长老精通情报，为雾影带来了无数的机遇，但是对血祭家族很警惕，主张削弱水之国各个血祭家族。而水影个人实力很强，但为人保守，主张和平应对水之国的各个血祭家族。既然如此，把再不斩丢进暗杀部队磨练一下。轻，你的话，罚你1年禁闭吧。这个处罚已经很轻了，甚至于把再不斩丢进暗杀部队都算是奖赏。相比于雾影其他的刑罚，1年禁闭也不算什么。很快2人被带走了。带人走完后，大长老身前的空间一阵扭曲，戴着面具的带头显出身形。班大人已经把轻控制起来了。守局史仓现在带给我们的威胁越来越大了。大人准备怎么做？我的人快到了，7天后把史仓引到这里来。贯彻您的意志，班大人。雾影现在精锐太多，血祭家族又都是难缠的货色，不能为我所用的，统统都得死。你们是什么人？带土没有废话，眼里的神威眼疯狂的抖动，庞大的气流瞬间把史仓压倒在原地。不一会，史仓失去了意识。一头白发、健壮魁梧的自来也抬头望向宇智波的族地，那里已经被3代修缮过了，没有了曾经的宇智波的房屋，只有一圈圈的围墙，而宇智波现在的族地已经往外面迁得更远了。宇智波夏目，万花筒写轮眼。夏目大人，日向家刚刚派人送来了消息，自来也回村了。跟日向交好还是不错的，外围巡逻队有什么风吹草动，都会给宇智波家送上一手消息。知道了，接下来的检查就交给你了。对于自来也这个人，夏目还是很熟悉的，毕竟是战力崩坏之前的天花板。要不是被蛤蟆忽悠瘸了非要送，佩恩估计也不敢随意来木叶。不过他的私德问题太严重，为了防止后续鸣人被他带偏，夏目决定采取一些行动。老头子，我回来了。3代早就接到了自来也回来的消息，自来也这种散漫的态度，他也是见怪不怪了。有大蛇丸的消息了吗？没有啊，只知道他往北方逃了，在哪儿不清楚。木叶现在算是多事之秋了，这次回来了，先别走了吧。自来也看着3代火影逐渐苍老的脸庞，也是心中一阵愧疚。不过短短几年的时间，3代火影就像老了10几岁一样，一点曾经忍逊的风采都没了。老头子真的老了。老头子怎么老成这样了？3代听完这话，气不打一处来，哼了一声。还不是因为你不肯担这个担子，要不然我至于老成这样子吗？自来也听完这话，自知心虚，随即转移话题。宇智波一族怎么搬离这么远了？以前对宇智波压迫太狠了，加上团藏做的事情，让整个宇智波现在不想跟我们木叶扯上关系了。关于团藏基于宇智波止水眼睛，害得宇智波差点全族反叛的事情，在这么长的时间后，终于是传遍了整个人界。现在在偏远的国家都已经收到了这个消息，
整个木叶的火影一系成了所有忍村的笑柄。木叶的人不管是出任务还是去别国做生意，都会有人调侃这件事情。自来也自然是收到了消息，对于团藏他自然也是看不惯的，甚至于之前大蛇丸的叛逃，自来也都怀疑跟团藏有关系。无奈团藏这个老狐狸隐藏的太好了，根本就没让自来也抓住任何把柄。不过好在三代已经下令解除了根部，那现在让宇智波孤悬于村外也不像话。现在没有办法，宇智波刚刚给我们送了一份大礼，也没有明确的表示反叛。宇智波甚至把整个警备队的权力都交了出来，我们也没有很好的理由叫他们搬回村子。而且现在宇智波有2双万花筒写轮眼坐镇，所以我想让你去称量一下这个宇智波夏目的实力。好吧，我找个机会吧，我先去澡堂室逛逛。你这混蛋，你想要干什么？大胆狂徒，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偷窥女浴室，找死！声音犹如炸雷，在整个木叶的商业区上面游荡，许多人都陆陆续续的过来。见到许多人聚集而来，自来也没办法，只能恳求道：喂，臭小子，放我走，我是自来也。本来以为自报身份，对方会放自己离开，可没想到夏目完全不吃这一套，直接开口大声喊道：所有的木叶村民都看着呀！眼前这个人是个偷窥狂，而他的身份正是我们村子鼎鼎大名的3人之一的自来也。随着夏目的话音落下，周围人群一片哗然，自来也脸色猛地一变，眼前的宇智波一族的人居然认识他，那么现在的一切肯定是计划好的。身为木叶村的大人物，3代火影的徒弟，却做着龌龊下贱的行为。我身为警备队的巡逻队长，却因为对方的身份，却不能逮捕他，只能再次提醒大家，在去外面洗浴时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有自来也出现的地方，各位千万要避而远之。自来也阴沉着脸，心中愤怒无比，强大的查克拉周身爆发，决定强行突破群众的包围。可突然被人群中的一道声音制止住：住手！夏目，你到底在搞什么？你怎么成了警备队队长了？我们宇智波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在警备队了。今天我想看看警备队平时的工作情况，为了不干扰同事执法，所以特意去申请了警备队的职务。既然3代火影大人亲自来包庇你的徒弟自来也，那我这个警备队的小队长也没有办法。夏目，你在胡说些什么？我并没有包庇自来也的意思，我只是在处理公务慢了一步。虽然自来也是我的徒弟，但是我也是第一天知道自来也有这种爱好。既然他做错了，该怎么样处罚就怎么处罚。听完3代的话，自来也脸色灰白，他从来没想到自己能有这么灰头土脸的一天。只是偷窥，他的刑罚也不怎么重，只是很丢脸。随着日向警卫队的到来，自来也被带走，群众对3代的无私增强了信心。自来也，看你名声都臭了，还怎么做名人的老师？随着自来也被关了禁闭，夏目也把喜来也偷窥的事情告诉了鸣人。得知此事的鸣人也是愤怒不已，心想坚决不会和这样的人做朋友。由于自来也事件中警备队的暗部几人的不作为，被警备队辞退了。你是干什么吃的？不是说过了不要让他们抓住把柄吗？现在你们几个人被辞退了，其他人能成什么大事？属下本想给日向找些麻烦，没想到杀出了个宇智波夏目。这次的事情，属下认为宇智波夏目是预谋好的。这还需要你说吗？现在整个木叶村哪里不讨论自来也就是个偷窥狂，连带着袁飞的声誉也是降低了不少。都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团藏呼了一口气，不得不承认，夏目做事往往都是剑走偏锋，但是效果都是意外的好。这次3代火影找自来也回来，无非是想把自来也推出来当个门面，结果门面还没立起来，就被弄得满身污名。这自来也都臭了，当门面是当不了了。你在警备队剩下的人里面选出一个有能力的，暂时替代你的职务，根部需要暂时潜伏，等吸取了足够的营养，一定能再次破土而出。团藏一阵烦躁，3代火影已经连下几道命令，限定这3日之内就必须搬空这里。虽然根部名义上解散，但是根部依然会忠于他一人，不过他的损失也特别大。老夫会再回来的。丁，恭喜宿主大幅度改变自村团长的人生轨迹，恭喜宿主获得一线纳气之数1次。看来解散根部对于团藏来说也算是伤筋动骨啊。虽然还有许多忠于他的旧部，不过这种沉重的打击能够让团藏消停好一阵子了，足够宇智波度过这个时期。现在只有一个人需要解决了，那就是自来也。
你比我想象中来的要慢啊，自来也。宇智波夏目，你知道我会来，就怕你不来，所以我特意找人在木叶发一些关于你的事迹的传单，引你过来。你为什么要针对我？哎呀，怎么能说是针对呢？我说的东西都是事实嘛。这一点小事你就受不了了吗？比起我们宇智波这些年所受的委屈，这连1%都算不上。九尾之乱的时候，你也在外面执行任务，你没有回来，我们宇智波还疏散了村民，结果都被记恨。为什么你回来了，屁事都没有？不就是因为你有个3代老师吗？不然怎么没人说你自来也，故意在九尾之乱的时候不回来？你因为这个事情记恨我，你脑子有问题吗？你想多了，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们宇智波搬离木叶村，是因为不想再和你们有什么瓜葛。每次我们做了事，做错了被骂，做对了也被骂，我们宇智波累了，不想掺和这些了。我们已经把木叶的权利都还给你们了，我们对火影之辈没什么兴趣，请你们不要再来试探我们。听完夏目的话，自来也自知理亏，随即便转移话题道：听闻宇智波的须佐能乎为能无双，不知道能否切磋一下？我也听闻蛤蟆仙人纵横战场，今天也想领教一下，去我们宇智波的训练场吧。自来也不会是前期战力的天花板。这就是宇智波的神之力吗？拜托了，蛤蟆剑。我认输。你的须佐能乎不是能变得更大吗？况且你应该还有足够的查克拉。我确实还有维持完全体须佐能乎的查克拉量，但是你同样也没有开仙人模式，我并不觉得我能赢你，所以没有打的必要了。自来也没有回话，心里估算着夏目就算有维持完全体须佐能乎的查克拉量，但是他同样也没有使用仙人模式，不留手的话，他应该能赢。你觉得木叶怎么样？不关我的事，木叶的好与不好都跟我没有关系，这种问题不要问我。只要没人来招惹我们宇智波，我们只想发展商业，让族人过得好一点。毕竟我们宇智波还有好多平民，我还有事就不送了。自来也皱着眉，对着夏目离去的方向打量着，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虽然我赢了，但是我感觉他有留手。那你呢？我没有使用仙人模式，他使用了须佐能乎，但是时间很短，似乎须佐能乎要耗费非常庞大的查克拉，不能持久使用。3代心里盘算着自来也的话，随后露出放松的表情。辛苦你了，自来也。我和夏目比试了一场下来，我觉得夏目不像是野心家，或许他真的就想守着宇智波的1亩3分地。要是别人以自己的感觉来判断一个人，那3代肯定会劈头盖脸的臭骂。但是自来也不一样，自来也在妙木山修行，长期接受自然能量，能够很奇妙地察觉到一个人的品性倾向是怎么样的，所以自来也的话非常有参考价值。而且自来也的仙人模式到底有多强，连3代自己都没有完全体会过。既然自来也说没问题，那3代还是放松了许多，毕竟宇智波夏目一直以来就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老头子，我准备走了。这么短的时间就要走了？留在村里似乎没什么事，根部被你解散了，宇智波也交还权力了。我去世了，夏目也不是野心家，我还留着干嘛？你怕不是没办法去御室偷窥了，所以急着走吧？绝无此事，我只是接到了大蛇丸的消息，要去查看一下。真的？是真的，我收到线索，在北边田之国有大蛇。3代心知此事更为重要，也就没有再挽留，而是对其交代了2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有关于大蛇丸，找到他不必强行抓回来，看他个人意愿就行。第二件就是走之前去看看鸣人，给他灌输一点思想，不要被宇智波给拐跑了。随着宇智波一族商业发展的越来越好，宇智波族人的生活也大不如前，人口这几年也是成倍的增加。而鸣人这边由于宇智波夏目的照顾、佐助的陪伴，生活身心方面也是得到了许多的改善。而3代目看着宇智波对待人助力的行为，也是颇为担忧，生怕被宇智波拐跑了，所以对鸣人的月钱是一提再提。随着宇智波一族商业发展的越来越好，宇智波族人的生活也大不如前，
人口这几年也是成倍的增加。而鸣人这边由于宇智波夏目的照顾、佐助的陪伴，生活、身心方面也是得到了许多的改善。而三代目看着宇智波对待人柱力的行为，也是颇为担忧，生怕被宇智波拐跑了，所以对鸣人的月前是一提再提。果然还是不行嘛，大蛇丸居然这么强。不得不说，夏目一开始对大蛇丸的实战能力不是很看好的，毕竟大蛇丸最强的一点在科研方面，战斗方面因为被有一个幻术就解决了，夏目难免对他有些轻视。结果上手后才知道，大蛇丸有幻术缺陷是没错，但这并不代表大蛇丸弱，甚至强的离谱。结果夏目跟大蛇丸在系统的梦境中打了多少次都是输多赢少，不是死于八岐之术的无限重生，就是死于绘图转生出的初代二代的独打。唯一能克制大蛇丸的幻术方面，夏目做的并不好。大蛇丸不能抵御鼬的幻术，是因鼬的幻术造诣高，而夏目只能用汹涌的瞳力硬往。要是我的瞳术是进攻性的就好了，进攻型的瞳术还必须是杀伤力大巨大的那种。突然夏目的眼睛一阵躁动，鲜血从夏目的眼中流出，心灵写照之瞳，顾名思义，内心必须要有强烈的意愿才能觉醒相应的瞳术。就像带图觉醒万花筒写轮眼时，是因为林的死亡，他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绝望之中想要逃离这个世界，所以他觉醒了异空间神威。之水因为深爱和平，梦想改变族人和村民的思想，让其和平共处，所以觉醒了改变人们思想意志的别天神。夏目，出什么事了？刚刚怎么有一股瞳力波动？没什么，我只是在试验瞳术而已，让族长担心了。听到瞳术两个字的傅月眼中金光一闪，普通的瞳术当然不会有这么大的动静，那么纠结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万花筒写轮眼的瞳术。因为夏目说过他的瞳术天之系是一个可以窥视未来的强大瞳术，刚刚夏目是又窥视了未来吗？见夏目满脸疲惫，傅月也是语气轻柔地说道，夏目，你窥视未来的消耗这么大吗？天之系的发动并不是我所能控制的，近些年天之系的发动已经越来越少了，所以我才尽力把以后很多有用的东西记录下来。我刚刚又看到了一些未来的画面，但是这次的画面比以往都要长，我有预感以后天之系永远都不会发动了。听完夏目的话，傅月心下惆怅，夏目的万花筒写轮眼为宇智波谋求了巨大的利益，虽然这种强大的瞳术有限制是肯定的，但是突然不能再用了，也是让傅月有些难受。不过还好的是，现在宇智波已经走入了正轨，不管是阴影村的宇智波的发展，还是本村宇智波的发展，都远远要超过1年多以前。现在不管是三代火影，亦或是其他那个忍族，都不敢小觑了宇智波。那你好好休息，我去吩咐一下族人，今天晚上宇智波族内所产生的波动千万不能外传，以防万一。其实夏目的瞳力和查克拉消耗的并不多，他比较憔悴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他刚刚试验了他的新瞳术，一个瞳术叫速斩无尊之眼，只是加强观察，让夏目有些失望。另外一个是加强须佐能乎武器的，可以让须佐武器更加锋利，持续加强到最强状态，名为天从云式，可以强行吞噬空间。而在这两个瞳术觉醒的同时，写轮眼终于完成了向上一阶的跃迁，也就是说，夏目已经悄无声息地成为了永恒万花筒写轮眼。歹徒啊，看来你在我面前是跳不起来了。时光飞逝，眼看着佐助和鸣人已经长大了不少，关系也是越来越好。这天夏目找到了正在逛街的两人，并且将九尾人助力的事情全部告诉鸣人。你们两个玩得挺开心啊。鸣人，我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就是关于你是九尾人助力的事情。这就是我的内心世界吗？不错，这1年多的时间没白上学。我今天带你来这个地方，就是为了让你和九尾认识一下。你这些年受的苦是因为他，但是当年他来木叶也是因为被人操控了。既然你已经知道了自己是人助力，就要学会怎么样和尾兽相处，和尾兽和平相处，不光是提升你的能力，同样也是你父亲对你的期望。听到是父亲的期望，鸣人眼神坚毅。放心吧，夏目前辈，我一定会努力的。刚刚睡醒的九尾一睁眼，就感受到门前来人身上宇智波的气息，强大的查克拉量瞬间爆发。你是宇智波？冷静一点，
九尾。九尾浑身僵硬，瞬间动弹不得。这么强大的魂力，难道是那个人？九尾身上不能动的难受，远远比不上内心的恐惧。他在害怕这么汹涌的统领。他以前只遇到过一个人，那就是宇智波斑。感受到了前辈实力的强大，鸣人心里压抑许久的念头又冒了出来。夏目前辈，你能不能当我师傅？听完此话的夏目一愣，没想到这件事被鸣人抢答了。夏目今天的目的本来就是把鸣人收进族里，因为系统给了人把对方招到自己的麾下，自己可以获得目标的特长。而夏目缺的正是蓝。收鸣人进族最好的就是以师徒的名义，夏目之前已经把自来的名声搞臭了，是不可能当鸣人的老师了。而夏目是有把握让鸣人更快成熟的，本来是准备处理完了九尾再说这件事的，没想到鸣人先开口了。夏目没有半分犹豫，当然可以，以后我就是你的师傅了。丁，恭喜宿主大幅度改变漩涡鸣人的人生轨迹，恭喜宿主获得6到仙人模式1次，招揽漩涡鸣人成功，奖励宿主漩涡一族体质。由于怕鸣人身体吃不消长时间的统领，把鸣人送出内心世界后，夏目对九尾进行了自我介绍。正式认识一下吧，我叫宇智波夏目。我知道你今天来这里想干什么？九尾出奇的好说话，一下桀骜不驯的样子都没有。毕竟对于一个随时可以要他命的人，表现出适量的尊重也是应该的。没有太多事情，就想告诉你，这个漩涡鸣人，你的房东是我的徒弟，以后我照了，在他提取查克拉的时候，你少给我捣乱。还有一件事就是，你想不想知道，你什么时候能从这里出去？什么时候？用说的太慢了，我用幻术带你去看看吧。此刻的九尾心里带着不甘与愤怒。如果说被困在人柱里体内只是失去自由，那被十尾吸收会完全消失在这个世界上。还记得当年操控你毁灭木叶的那个人吗？那是宇智波的族人，也是这一场大战的罪魁祸首。第4次忍界大战的最终目的就是把你们尾兽全部投喂给十尾，然后发动无限阅读，催生神术，毁灭世界。九喇嘛听得入神，但是丝毫不怀疑其真假，因为他是十尾分裂出来的，十尾的底细九尾心里有数，这些都是千百年前额秘密，谁都不知道。而眼前的宇智波夏目却可以很准确地说出来。而鸣人就是阿修罗查克拉的转世，以后注定是要拯救世界的人，你们早些合作，他实力越强，以后你也就越安全，不是吗？听完夏目的话，九尾在心里默默思索着，而夏目也没再多说什么，随后便退出了鸣人的内心世界，反倒是九尾嘴里还一直呢喃着十尾。心灵世界里不管进去多久，在外面都是一瞬间。退出心灵世界后，夏目没再多说什么，因为鸣人周围一直都有3代的眼线监视着，只是向鸣人随便交代了几句后，便一同离去。夏目啊，之前你提议的鼓励生育政策，现在宇智波好多都完成了指标，我们生育补贴还要接着发吗？金库的钱有些不够了啊。族长放心，之前说好的一点都不能少，而且以后每一个忍教毕业的，我们再追加40万两，开眼的孩子再加50万两。至于钱的事，族长也不必担心，咱们宇智波的商业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其他国家，而且我也安排了一套加盟模式，第一批加盟费已经收了5000多万了，后续还会有收入，不过会比现在少一点了。听完夏目的话，傅月眼睛瞪得像铜铃，疯狂的吸气来示意自己的震惊。而后夏目也给傅月大致讲解了一下加盟的形式，而且有特定的方法，不让加盟商泄露秘方。现在族里已经稳定下来了，我打算出去一趟。需要去多久？还不知道，顺利的话1年半载，不顺利的话2、3年。族长，我知道你的心情，但是不要被一时的繁荣所蒙蔽了，有些危险是一直存在的，只是没有到来。团藏和面具男，也就是宇智波带土，一直都在暗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突然发难。这期间我们尽可能的提升自己的实力，而且还要和日向家打好关系。这一部分铜力分割给你，以备不时之需。首领，你的这个术还真好用，多远都能对话，真是艺术啊！迪达拉用着夸张的语气说着，但是在场哪一位的逼格不高，所以没有一人搭理这个派大星。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人来实现我们的理想。实现计划还需要大量的资源。角都，你负责财政，你有什么想法？我们实力如此之强，可以横扫整个黑市。不过最近我发现另外一个地方，也许钱很多，田之国、阴忍村。田之国内到处都有美食，叫中华料理，不知道赚了多少钱，而源头就在阴忍村。哼，你难道不知道那是大蛇丸的地盘吗？大蛇丸而已，丧家之犬罢了。
角斗对这个所谓的3人之一并不畏惧，因为鼬的截胡已经窥视未来的大蛇丸，并没有进入小组织，小组织也不知道大蛇丸的能力如何。对于他们来说，这些年渐渐没有声息的大蛇丸并没有太大的威慑力。大蛇丸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是那里有宇智波鼬。宇智波之所以都是万花筒写轮眼强者，还有100多名宇智波精英。现在的阴岩村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进去的地方。角斗冷哼了一声，从战国时代活到现在的人，自然是知道万花筒写轮眼是多么的强。虽然不能去阴岩村，但是我们可以去找另外一个人，宇智波夏目。那是谁？宇智波夏目，现任宇智波一族副族长，万花筒写轮眼强者，力压8位演奏利奇拉比，让整个云烟都灰头土脸，是一个大器晚成的天才。宇智波鼬11岁就觉醒了万花筒，而夏目到了20岁才觉醒。不过他真正厉害的是他的商业天赋，阴岩村里面的中华美食很可能就是这个宇智波夏目搞出来的。在木业里面，所有的宇智波都在做这个生意。现在的宇智波一族富得流油。听完觉的话，小南不动声色，内里却是在思索着他之前对夏目的了解，仅限于知道他是万花筒写轮眼的强者。没想到风靡整个人界的中华美食，居然可能就是他的手笔。如果能把宇智波夏目拉进小组织，那该是多大的助力！可恶的绝，到底还有多少情报没有透露出来？或许我们可以把他拉入组织。呵呵，那正巧了，宇智波夏目刚出木叶村，正在游历的途中，很好找。其他人继续寻找合适的人员，小南去会一会宇智波夏目，散会。角斗冷眼地看着绝和小南的交流，显然负责情报的绝有很多情报都没有及时报告出来，他并不在意自己被无视了。倒是成员间的绝语让他觉得有点意思，首领从头到尾没说上2句话，但是威势却是越来越重了。虽然只是一团光影，但是光站在那里就让人感到心悸，比起招揽自己进组织的时候又强了好多。而对于绝来说，宇智波家族的崛起是之后计划最大的变数，所以自然是要想尽办法去处理。而宇智波里面最大的变数，宇智波夏目如果能够被吸收进组织里，那他的计划肯定会更加顺利，所以他才把刚得到的消息都说了出来。这次的集会，戴土并没有参加，他现在还隐于幕后，要等歇死后的时间，他才会以搞笑男阿飞的身份加入。戴土现在更多的精力是在渗透水之国，对水之国进行统治。是否需要把夏目拉入我们组织？可以试试，你做决定就好。轮回眼又变强了，我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掌控它，组织里面需要你去费心了。不过这些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等我完全掌控轮回眼后，在压倒性的力量面前，这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我将让世界感受痛苦，然后诞生和平。小南望着长门充满压迫的轮回眼，长门总是想用轮回眼的力量解决所有问题，而他都是以更多的方面去帮助长门，以后抓捕尾兽也需要更多的人，毕竟现在长门已经没有办法自由移动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完成遗言的梦想。夏目的第一站是准备去看看那个玩沙子的小朋友，顺便教育一下他那个脑残的爹。毕竟当年夏目看到这个剧情的时候，肺都差点气炸了。他娘的，这什么鬼天气？等我到了沙之国内，老子这一路吃的苦，统统都得算到罗莎那个老东西头上。正当夏目抱怨环境差的时候，感受到天空突然洒下一片阴影，让夏目感觉一阵凉快。夏目抬起头，发现2个巨大的白色翅膀在自己正上方。夏目一阵诧异，不知道小南突然找到自己想要干什么。不过夏目倒也不惊慌，虽然小南是恐怖组织的头头的秘书，但是小南并不会胡乱嘎人，而且小南还兼职人才部长。难道我是小组织的小南，来这里是想邀请夏目先生加入我们小组织？不是，你们哪根筋搭错了？为什么会觉得我要加入我吗？小组织是干嘛的？你们为什么邀请我？我们是致力于创造和平的组织。至于为什么邀请夏目先生，是因为夏目先生有这个价值。夏目先生为宇智波带来了无数的机遇，中华美食就是夏目先生的手笔吧。是又如何？我可是木叶村的忍者，为什么要来你们这种一看就不正经的组织？夏目先生说笑了，你们宇智波的关系和木叶并不是太好吧？一个问题，你先回答我，我再考虑你的提议。夏目先生请说。这里这么热，为什么你们要穿黑色的衣服呢？黑色吸热，你们不知道吗？有一个真正的问题，
如果你能回答我，我不光可以加入小，还可以把中华美食的秘方给你。好，你问。你和长门为什么要和杀死鸠柱、大佛以及其他同伴的绝河面具男一起共事？为什么不杀了他们，为鸠柱、大佛报仇？什么？鸠柱和大佛是他们杀的？你从哪里知道的消息？蠢货！杀有仇人就在身侧也不知道，还每天跟他们密谋大计。当初你被绑架，长门和倪岩去救你，鸠柱得到情报，判断倪岩会有危险，所以召集同伴去救倪岩，却在路上遭到了绝河面具男的堵截。最后鸠柱和大佛联手使出秘术，想用自己的命来铲除面具男，保护你。可惜呀，最后鸠柱变成了水泥，眼睛都是睁着的，可谓是死不瞑目。听完夏木的话，小南整个人的查克拉都开始混乱了起来，因为小南知道鸠柱的秘术就是吐出水泥，这是鸠柱的秘密。可惜呀，他费尽性命想要保全的人，最后却跟他的仇人在一起合作。不，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忘记了他第一次跟你们见面的时候吗？他怎么邀请你们的？如果倪岩在，长门会和他们合作吗？那时候长门就已经加入他们了，就是因为倪岩的存在，所以他们才要阻止鸠柱和大佛他们支援你们，因为他们需要长门坠入黑暗，他们就是要让倪岩死。小南又回忆起第一次见到面具男的时候，他那时候对长门的一番说辞，他已经渐渐相信了夏木所说。可是这些事情，这个夏木是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的？这个术名为秽土转生，是2代火影千手飞间发明的禁术。这个术可以将早已死亡的忍者灵魂召唤回人世，并以实体的形式复活。鸠柱或者大佛的尸体找得到吧？再找一个活人当祭品，你就可以亲自问问鸠柱或者大佛，我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当然，如果你们想倪岩了的话，也可以把倪岩复活出来哦。听完夏木的话，小南肃然一惊，木叶居然有这么恐怖的术吗？但是他现在无暇顾及许多，他需要第一时间求证夏木说的话到底是真是假，还有是不是真的能复活鸠柱和倪岩。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那个冒充宇智波斑的人就是挑起木叶九尾之乱的人，他让我们宇智波家族受尽了误会和白眼，全族上下都差点因为他凄惨死去。他想就这样在背后做个阴谋家，做梦！我要让他为他所做的事付出惨痛的代价。那你知道他的身份吗？他也是一枚棋子罢了。哦，对了，那个卷轴里面也有关于他的详细资料，你回去路上看，可以和掌门商量一下。虽然你们动手也杀不死他，不过也可以试试。我还有事就不和你多聊了，下次让长门直接来找我，我会告诉他更多。如果要找我，可以去阴忍村，我不在的话，就让宇智波鼬带话给我。小南看着手中卷轴里所呈现出来的秽土转生的信息以及带土的信息，终于知道为什么夏木说杀不死带土了。哼，可恶的宇智波带土，恶心的阴谋家。我去，罗刹这个老东西居然在用自己的技能淘金，这尼玛赚钱可真轻松啊！你是什么人？我是木叶的忍者。木叶那边也没有说要过来人啊，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木叶的，不是跟你说了吗？哦，对了，我是宇智波的，不信你看，我有写文眼。实验数据如何？回大人，经过测试，您的手臂在不使用木盾的情况下，活性已经提高了6倍，已经远超左手了。哎呀！为何会消耗这么大？组建的细胞只是从之前的嫁接到现在开始往你身上融合而已，要熟练的使用木盾，还需要有一段时间。你最好说的是真的。放心吧，既然找到了你合作，那就是各取所需。我们提供资金，你为我们提供情报。宇智波夏目出村的消息早就给你们了，为什么你们还没抓住他？出了点问题，另外有人踏扫了。那是你们的事，消息提供给你们了，早点抓到夏目，对我们都有好处。宇智波夏目不是那么好抓的，有了消息我会再来的。现在的宇智波一族可不像以前一样了，或许你可以和3代商量一下，怎么样抑制宇智波的发展。团藏脸色有些阴沉，这种来无影去无踪的行动方式，让他好像扒光了扔到太阳下一样难受。根部的解散，除了让团藏损失了基地和里面的实验器材以外，最大的打击莫过于资金链的断裂。以前木叶会有专项的资金划入根部，
有时候根部也会接一些家族的黑活，获得一些家族的资金支持。但三代宣布解散根部后，许多家族不敢触三代的眉头，就没有再与根合作。虽然成员还在，但是根部没钱了。团藏为此烦恼不已的时候，觉突然出现，为根部注入了许多资金，还帮忙开发柱间细胞。团藏的手臂上虽然没有了血轮眼，但是得到了柱间细胞的进一步融合，实力甚至更进一步。没想到老夫居然会有跟小组织合作的一天，而且现在的小组织竟然还有派系。好了，可以开始了。是，师傅。不行，再来。师傅，这次应该可以了吧？不行，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要控制好自己体内的查克拉，这样才能更好的逃出杀金。为什么？为什么无论我做成什么样都不行？因为我本来就不相信你啊，你操控的再好也没有用。随着脑海中的一阵刺痛，小罗莎变成了我艾罗的模样。幻术吗？哼，虽然挣脱幻术使用了大量的查克拉，但是杀之束缚可不是。这难道就是宇智波的神之力须佐能乎吗？哼，不管你是谁，今天你死定了！这杀金类方体无比坚硬，就连守鹤都无法打破。今天我就要让你死在类方体下！罗莎呀，初次见面，我是宇智波夏目。我知道你是宇智波夏目，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们宇智波不是独立出木叶了吗？为什么要来风之国找我们沙影的麻烦？我想问你，害怕尾兽暴走，为什么不去加固枫叶，而是一再的去挑衅我艾罗？你是怎么知道我们村的人柱力是我艾罗的？现在你是俘虏，所以老实回答我的问题。哼，无可奉告。既然你不相信你的儿子可以封印一尾，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当人助力？听完夏目的话，罗莎顿时哑口无言，他已经不想跟这个疯子说话。宇智波都是这么神经兮兮的吗？我作为村子的风影，如果暴走，那村子怎么办？再说我艾罗做人助力，又不是我的主意。我估计你在想，你是一村之影，害怕当了人助力暴走了，没人顾得上村子是吧？那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却非要把守鹤封印在你儿子身体里，然后不断的测试他，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罗莎心里一震，确实会想到了他在幻术里面的日子。罗莎嘴唇嗫嚅了2下，没有说话，但是夏目却是没了耐心，对着眼前的老东西又是一波幻术的输出。哼，结果还是一点都不顺利啊！为什么只有我会变成那样的怪物？我到底是什么东西？你说过可以治疗心理创伤的药是爱，可爱到底是什么啊？夜叉丸。为什么？为什么又是我？到底是谁想要杀我？你们这些人都该死！偷袭失败，火速撤退。可恶！我艾罗，你没事吧？刚刚这里为什么会有打斗？夜叉丸，刚刚有个杀人打扮的人想要杀我，为什么村里的每个人都想要我死？为什么？对不起，我艾罗，现在没事了，没事了。是不是因为我是怪物，所以才会总有人想要杀我？不要这么想，我艾罗，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人爱你的。风影大人和我内心深处一直都是爱着你的。我最喜欢的姐姐用命换来了你，你就是我姐姐生命的延续，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珍宝。我非常非常喜欢你，姐姐当初生下你就是深深爱着你，从那时我的心里就一直想要守护在你身边，看着你长大。姐姐给你取名我艾罗，就是以爱为名，让你珍惜自己，好好活下去。夜叉丸在当初罗莎下令让他杀掉我艾罗的时候，夜叉丸就担心已逝的迦流罗姐姐不会同意这么做，而且这些年的相处下来，夜叉丸更是知道我艾罗的暴躁都是守鹤的影响。他内心其实很善良，他今天忍痛刺杀我艾罗，没想到最后却被罗莎救了回去，并表示我艾罗有别的方法了，不用再去测试我艾罗了。夜叉丸是差点就和我艾罗永别了。
在鬼门关走了一趟，他内心激荡，看着我爱罗久久不能平静。而我爱罗也感受到了叶叉丸的关爱，幸福的哭出了声。就在我爱罗和叶叉丸相视而笑时，远处的夏目控制着罗莎坐着沙点飞了过来。对不起，我爱罗，这些年让你受委屈了，让你成为人助力并非我本意。什么是人助力？听完此话的夏目一惊，沙隐村这都是什么教育啊？我爱罗都6、7岁了，连人助力是什么都不知道，难怪小时候吃那么多苦，连人助力的指示都不传授。我爱罗是怎么忍受这么多年的？哦，对了，好像鸣人小时候也不知道，难怪以后他2回成为挚友。人助力就是封印尾兽的人，而你是一尾守鹤的人助力。由于爸爸是封印，需要守护村子，而你，我爱罗，我最爱的孩子，你在所有兄弟几个里是最优秀的，只有你才能驾驭守鹤的力量，所以选择了你。听着罗莎说我爱罗是他最爱、最优秀的孩子时，我爱罗的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了出来。那父亲以前为什么？村子随时都会受到危险，如果我时时刻刻表现出对你的看好，那样你会更加的危险。对不起，我爱罗。旁边的叶叉丸看到罗莎和我爱罗和解，也是开心不已。丁，恭喜宿主大幅度改变了沙的人生轨迹，恭喜宿主获得沙金、沙点1次。嘿嘿，终于能飞了，虽然只能飞1次。不对，似乎这里面有空子可以钻。风影大人，既然木叶的人来了，那咱们是不是可以？叶叉丸，你去准备封印室材料，记住不要让其他高层知道。为了防止封印失败，叶叉丸专门安排了罗莎一系的杀人精英待命。封印大人，你想不想去看看我爱罗的内心世界？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是再好不过了。该死的，本大爷会出去的，本大爷会出去的。我爱罗平时都是在这种环境下过生活吗？是啊，我爱罗把自己困在这里，谁都进不来，自己也出不去。不知道在这种环境下，你这个4代封影能不能一直保持冷静呢？见罗莎沉默不语，夏目也不再多说什么。你带着你儿子先躲远一点，我先封印他。你他娘的要干什么？4项封印起！你干嘛？怎么回事？为什么本大爷的通联弹无法使用了？该死的宇智波，放本大爷出去！本大爷要将你们全部杀光！杀光！想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合格的人助力吗？你的妈妈家刘罗一直深爱着你，而她死后化作灵体，一直用沙子保护着你。这个守鹤废话这么多，如果你不想听他说话，你就用沙把他包裹住。小鬼，你想要干什么？你们到底要干什么？该死的，这里好飞，放本大爷出去！放本大爷出去！你们说话啦！放本大爷出去！丁，恭喜宿主大幅度改变我爱罗的人生轨迹，恭喜宿主获得沙漠城大将封印1次。这好像也没啥用啊，沙隐村还有别的羊毛可以薅吗？哦，对了，千代婆婆那里可以去试试。风影大人，夏目大人，怎么样了？听不到他的声音了，真的听不到了。没事了，叶叉丸，以后守鹤不会影响到我爱罗了。啊，那太好了，我爱罗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那我们就先回去了。怎么了？为什么来这里找我了？长门平时都是以天道的形象示人，而小南一般都是跟天道对话。现在小南却来到了他的藏身之处，代表小南一定有很重要的事情。小南平复了一下自己激情的心绪。长门，我已经知道了鸠柱和大佛是被谁杀的了。长门瞳孔一缩，倪岩的死去果然让他心痛。然而除了倪岩的死，还有他们曾经共同患难的同伴也一并死在了那天。这几年来，长门和小南都一直在追查当年杀死他们的到底是谁，但是对方做得太干净，只能探查出有木盾的痕迹，其他的完全不知道是谁。就是那个每天自称宇智波般的面具人何觉。是他们？情报出自哪里？可靠吗？宇智波夏目告诉我的，他还给我了2份卷轴，一份是绘图转生，可以将早已死亡的忍者灵魂召唤回人世，并以尸体的形式复活。我们只需要准备好祭品，就可以把倪岩召唤出来。
另外一份就是关于面具男的具体信息，虚化，神威空间可以持续5分钟左右。还有一个是宇智波的禁术伊邪那岐。这个宇智波项目可靠吗？而且，这份资料怎么会如此详细？我也很惊讶，但是我们只要找到祭品复活、揪住和大佛就能知道真相了。他没必要骗我们。夏目还说，就算我们知道了这些，也杀不死带土，让你之后亲自去找他，他会告诉你更多。长门，你打算怎么做？他的时空间忍术太过诡异，反而比较克制我。在我彻底掌控轮回眼之前，我们先不要和他们翻脸，我们还需要继续利用他们2个，为组织筹措人员和资金。在布置好一切之前，我需要隐藏好。我们先复活揪住和大佛，至于泥岩，先等等再做打算。这几年的时间，风影大人不妨专心培养我艾罗，以面对之后必将发生的灾难。以我艾罗的潜力，能成长到成年，他会是最好的下一任风影人选。听完此话的罗莎有些动容，自己认可孩子的天赋是一回事，别人认可又是另外一码事了。夏目的强大他已经亲自体验过了，但是这样一个强者居然这么看好我艾罗。放心吧，夏目先生，我会好好培养我艾罗的。随后，夏目便与罗莎商量了一下商业合作的事情后，便匆忙离开了。夏目拿出地图看了一下，接下来需要拐带的人分布在草之国、龙之国，而人才最多的水之国孤悬于海外，自己要过去的横穿整个川之国和火之国。夏目想了想，还是得让佑跑一趟，自己就去水之国。见四下无人，夏目使用通灵术召唤出了忍鸦，打算让忍鸦告诉佑去草之国把香菱拐了，去龙之国把宠物抓了，随后便消失在原地。焦哥哥，你为什么这么做？将同伴灭口，这就是我的特殊任务。什么鬼？佐助的空间传送这么好用吗？木叶的追兵这么乖吗？啧啧，这个死鬼还真是下得去手啊！我记得这个妹子好像对他有好感来着，被杀前的一句遗言给这个死鬼来了个心灵震撼，让他记了一辈子。这该死的带土！算了，既然让我碰到了，那也不能见死不救。你是什么人？自己人。这个雾影已经死了，你干嘛还耗费查克拉？嗨嗨，我不是被我的焦哥哥杀死了吗？我勒个去，死了都能救活吗？别看了，你现在是我的俘虏了，乖乖给我走吧。女巫人左右环顾了一下，并没有见到干尸鬼鲛，而是一堆木叶忍者，然后认命地低下了头。这是我们的任务目标。没办法了，先走再说。跟紧我。这个人着实奇怪，只是困住我们，拿走了身上的情报卷轴，而且这么多的黄沙，全部都是忍术具现出来的吗？这得多大的查克拉量？这次的任务越发诡谲了。你想要带我去哪里？这完全取决于你。什么意思？你恨干尸鬼鲛杀了你吗？像我们这样的忍者，服从才是天职。如果你不救我，那我也一样会死。有什么好奇怪的？哈哈，这个死鬼运气还不错，居然会遇到这样的女孩。我很看好干尸鬼鲛这个人，我觉得他是个人才，想要收他为己用。而你就是这一环里最重要的一枚棋子。我能起什么作用？再说我的焦哥哥是不会背叛雾影的。喂，妹子，您没事吧？鬼鲛不是刚捅了你吗？你怎么还是一副对鬼鲛充满爱意的样子？服了，能起什么作用你就不用操心了，你只需要按照我说的做就行。其次就是你们4代水影已经被敌人用幻术控制了，雾影已经完蛋了，并且把你们的情报送出去的就是被控制的水影。这几年水影的暴政也全都是他所为。干尸鬼鲛有些迷茫地往村里行去，保护村里同伴执行任务，但是却需要在同伴被俘虏之前杀死同伴。鬼鲛过得太艰辛，一边扮演保护者，一面扮演刽子手，他的世界观整个都扭曲了。而只是短时间接触的栗田杏子，临死前的那句“您的人生很辛苦吧”，直接把鬼鲛干破防了。你就是西瓜山河屯鬼的部下？是的，水影大人，我是干尸鬼鲛。你的上司西瓜山河屯鬼里通外敌，把情报出卖给了敌国。什么？西瓜山河屯鬼城府极深，只有你有机会接近他，找到机会杀死他。遵命，
水影大人，为了打击歹徒的野心，夏目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在栗田杏子的带领下，夏目找到了赵美明，想和其搭上线。毕竟几年后赵美明就会上位，现在也是雾影非常强大的派系之一。久仰夏目先生大名，宇智波出了您这样的人才，重现辉煌指日可待。感受到赵美明语气中的客气，夏目不以为然，毕竟自己刚刚给他们提供了水影通敌的证据。夏目看着这个身材高挑、一脸轻熟女的赵美明，有点不能理解，雾影的人都瞎了吗？这么漂亮的女人居然没人追。客气了，赵美明小姐也是出类拔萃，此次的事件坐实的话，想必下一任水影之位非你莫属了。不知道夏目先生准备怎么跟我们合作？你想要合理的坐上水影的位置，就必须在大庭广众之下把史仓被幻术控制的事情抖露出来。现在在村里，应该没人能保证可以压制住水影吧？况且我猜你之前应该是有所怀疑的，但是没有行动的根本原因还是打不过现在的史仓。不过我既然能拿到这个证据，我就有把握完全压制4代水影。夏目先生千里迢迢过来，应该不会是为了扶我上位吧？想要什么不妨直说。爽快！事成之后我要2个人，一是你面前的栗田杏子，再一个就是干尸鬼鲛。你也不用担心西瓜山河豚鬼不放人，因为他已经是要死的人了。夏目先生这是何意？这次西瓜山河豚鬼坏了他的好事，你猜河豚鬼会不会被干掉？你有把握吗？我自然有把握。你们只要把干尸鬼鲛监视好，西瓜山河豚鬼肯定会死，到时候也是你打击钩举史仓的最好时机。好，我答应了。鬼鲛，你这个混蛋！我们得辛苦你了，鬼鲛。我断定他对你这个部下一定会放松警惕，果然不出我所料，这家伙勾结敌人，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大刀绞脊的主人了，并且你今后就是我的部下了。我最终也会被您铲除掉吧，系代水影大人。正因为你为了国家和村子完成了无数肮脏的任务，执行了众多背叛的任务，所以你这样的人更值得信任，因为你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虚伪。这种事我在最初杀死同伴的时候就明白了，我身为雾隐忍者，却杀害雾隐的忍者，那我自己究竟是何许人也？究竟是敌是友？我的目的何在？我的立场位置？我究竟要去往何处？究竟去到哪里才能获得安宁呢？我只能深切感受到自己只是个虚伪的存在。那让我来将你从虚伪的痛苦中解放出来吧，我来帮你创造个容身之所吧。你是谁？首先从这个国家开始，你至今为止都是为了处置同伴而行动，今后开始你要作为我的同伴行动。你好像对我颇为信任，但我还不知道你究竟是何许人也。宇智波斑。什么？那个人应该早就不在人世了才对。嘿嘿，对呀，所以他是骗你的。不好意思啊，看你演的戏太拙劣了，所以一不小心笑出了声。你是那天那个人？有什么好笑的？让干尸鬼鲛做这些任务的人是你，让他陷入迷茫的也是你，你是哪来的脸说帮他解放痛苦的？雾隐这几年的暴政，不就是你用幻术控制钩举史仓做出来的吗？现在又来冒充宇智波斑，又当又立。歹徒默然无语，虽然不知道又当又立是什么意思，但是嘲讽的意味很明显。夏目的出现对歹徒来说相当棘手，但他已经准备演宇智波斑了，只能沉住气。你真的是宇智波斑吗？不错，我就是宇智波斑。有什么好笑的？你是宇智波斑？斑一生纵横战场，什么时候遮住过自己的面容？斑怎么可能是一个藏头露尾的鼠辈？你的幻术骗别人还行，能骗得鸟宇智波吗？那个别人是不是我？在夏目手上吃了一次亏的歹徒心知此地不宜久留，随即撒腿就撤。哟，这不是传说中的水镜之术吗？正好试试这个水镜术的成色如何。卡通，卡通，厉害呀，还真能复制。那须佐能乎呢？这个宇智波夏目怎么会有这么强的瞳力？看来只能强行伪兽化。Come。出手啊，砸碎！你不是要冒充宇智波斑吗？这种程度的伤害对我是无用的。
穿越到火影世界，在获得了永恒万花筒写轮眼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干掉带土这个杂碎。这种程度的伤害对我是无用的。大人，我们不上前去吗？现在还不是时候。可是水影大人，那是傀儡，不是水影。是。不知道你的须佐能乎还能持续多久？那就不用你操心了。你的须佐能乎呢？没有须佐能乎的宇智波斑，还是藏头露尾的宇智波斑？哼，没有须佐能乎，你只是一只蛆虫而已。由于斗争太过激烈，越来越多雾隐的人已经围了过来，看着自己被雾隐的人包围了，带头也不再留手，强行催动万花筒统领。夏目，基辅，给我干掉他！这就是三尾吗？实力不过尔尔。这就是尾兽化的力量吗？宇智波的须佐能乎的实力居然如此强大！蛆虫，你就是当年木叶九尾之乱操控九尾的人，现在又拿同样的把戏来操控水影，敢不敢把你的面具摘下来？水影大人被操控了，还是当年操作木叶九尾的人，是不是真的？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知道九尾之乱是我操控的？给我醒来！你的瞳力虽然强大，但是你的幻术还差得远。我说过，你的一切招式对我都无用，况且你的眼睛很难受吧？这么持久的维持须佐能乎，不知道你还有多少瞳力呢？看来我是被小瞧了呢。不过你现在需要操心的不是我。我说过，怎么可能？这家伙的剑居然可以无视虚化的能力。看着眼前的战局的结局已定，赵美明知道该自己上场了。水影大人，因为您被幻术控制，导致渔村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所以我特别去木叶请来了宇智波的副组长宇智波夏目大人前来帮忙，为水影大人解开了幻术。钩居石仓被控制的时候是有意识的，他知道自己干过什么，他愤怒过，绝望过。作为一村之影，完美人柱力居然被别人以幻术控制，成为了别人的玩物。整个雾隐被搞得残破不堪，甚至很多血迹家族都死在他的手下。这是他一辈子都难以洗刷的耻辱，但是他现在却已经没有太多表情了。看着眼前宇智波的完全体须佐能乎，他面上麻木一片。若不是这位大人手下留情，自己早已不在人世。良久，石仓发出一声叹息：所有的雾隐高层前来开会，剩下的人收拾残局。终于碾死了你这个臭虫一次。这次虽然你使用伊邪那岐跑了，我看你之后还有多少只眼睛可以用，别让我再看见你，见一次杀一次。夏目先生辛苦了，您没事吧？我没什么大碍，我们先去找干氏鬼鲛。此时的鬼鲛站在原地，内心还在挣扎。假的，都是假的，宇智波斑是假的，这个世界的真实到底是什么呢？喂，那个傻叉，要不要进我的势力跟着我混啊？吃喝不愁，不用杀同伴，不会有背叛。你准备做什么？我呀，没能力就躺着，有能力就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听完此话的鬼鲛脑海里又闪过那个女孩的一句话：您的人生很辛苦吧？迟疑片刻，鬼鲛说道：太辛苦了，算了吧。鲛哥哥，我来了哦。见到来人的鬼鲛亚麻呆住了，他不是已经死了吗？鲛哥哥，咱们可是说好了一起吃饭的。顶！恭喜宿主大幅度改变该死鬼鲛的人生轨迹，恭喜宿主获得大爆水重宝一次。顶！招揽该死鬼鲛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水属性亲后。随着夏目的干预，鬼鲛的人生轨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最主要的就是鬼鲛以后的生活不需要五姑娘了。发生了水影被幻术控制的丑闻，钩局石仓在交代完所有事情后，就把五代水影之位传给了赵美明，自己则是被囚禁在了雾隐的大牢里。虽然他的罪死100次都不为过，但毕竟他是人助理，是村里的重要战略资源，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下任助理之前，他想死都不行。而夏目则是带着情报，当着灯泡离开了雾隐，
前往水之国。由于宇智波带图控制水影，杀了水之国许多血迹家族成员，导致水之国各地产生大量的流民，其中就包括白。终于找到你了。你们是谁？是不是找错人了？我找的就是你，我需要像你这样的同伴，你可以来帮我吗？你需要我吗？是的，我需要你。我叫白。丁。恭喜宿主大幅度改变北地人生轨迹，恭喜宿主获得魔镜并进一次。丁，招揽白成功，恭喜宿主获得自然亲和。招揽白不应该是获得水遁或冰遁吗？自然亲和的话，不过白的性格应该也是适合修炼仙术的。不管了，先去找下一位目标。怎么可能？这个项目的剑居然连空间都展开了，神威居然失效了。怎么可能？夏目的须佐能乎非常强大，瞳力很强，也非常持久。它其中一个瞳术应该是减少须佐能乎消耗的，另外一个肯定就是强化须佐能乎武器的了。班当初从宇智波带走了不少典籍，这些年我都看过，但是就是没见过这种瞳术的能力。不过没关系，只要不给他强化武器的机会，那我的神威就是无敌的。需要尽快找到并且除掉他才行。军马吕从出生起就被孤独地关在牢笼里，走出牢笼的理由仅仅是为了战斗。战斗过后，军马吕只觉得一阵空虚寂寞，他不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他一个人在树林里发着呆，突然发现了一朵花。为什么开在这里？为什么不回答我呢？你也在无视我吗？在这种地方，明明没人能够看得到。别这么做了，活着并不一定有意义，但是活下去就有可能找到有意义的事情。就像你找到了那朵花一样，而我找到了你。你们是什么人？我叫宇智波夏目，这些都是我的同伴，我们都在找寻活下去的意义。跟我走吧。丁，恭喜宿主大幅度改变军马吕的人生轨迹，恭喜宿主获得遭觉悟一次。丁，招揽军马吕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战斗自救。夏目一惊，这可是体术忍者梦寐以求的天赋啊！作为体术忍者，都是近身攻击，每一分一秒都是十分危险的，甚至于有些特异的秘术发动非常快，你来不及反应的话，就当场嗝屁了。所以忍者里面单纯的体术忍者非常少，凯那种属于一类。毕竟凯可没有军马吕刀枪不入的古魔哀，近身战一旦失误就凉了。不知道那个设想能不能成功？算了，这些先不考虑，还是先去找到大蛇丸。军马吕的病越早干预，治愈的可能性越大。夏目每天只要有空闲，就会进入到系统的梦境空间进行训练忍术。这次由于招揽白获得了自然亲和，所以夏目打算拿白练手。熟悉了水属性后，生活方面也会方便许多。但是白太多没办法，夏目只能一刀了结白，输出梦境空间。由于带图的胡搞瞎搞，一行人只能找到水之国边境的商船，准备乘船去往烟忍村。而这一路走来，夏目也是提防着带图偷袭，毕竟带图这小子心眼比屁眼小。结果没想到，刚准备乘船的夏目就遇到了来袭的带图。你好像对我的到来并不意外，像你这样的蛆虫肯定命长得很，刚破坏了你的大计，你当然会来找我了。不过你比我想象中来的要慢，怎么不装宇智波斑了？你似乎一早就知道我不是。你也就只有骗非宇智波一族的人。我们宇智波历来就有记载，宇智波斑的血纹瞳术并不是时空间忍术，况且写轮眼的瞳术不能随时更改，所以能使用时空间忍术就绝对不是宇智波斑。你满身都是破绽，也就只能唬唬外人而已。带图沉默了下来，他一直在小组织里以班的名义和长门他们交流。长门和小南因为他的时空间忍术能力和强大的瞳力，对他忌惮不已，对他班的身份将信将疑。没想到一眼就被夏目识破了。组里居然还有对班万花筒的记录吗？班没有带走吗？还是有所遗漏？我知道你并不喜欢木叶村，主张宇智波脱离木叶，那你为什么不选择跟我合作呢？我把你在水之国的计划破坏了，你还找我合作？水之国已经到了收尾阶段了，我要的东西已经拿得差不多了，提前一点无关紧要。你这个九尾之乱的始作俑者，有什么脸面找我合作？我只是想报复木叶而已，我对宇智波并没有恶意，毕竟我也是宇智波的一员。我有个交易，你不妨听听。听完这个心眼比屁眼还小的家伙说着这些话，夏目很明显的感觉到带土没有看他的眼睛，肯定在防备自己的虚作或是幻术。你的亲人应该都在战争中去世了吧？
我这里有一个数，在满足一定的条件后，就可以复活你的亲人。我现在就给你，以表示我的诚意。哼，想找机会把我活捉进神威空间吗？我很好奇，你还有多少试炼？看着眼前的半体须佐形态，戴土明显感觉到了夏目的内心波动了下来。之前和基辅对战都是直接开启完全体须佐能乎，而现在这开启了半体须佐能乎，说明夏目的势力下降了。只是戴土不知道的是，骷髅形态的须佐是夏目故意而为之。好机会，去死吧，夏目！哼。为什么？他的瞳术不应该是减少须佐消耗吗？可恶，居然是天照！戴土回忆起班留下的密典，里面对天照有过记载，天照是在视线的焦点瞬间产生火焰，也就是说，他动手实体化的瞬间，夏目就能攻击到他。这个夏目似乎很了解我的瞳术，出手居然这么准，可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真是可恶至极，居然又让我损失了一枚血轮眼。夏目，你给我等着！既然你克制我，那我就去别的地方动手，看你能奈我何！看着系统面板里的天照次数变为了0次，夏目也是感叹了一下，又真的是戴土的命中可信。不管是阅读还是天照，只要找到机会就可以瞬间释放。了解戴土神威机制的话，对戴土克制极大，后才到处晃悠。老板，那个人逃走了吗？他有时空间忍术，想杀他可不容易。不用管他，应该不会再来捣乱了。我们先去阴忍村。请让甘对谢神大人不敬。由于宇智波家族在商业上的发展一落千丈，眼红的团藏找到了三代目，想和三代目一起找人把宇智波家族中华美食的秘方偷过来自己做。而三代目看着日进斗金的宇智波一族，也是嘴馋，便默许了这件事。可万万没想到，夏目早就防着他们这一手。宇智波富岳发现端倪后，果断下令所有宇智波商家全部搬离木野村。由于宇智波家族的加入，大蛇丸所在的阴忍村一跃成为5大忍村之下的最强忍村，所以自来也很快就找到了大蛇丸的根据地。这不是自来也大人吗？什么风把你吹到这来了？我听说又和止水叛村了。自来也大人何出此言？我们只是来这里接点任务糊口而已。那在木叶不是一样的接任务吗？不了吧，在木叶我们做点什么都被人盯着，还容易被挖眼睛。这边虽然是个小忍村，但是自由自在，挺好的。自来一时语塞，团藏挖宇智波眼睛的事情人尽皆知，宇智波拓也拿这个来当借口，他也没什么好说的。他听出了宇智波拓也得意思，是指的在木叶受到了太多的歧视。自来也叹了口气，这群宇智波在外面也好，如果还在村里，说不定已经在策划叛乱了。大蛇丸是不是在这里？不知道啊，我在这里只是混口饭吃。你如果要找大蛇丸的话，可以直接通过悬赏下任务。那我出10万两，帮我留一个找大蛇丸的任务吧。那好，我这就去发布任务。自来也大人可以在附近多逛逛，体验一下阴忍村的风土人情。哦，对了，我们这边的浴池都有封印结界。大蛇丸和原始空里面不一样，现在大蛇丸每天忙着做研究，各种课题忙不过来，并没有加入小组织，也没心思搞什么木野崩溃计划。他已经不在意3代火影对他是什么印象，毕竟他有了更重要的事。大蛇丸大人，自来也过来找你了，他付了10万两悬赏你的消息，现在就在阴忍村附近。自来也居然没有喊打喊杀的，看来是有什么变化啊！刚好现在正在进行的几项研究，找不到那些特殊的妖物，这家伙就送上门来了。让他来见我吧。大蛇丸，阴忍村是你创建的？只是合作关系罢了。你既然来找我，不会是准备找我叙旧的吧？当初村里面的婴儿绑架的事件是团藏做的吗？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意义？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这个很重要。是。你为什么不跟老头子解释？我为什么要解释？我就是团藏的帮凶，这没问题啊。何必弄成这样？为什么就不能选我做4代火影？为什么就非要选水门？老头子当时有他的考量。
哼，现在说这个有什么意义？没别的事我就走了。等一下，老头子说你回不回来都没关系。老头子最近老了很多，我的实验最近恰好需要一些珍贵药材。放心，大蛇丸我能办到。对了，这只联络蛙先放在你这里，等东西齐了我通知你。随便你。夏目一行人准备从汤之国直接进入田之国时，却发现这里出现了一个邪神教，肆意杀人。许多汤隐村发的忍者都会被洗脑做了邪神的走狗。不过据说汤之国已经去邻国阴忍村求助了，阴忍村已经派出了宇智波的人来了。前面有动静，你们在此不要走动，鬼鲛保护好他们，我过去看看。竟然敢对邪神大人不敬！这么轻松就解决了？多抵个亲娘啊，好痛啊！怎么可能？这是什么术？将你下大神了之才！嘿嘿嘿，制裁你！夏目副组长，叫个屁呀！为什么不打断施法前摇？什么事？施法前摇？啊，好痛啊！你这个混蛋，居然敢打断邪神的仪式，你罪该万死啊！这样了还不死？哈哈哈哈！这都是邪神的恩赐啊！我是不死了，不死了！即使只剩下一个头颅，我也要爬过来咬断你的喉咙！他脚下有个图案，他的镰刀上取到了你的血液，他只要把降血舔进嘴里，只需要站在那里面，就可以和你的生命链接起来。他往自己心脏捅上一刀，你就会死在这里。你明明看到他在地上画图案，宁愿被你手里剑射中，也不肯离开这个圆圈，你为什么不去打断他？对不起，夏目大人，我知道错了。算了，记住就行。对了，你们是为了邪神教的任务过来的吗？是的，夏目大人。汤之国最近突然就冒出了这个邪神教，还有些人根本就杀不死，所以向阴忍村求助，我们才过来的。你们有多少人过来？谁带的队？回大人，有6个人是止水带的队伍。我止水已经剿灭了3个据点了。我外出探查据点，结果碰到了这个人。在这种小国家，忍者的能力都是参差不齐的，大多数都没有受过系统的训练，实力差的连木叶的下人都打不过，更别说宇智波一族的精英了。所以6个人过来，还是止水带队，已经很看得起这个邪神教了。夏目瞥了一眼地下的飞段，嘴里还在呜呜地说着些什么。整个小组织里，夏目最讨厌的就是这个飞段，因为其他人杀人都有目的，只有飞段杀人是为了取悦邪神，还不断的传教，望向更多的人加入。这种纯粹的杀戮邪教必须毁灭。哇哦！这就是夏目大人的神之力吗？真他娘的帅气！是夏目前辈的须佐能乎，过去帮忙。我这个老板确实牛逼，打谁都用须佐，霸气。走，过去看看。虽然你自称不死不灭，但我倒是要看看，把你打成飞段将后，还是不是不死不灭。终于又见到你了，夏目大人。你的问题解决了吗？你就跑出来。放心，夏目大人，大蛇丸大人已经给我们制作了稳定的药剂，轻度使用没什么问题的。那就好，我相信你能自行判断的。放松点，这些都是自己人。相互认识后，鬼鲛看向止水的眼神充满战意，夏目看在眼里，心里一笑。自从干事鬼鲛拿到了交机，实力每天都在增长，但是一直都在赶路，路上都是些小毛贼，他基本都没有动手的机会。看到止水也是蠢蠢欲动，夏目没有理会，交代各位先把任务完成后，就赶往下一个邪神教的据点。此时邪教门前的信徒还在等着他们的大师兄飞段凯旋而归，殊不知接下来他们整个邪教都将灰飞烟灭。
什么人竟敢擅闯邪教圣地？你也去帮忙吧，鬼教。其实夏目心里知道，鬼教想要表示自己有实力带着这个团队的想法，而夏目也想看看鬼教的实力。其次就是止水虽然强大，但毕竟还是大病初愈，有个人帮忙也会更好的解决这个邪教。而后夏目则是带着众人前往阴忍村，离开汤之国抵达了田之国的夏目才感受到了繁华的气息。一路走来，不管是水之国还是汤之国，都是凋零破败，路途上更是人烟稀少。夏目前辈，好久不见。4年多的时间让鼬长高了不少，和夏目脑海中鼬的形象逐渐重合，就差一套火云符了。长高了呀，鼬。托您的福。行了，先带我去见大蛇丸吧。夏目君，我已经等你很久了。丁，招揽大蛇丸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忍术解析能力。还得见面才能获得别人的能力呀。不过就凭大蛇丸的这个能力，以后学忍术可就快多了。大蛇丸，我期待这次见面也很久了。夏目君，你让鼬找回的虫吾和香菱真的是不错的苗子啊，让我们的实验有了很多新的思路。虫吾的身体对于我咒印的研究有了极大的进展。我觉得仲吾的体质是天生就会吸引自然能量的，他的咒印只是一种劣化的仙人模式，真正的仙人模式应该是不会损失人的心智的。夏目君觉得地龙洞和妙模式好一些，这就要看个人的体质了，看更适合妙木山的蛙仙术，或是地龙洞的蛇仙术，以及尸骨林的蛇鱼仙术。当然，这3个地方，他们的仙人模式都是按照他们自身的身体开发的。如果我们学习他们的仙人模式，最后身上或多或少都会有他们种族的特征。3大圣地的仙术会不会影响心智，谁也说不清。如果可以，我想试试创造一门人仙术。大蛇丸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他自小就是孤儿，之后成长的道路上，关于地龙洞和他牵连也非常深，他的一系列的忍术也都是蛇类忍术，甚至他自己本身的血脉都有可能和地龙洞扯上关系。但是这个并不重要，大蛇丸他是一个科学家，他都发明出了不尸转生这种秘法，身体可以随便换，自然也不会拘泥于自身的血脉。随后大蛇丸就带领夏目前往实验室。大蛇丸大人，鼬大哥，这就是夏目前辈，就是他让我去草忍村救你的。夏目前辈，丁，恭喜宿主大幅度改变香菱的人生轨迹，恭喜宿主获得金刚封锁一次。丁，招揽香菱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体能治愈。好家伙，自己成了功能饮料了。香菱，这里还住的习惯吗？食物够不够？够了，大蛇丸大人，我每天都吃得很饱。对于香菱来说，跟随鼬大哥来到大蛇丸这里是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他和母亲在草忍村一直以来都是被当成工具，他的母亲更是被活活吸死。从小就生活在恐惧和对草忍村的厌恶当中。后来鼬大哥从天而降，说带他离开草忍村。香菱几乎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来到田之国后，香菱觉得大蛇丸挺好的，每天只需要配合着做一些实验后，想吃就吃，想睡就睡，这种日子是他梦寐以求的。大蛇丸大人，鼬大哥，真的是你们在这里啊！仲吾，这就是夏目前辈。夏目前辈，谢谢你把我救了出来，要不是你让鼬大哥把我救到这里，我还会忍不住杀人的。夏目看着双目澄澈的仲吾，心下有些感叹，仲吾本就是一个爱好大自然、心灵平稳的人，结果暴走会控制不住杀人的冲动，让宠物十分的痛苦。丁，恭喜宿主大幅度改变宠物的人生轨迹，恭喜宿主获得咒印化一次。丁，招揽宠物成功，恭喜宿主获得自然亲厚。现在是怎么抑制他的暴走的？他只是自然能量过剩的时候会影响他的心智，只需要定期把他的自然能量抽走，他就毫无问题。小香菱有很强的感知力，中午自然能量较多的时候就把他拉过来抽一下就好了。我给你俩介绍几个朋友，你们应该会喜欢的。鼬、止水，你们带仲吾和香菱去见见新的伙伴。眼睛本就是独立于免疫系统之外的，而你们的血轮眼受到大脑分泌的一种激素所影响，就会产生大量的阴遁查克拉而进化，但这是不完善的。血轮眼只顾着进化，是根本不会管身体机能是否承受得住，所以万花筒的宇智波都会下。我已经给鼬和止水配置了一种阻断这种激素的药物，现在他们的身体不会被阴遁查克拉侵蚀，鼬的细胞炎症反应也消失了。
但是他们现在的瞳力会停止增长，我准备等他们身体发育一些后，再做下一步的治疗。柱间细胞的分离怎么样了？细胞层面上的杨顿查克拉并不好分离，还差许多珍贵材料。不过1个月前自来也来过一次。随后大蛇丸就把自来也过来的举动跟夏目讲了一遍。夏目眯起眼睛思考了起来，当初告诉假婴儿的事情只是随口给团藏改一个黑锅，没想到3代火影是动了别的心思。如果没有4代大蛇丸不去搞黑暗研究，3代是不是就会选择大蛇丸当火影呢？毕竟现在的大蛇丸还没有做太过出格的事，纯就是一个科研宅男。至于多年前叛逃做人体试验，那都是老黄历了。这个世界残酷得很，各个人村都有这种事，只是外人不知道而已。毕竟歹徒都有人洗白呢，大蛇丸这点事根本就不算什么。止水大哥好像又变强了呢。你赢了，鬼鲛。圣仙止水果然名不虚传，居然还有留守。随后又便向刚刚加入团队的几人介绍了起来，双方也熟络了许多。而只有重吾看到军马吕时，仿佛这个人认识了很久一样，让他顿生好感。我叫重吾。长门，我要动手了。我不是死了吗？太好了，大哥，你没事。怎么回事，大哥，你怎么了？这不是长门的轮回眼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求主，你和大佛还有其他同伴们都死了，你也死了，你面前的。我是长门。是吗？看来我死后发生了很多事啊。那天你们去和半藏谈判，我收到了在木叶边境同伴传来的消息，木叶暗部的部队正向着半藏那里进发。我当时觉得时机太过巧合，方藏的话有些尽如人意了，怀疑其中有诈，便叫上了同伴们来支援你们。没想到半路被2个人拦截，一个长着一张阴阳脸，身上2瓣芦苇叶，另外一个遮着面容，自称宇智波斑。那个宇智波斑拦着我们，不让我们过去支援你们，说什么要让你看清现实之类的鬼话。接着那个阴阳脸就在地上招了一堆白色的怪物出来，那个自称宇智波斑的人身上的术很是诡异，我的攻击直接穿过了他，接着他就捅了我一剑，本想着用秘术拖着他一起死，没想到最后被他逃掉了。那个自称宇智波斑的家伙还有没有说过别的话？他还说为了让长门开启真正的轮回眼，这个遭到诅咒的世界中不存在什么和平，长门应当抛弃现在的理想，向着新世界出发。长门，你抛弃了我们和平的理想了吗？没有，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曾经的我们太过幼稚，人们都是体会到痛楚之后才会成长的，不知道痛苦的人是不会知道什么是和平的。我会以我的方式来让世界和平。虽然不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但是你现在的样子不就是顺了那个宇智波斑的意了吗？配音神色变化，很久都没有说话。随着揪住的一声声询问，他始终沉默着。良久，他向小南摇了摇头。小南叹了叹气，没有多说什么。长门，不要堕入阴谋中啊！我作为一个战争的孤儿，在居无定所的人生中，小是我第一个看到的希望。长门，我永远都记得那天的清晨，太阳升起时，大哥给我们组织取名为小。他说这个国家备受战争的煎熬，一直在哭泣，所以我们才要成为改变这个世界的符响。长门，你还好吧？我们去见见宇智波夏目，他肯定知道更多的内幕。原来的世界里，虽然5代火影是纲手，但那都是3代暴毙的情况下，纲手不想祖父的心血毁于团藏之手，才接手的5代火影。但现在这个时间段里，纲手和村子里的关系并不好。当年绳树和段的死太过蹊跷，要说团藏没有从中作梗，夏目是不相信的。但是团藏是私自下的决定，还是跟3代通了气，这个就不得而知了。牵手的继承人一个身死，一个精神崩溃，其他牵手因为复刻木盾的事情全部死光。元飞一族做大，团藏觊觎火影之位。就最后受益者来看，团藏和3代都有嫌疑。大蛇丸，你想不想当火影？大蛇丸咀嚼着夏目的这句话，他其实对火影并没有太大的执念，只是因为当初老头子选了水门，没有选他而产生了怨怼。
他大蛇丸哪点不比水门强，居然选了水门做4代。他想要证明老头子的选择是错误的，他大蛇丸才是最优秀的。就现在看来，阴隐村虽然不能像5大国一样以国号称誉，但是叫个阴隐也是没有问题的。不过现在的大蛇丸并不在乎这些。不说这个了，你之后有什么打算？我现在首先要确认当年绳树和段是怎么死的。如果他们的死和3代有关，那接下来的事就好办多了。这件事有可能是他主使的，也可能事后知道了帮忙掩盖吧。纲手应该也是有所察觉，所以才离开村子的。那这件事就好办多了。之后我会去拉拢纲手，在宇智波成立一个医疗班。你可以顺着3代的意思，半推半就的去当这个第5代火影，这样也方便你以后的研究。只要做火影能够让木叶更加强盛，纲手应该在哪里就都无所谓了。我当不当火影倒是无所谓，问题是纲手肯定不会去宇智波的。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纲手不是嗜赌吗？我宇智波现在穷的就剩下钱了，他不来我就拿钱砸，我就不信他不来。夏目和大蛇丸两人在实验室里讨论很多事，其一是军马吕的病情。经过两人的讨论，得出了一个结果，那就是用纲手的百毫之术来控制。第二件事就是有关于柱间细胞的问题。由于大蛇丸拥有和止水做了实验的原因，大蛇丸做好的柱间细胞溶液，以夏目的同力来说，成功的几率是4成。夏目还和大蛇丸讨论了有关于把豆送去龙地洞学习的事情。随后大蛇丸便叫来了药师豆。丁，宿主招揽药师豆成功，恭喜宿主获得蛇蝎素气候。安排好药师豆之后，夏目便找到了鼬和止水，告诉他们3代火影了解了当年大蛇丸叛逃的真相，有意让大蛇丸回木叶接手火影之位，而自己也待不了多久就会回去接任宇智波组长的位置，而且大蛇丸也需要帮手。而鼬和止水也都明白大蛇丸一直都是自己人，也就没说什么。在这将近3个月的时间里，夏目几乎每天都在梦境里跟不同的人进行修炼，但都是输多赢少。但这也让夏目的幻术、体术对万花筒的控制了属于心。而被派去学习仙术的都还没有回来，这也打消了夏目偷学仙术的想法，因为接下来还需要再去找个人。夏目这次准备孤身上路。军马吕，你就留在阴隐村一段时间，让大蛇丸检测一下你的身体，以免有什么意外。我知道的，夏目大人。乖乖听大蛇丸的话呀。白，你也是在这里好好学习忍术，大蛇丸那里有他收集的冰盾秘术，不用多久就会再见面的。下次我一定能帮上夏目大人的。哈哈哈，好，下次你来帮我。还有你，鬼鲛，你先和杏子放一段长假，薪水照付。你先在阴隐村待一段时间，等下一步计划的时候，你跟大蛇丸一起过来。来了阴隐后的鬼鲛发现这里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他超喜欢这里。现在听完夏目这样说，他开心极了。没问题，老板，谢谢你的带薪休假。香菱、仲吾，你们在这里好好听大蛇丸的话。夏目又对鼬和止水点了点头，之前就跟他们都打过招呼，现在倒是不用再特意交代些什么。大蛇丸没有来，他从来不会把时间浪费在这种事上面。夏目也没多想，随后便离开了阴隐村。水之国怎么失控了？从带土去了水之国后，就把绝丢到了木叶村，看看能不能找机会获得一些木叶的情报。在团藏重新回来的时候，和团藏达成合作，以便于获取更多的情报。我本来找到一个合适组织的人选，但是宇智波夏目突然出现，打断了我的计划。我操控的4代神影不是夏目的对手。猥琐化的狗居石仓也打不过他吗？哼，何止！我在他手里都吃了大亏，以后不能小觑他。
他的万花筒能力十分克制我。歹徒在夏目手下吃亏了2次，而且还是大亏，2次都是靠的伊邪那岐才捡回来的命。班留下的血轮眼库存已经不多了。之后歹徒将夏目的万花筒跟诀说了出来。黑爵是知道的，曾经宇智波一族出现过万花筒血轮眼瞳术的天照的强者，但是另外一名连异空间都一起吞噬的瞳术却是没有任何印象。宇智波居然有这么多万花筒强者，歹徒的实力有点不够用了呀！不行，歹徒这颗棋子还得用。虽然有筑间的细胞，但是单眼万花筒的瞳力还是有些捉襟见肘啊。这件事不用你说我也知道，我一直没有做，只是因为我不想跟过去再有牵连。先去宇智波族地看看，我需要补充一些血轮眼。夏目先生，请留步。你怎么来找我了？不是让长门亲自来吗？我们去阴影村找你，又告诉我你刚走，我就连忙追上来了。行吧，我知道了。长门现在在哪里？请夏目先生跟我来。宇智波夏目要寻找你还真是花费了些功夫。要求人可不是这个态度，竟然敢对神不敬。我知道这是你的天道尸体，把另外5道喊出来吧。你到底知道多少东西？无论你知道多少秘密，我都可以找出来。我先把你打成正常人，再来跟你好好谈。看这个站位，他是准备以恶鬼道把我的查克拉吸收光，然后人间道就可以查看我的记忆吗？哼，不知道你的能力还真可能栽在这里了。这家伙居然一上来就使用封印术，有意思。哼，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哈喽 KT？ 终于忍不住要动真格了吗？住手吧，你们不要再打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争斗。小南把夏目带到这里来的时候，就想过很多种可能，但是唯一没有料到的就是夏目居然这么强，很轻松的就把长门的6道中的几人轻松解决了。要是再持续打下去，输赢且不说，长门一定会缩短寿命的。长门，如果你好好说话，我也没兴趣和你有争斗。本以为可以轻松的解决此人，然后查看其记忆就可以了，没想到此人居然如此强，而且他对我的能力居然了如指掌。你为什么会知道我的情报？我知道的远远比你想象的多。你为之自傲的轮回眼，在我看来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你每天把这双轮回眼看作上天赐予你的礼物，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双轮回眼出现在你身上，根本就是一个阴谋。哼，吃鱼。现在的配音明显有些底气不足了，因为看着夏目并没有花费太多力气就解决了自己几个分身，可自己本体的查克拉已经消耗了不少，看到夏目大气都不喘的样子，心下更是没底。这时一直在旁边观战的小南连忙上前做和事佬。既然夏目先生料定了我们会来找你，那继续打下去没有什么意义，谈谈吧。夏目先生到底知道多少我的能力？机械改造、读取记忆、抽取灵魂、无限通灵、风术吸印、查克拉吞噬、阎王复生、轮回转生。夏目先生居然知道这么多，还有天道的万象天引、神罗天征。哦，不知道你现在学会地爆天星没有？配音心神大阵，地爆天星这个术从来没有在人前使用过，连小南都不知道，夏目是怎么知道的？你连地爆天星都知道？我连你神罗天征5秒冷却都知道，而且轮回眼还有技能你没开发出来。轮回眼还有什么技能？有一个天爱阵星，可以从虚空中捕捉陨石砸下来，还有一个叫轮木边玉，可以分裂出自己的影子，替本体抵挡对手的攻击或者突袭。佩恩皱着眉头冥思苦想，但是在轮回眼的掌控上面，他还不如后世般成熟，现在也是一无所获，并不能确定夏目说的是真是假。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轮回眼从一开始就是出现在我们宇智波一族，作为副族长，我知道这些相关知识也不奇怪吧？
不可能。我知道你不相信，既然我不赶时间，那就从一开始跟你讲起吧。有一个种族名叫大筒木，鸣人和佐助已经11岁，1年后就要忍校毕业了。鸣人依旧开朗，但是由于心里面要藏事，所以人不像以前一样大嘴巴、金黄色的头发，渐渐有了波风水门的样子。佐助的元年已经长得棱角分明，没有经历过灭族之夜的他，没有那种阴郁的感觉，只是有些宗家子弟的傲气。两人也经常在一起训练，现在鸣人的实力也有超过佐助的迹象，而佐助每天也是拼命的训练。今天两人得空出来约个会。佐助啊，你说夏目前辈什么时候回来啊？不知道啊，夏目老师一出去都好几年了，当初可是说好了，我们毕业之前回来的。我们还有1年就毕业了，估计快了吧。说完，两人继续吃着手中的空气，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远处的房顶有一个身影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有趣，这就是宇智波的新族地吗？居然和木叶一样的结界，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三勾玉的族人。戴夫心里这样想着，却没发现远处墙角有一只人鸟，正紧紧地观察着他。人鸟从戴普的打扮到面具，都在脑海中一一对上后，立刻对着天空发。宇智波现在警惕性居然这么强。随着信号弹的发送，戴图察觉到波动，一阵又一阵的查克拉在戴图身上扫过。哼，还真是看得起我啊！戴图刚准备钻进神威空间里躲避，却是发现已经虚化不了。居然是风石法阵，看来是早有准备啊！果然上次情报泄露的太多了。不过没关系，这么大的范围，时间肯定不超过5分钟，先陪你们玩玩。出事了，亲爱的，不能回族里了，先去找火影大人。傅月一早就告诉过佐助，如果族里出现了这种样子的烟花，他一定不要回到族里。如果女朋友在身边，一定要带她去找火影，因为来人肯定是来抓他的。这些年佐助最大的成长就是绝不打肿脸充胖子，因为这些年他被教育了太多次了，而周围被火影安排保护鸣人的暗部立刻围了上来。鸣人佐助，你们别害怕，我们是3代火影派来保护你们的，先去火影大楼再说。戴图会出现在宇智波族地，其实早已在夏目的预料之中，所以夏目在离开前就交代傅月，尽快在族地周围做好层层防御，尤其是针对时空间忍术的风石法阵。傅月也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但是由于宇智波的发展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专门找巫女定制了2套风石法阵，也没花多少钱，也就是个小目标。族长确认敌人为3号假想敌，服装完全符合，突然出现在族地里，符合时空间忍术特征。执行3号方案，先去确认佐助和鸣人的位置，然后通知3勾玉以上的族人带上医疗团队出发。夏目啊，在你接任族长之前，我会替你解决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我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没想到傅月族长为我准备了这么大一份礼。傅月脸色阴沉，没有过多废话，安排族里强者一拥而上。算下时间，差不多还有3分钟左右，不能使用神威的话就有点麻烦了。不行，必须拖延时间，不然今天铁定交代在这里。给我干死他！小心，前面有问题。风石法阵嘛，宇智波居然准备的这么充分，不过应该没事。戴图身上还有木盾和一些耐气，况且风石法阵并不能维持多久，而已。看来有必要提升一下他的能力了。哎呀呀，我看看，这不是9尾人助力吗？果然是找我老婆的。奶奶的，别的暗部当班的时候鸣人没出事，轮到咱们当班就出事了，怎么这么倒霉？只希望木叶那边的增援快点过来吧。不愧是漩涡一族的，会引分身不说，居然还可以分出来这么多。兄弟们，给我砍死他！哼哼，不能控制9尾力量的你，只不过是个废物。哟呵，不错嘛，居然把自来也的螺旋丸都学会了。不过就凭现在的你，应该还发挥不出他的力量。你他妈的居然敢把我马子打成这样，找死！
息怒！哼！就凭你们几个老弱病残，还想抓我，真是痴人说梦！你这个九尾之乱的罪魁祸首，当年要不是你，我们宇智波一族也不会在木叶受这么多屈辱。今天我必杀你！今日我是死是活，且看你是强是弱了。启动方案2，封锁他的退路。算下时间，你们这个封石法阵已经不到2分钟了，我倒要看看你们几个臭鱼烂虾能打我怎么样？卡通，卡通！你们2人一组，分散开来，随时准备偷袭。无论如何，今天一定不能让他离开宇智波族地。虽然他不能使用时空间忍术了，但是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一旦封石法阵时间限制到了，那么一切都将功亏一篑了。没办法了。这个傅月的瞳力居然也如此强大，可是封石法阵的时间还没到，时空间忍术根本没用。可恶！没办法，只能强行躲开了。可恶！要不是情报泄露，今天也不会被这几个虾兵蟹将弄得如此狼狈。不过没关系，封石法阵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而且你的瞳力应该也快到极限了吧？哈哈哈哈！可恶，居然连8尺琼勾玉都没能杀死他，看他这个样子，应该是有木盾再生的能力。没办法，以我现在的瞳力，已经维持不了多久须佐能乎了，只能放手一搏了。最后一击了吗？哼，你似乎是太小瞧我了。终于解决掉了吗？你似乎是胜券在握了呀。看你现在的样子，似乎是没有瞳力再维持须佐南乎了吧？而且5分钟的时间也已经到了。就算没有封石法阵的限制，以你现在的身体状态，我也不会给你机会使用时空间忍术。你要是再不出来，今天我可就交代在这了。哎呀呀，看样子你似乎是被弄得很狼狈。少废话，现在的傅月已是强弩之末，你帮我拦住其他宇智波族人，我去取下他的眼睛。我刚才准备去把九尾人族里抓来，结果被那小子伪凑话搞得狼狈不堪，扎克拉也所剩无几，无力再战了。那可真是太可惜了，这双写轮眼我可是喜欢的不得了。没办法，只能先撤了，下次再找机会吧。傅月，今天的仇我记下了。撤退，先回族地再说。看歹徒这个情况，居然连一血内气都使用了吗？这个傅月为了杀掉歹徒，还真是下足了功夫。不就是想要一个血轮眼吗？以至于要人的命吗？啧，宇智波一族的果然都是疯子。看来以后还是离宇智波一族的远点吧。回到宇智波族地后，傅月就被医疗人员带去抢救了。宇智波启明没受什么伤，这种时候只有呆呆地站在原地，看着族人忙前忙后的他，什么都做不了。好不容易家族变好了，现在族长又遭到了这种重创，可恶！以后家族一定要我来守护。启明悲呼一声，双眼的血轮眼不受控制的疯狂转动，直到最后手掌相连，三勾玉进化成了万花筒。鸣人，你没事吧？卡卡西大哥，我没事，我老公受伤了，你快看看他。随后卡卡西便安排暗部成员把棉和佐助带去医务室检查，然后自己离开了此地。今天下午，宇智波族地内突然是警讯浩荡，紧接着所有的精英成员往族外跑去。小吃街的老板表示，族里出现了敌人，需要停业，让所有民众有序撤离。鸣人和佐助在回木叶的路途受到了袭击，而且保护鸣人的暗部全部阵亡。现场只发现一些白色的类人形尸体，这些尸体在失去活性后很快就变成了类木质材料，有理由怀疑跟木盾有关。马上安排天葬去看一看，是不是木盾？天葬已经过去了，我们赶到的时候，只有鸣人带着昏迷的佐助，鸣人没有受伤，但是身上还有9尾查克拉外衣的残留，不过鸣人是清醒的。等他们清醒后，你把封印搬叫过去，检查一下鸣人的封印
务必查清楚九尾查克拉外邪的原因。是。刚刚得知了副业受伤消息的宇智波直水，马上就跑到大蛇丸实验室，找到了刚刚接受完治疗的宇智波鼬。鼬，组里出事了。带土来组里探查的时候，中了组长设下的陷阱，但是组长对带土的实力估计不足，族中多人重伤，组长和带土对拼同力，2败俱伤。父亲怎么样了？不要着急，启明觉醒了万花筒，在他的能力下，组长现在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了。又大感意外，组里的精英不少，但是最强的 T4里怎么也找不到启明这号人。不过启明的天赋不在战斗上，因为精通封印术，之前开启3勾月后，实力提升得很快。没想到他居然开启万花筒写轮眼了。佐助也受伤了，不过没什么大碍，现在在木叶的医院里。为防止家族再次被袭，组里会把你逆向通灵回去，再带一批人回去，稳住局势。如果有必要，我也一起回去。大蛇丸大人，我需要回去一趟。哟，你回去后记得给我收集一些启明的细胞组织，回来后给我研究。你现在的身体基本可以负荷万花筒写轮眼了，但是切记不能透支瞳力，以防万一。我会给你几颗最新制成的抑制药，如果过度使用了万花筒，就吃下它。止水先在这边，有需要你再召他回去。多谢大蛇丸大人，我记下了。班自以为知道了真相，为了自己的复活大计，选择了一个体质特殊的人做温养轮回眼的容器，那个人就是你，长门。他让觉在你幼年的时候给你换上了轮回眼，然后在合适的时间设计让你父母惨死，诱导你轮回眼的觉醒。等你长大后，班已经死去，但是带土成为了他意志的代言人，所以就有了带土冒充宇智波斑过来蛊惑你。因为迷言的存在，你们拒绝了带土，正因为如此，所以带土和觉才会设计杀死迷言，让你的心彻底堕入黑暗。不可能，不是这样的。佩恩面不狰狞，满脸愤怒，他不相信，他的一生都是被操控的，人生是被别人操控的，就连梦想也是被人操控的，最后用来看世界的眼睛都不是自己的，这让他如何能接受？他一直最信任着的就是自己的轮回眼，轮回眼的觉醒就是上天给予他最珍贵的礼物。迷言临死前曾告诉他，他就是这个世界的救世主。长门一直把迷言的梦想当做自己的梦想继承着，现在突然有人告诉他这一切都是假的，他如何能接受？你怎么知道这些的？怎么证明你说的都是真的？我怎么知道这些的就不跟你讲了，不过你可以自己去求证，相信你们已经见过揪住了，知道迷言的死和带土两人有很深的关系了吧？至少揪住大佛他们都是死于斑和绝之手。小南面色忧虑地看着佩英，他内心受到的触动也不小，而且小南和夏目打过交道，他认为夏目说的很有可能是真的。揪住我们已经见过了，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不得不说，我其实挺欣赏你的，而且我也认同你的理想。和平的确是要建立在牺牲之上，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呀什么的，并不能创造真正的和平，是落后于时代的理想主义和现实相差太大。不管你所受到的痛苦是不是人为干涉的，这个世界上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痛苦的人不止你一个。对，没错，感受痛苦的人太少了，所以要更多的人感受痛苦，才能得来真正的和平。我要成为这个世界的神。既然你认同我的理想，那夏目，你来加入我们吧。我再说一遍，你的轮回眼不能让你成神。在我看来，不管你的轮回眼也好，我的万花筒也好，都只是工具而已。工具是不能超越我们本身的。就算以带土忽悠你的那个历练，无非就是站在世界的顶端，以尾兽制作战争机器，哪个国家有异动就毁灭哪个国家。这样的想法有个大问题。有什么问题？且不论你的轮回眼是不是个阴谋的产物，就算你能成功捕获尾兽，最后制作成战争机器，但你有一个绕不过去的坎，你会死。你死后世界又会恢复原样，你所做的一切都会化为泡影。我可以找到新的继承人，你死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你怎么能保证你继承人的初心和你一样呢？迷言的初心是怎么样的？你现在的心又是怎么样的？体会到痛苦的人不一定会真正善待他人，人在体会到痛楚之后会成长，但不一定会按照你想象的方式成长。那夏目先生，你觉得应该要怎么才能实现和平？前面我已经跟你介绍了大筒木一族，在之后的时间里，大筒木会不断地入侵这个星球。我知道你不信，但这是事实。只有让大筒木降临，才能让这个世界感受痛苦。而我准备建立一个最强的组织，去抵御大筒木一族，
当人类感受到痛苦后，会源源不断地加入到这个组织来。这样的话，即使我死去，我的势力依然会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此时的佩恩陷入了迷茫之中，项目直到一时之间让他完全相信也不现实。之后只是交代了如何对付带土和决的事情，而且还告知他在和带土分出胜负之前，不要和自来也有冲突。随后佩恩6道便离去了。丁，恭喜宿主大幅度改变长门的人生轨迹，恭喜宿主获得外道轮回天生之术1次。丁，恭喜宿主大幅度改变自来也的人生轨迹，恭喜宿主获得仙人模式1次。这次赚大发了，不需要代价就能发动的复活术。我想想复活谁好呢？算了，先合计合计。还有就是这个仙人模式，如果是一次性的话，那我开了不关不就行了吗？嘿嘿嘿嘿，算了再说吧，还是先去铁之国找纲手吧。自从鸣人和佐助想了之后，3代就借着探望的名义，希望从鸣人嘴里得到些什么重要的信息，但是都一无所获。3代现在清楚鸣人好像正在一点点的远离他了，这也让他很是头疼。唯一一点有用的就是没想到佐助连忍校都没有毕业就学会了牵引。火影大人，宇智波又回来了。其他呢？宇智波对外宣称族里受到了不明人士的袭击，对方已经被击退，族里并无大碍。但是根据宇智波人员调话来看，宇智波族内有很多人员受伤，并且受伤的都是精英。另外就是宇智波副月一直都没有出现。袭击宇智波的到底是谁呢？宇智波副月没有露面，很可能受伤不轻，要不然也不会把又召唤回来。又有没有带人回来？袭击鸣人的又是谁？谁会木盾呢？难道除了天葬以外还有第2个婴儿存活吗？让团藏来见我。宇智波发生了什么事？宇智波被不明人士袭击，受伤的人不少，副月可能身受重伤，又也回村了。听到宇智波鼬这个名字，团藏心里一阵冷哼，当初又过来跟他说想要解决族里和村子的矛盾，结果转头就把他卖了，之后就辞去了暗部的职位。下一次有他消息的时候，就已经出走木叶了，还带走了不少宇智波的好手。哼，果然是演的一出戏。不过鼬现在可是万花筒写轮眼强者，就算副月受伤，想去宇智波占点便宜，估计也不大可能。有袭击人员的情报吗？没有，宇智波一族并不配合。他们遇袭后既没有找木叶求援，也没有要木叶介入调查的意思，明显已经不把自己当木叶人了。除了宇智波遇袭，鸣人也遇袭了。袭击的人是个会用木盾忍术的。看你的样子，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吧？我不知道。3代和团藏多少年共事了，团藏的反应让3代一眼就看出了他撒谎了。看来那场实验除了天葬，确实还有实验体活了下来。这个绝果然不怀好意，难不成是利用我获得9尾人助力的情报吗？今年火影一系的威望逐渐下降，3代火影也不想现在这个时候对团藏发难，见团藏没有告诉他的意思，也就没再追问。之后两人没聊几句，团藏就离开了。3代认为团藏对他隐瞒木盾的事情，而鸣人伪售查克拉外衣的事情，他也没跟团藏讲。团藏回到根部后，不多时间，就他的暗线传来了鸣人查克拉外衣的事情。团藏暗自恼怒，刚刚去元飞日展那里，他根本就没有说起这个事。日展啊，你这摆明了是不信任我。启动3号暗线，把宇智波遇袭、副月重伤的消息传过去。是。我这一切可都是为了木叶。带土已经昏迷了3天了，绝没有管他，毕竟带土的身体和柱间细胞每时每刻都在融合，半边植物体还可以提供能量，只要人没死，总能恢复过来。此时的带土发出一声痛哼，站了下来，看到是在神威空间里，他心中非常的安宁，因为这里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他心灵的避风港。我昏迷了多久？3天了，你再不醒我就要饿死在这里了。接下来你有什么计划？先恢复好了，再去族地里看看。副月这次不死也残废了，没有万花筒的宇智波，我看他们拿什么打我？黑绝眼中有一种说不清的情绪，不过他什么话都没有说。4长老，族里的伤亡情况怎么样？族长，你带出去的人全部都是族里最强的人员。虽然敌人爆发的木盾非常快，但是大家都避开了要害，在之前准备好的药物之下，没有人死亡，只是有些人伤得比较重，恐怕是要退出战斗序列了。傅月听完沉默不语，
没有死亡当然是好的，但是如果重伤退出战斗序列，那对宇智波来说也是非常大的损失。这些人对族里做出过许多贡献，没想到因为自己的一个决策就退出了战斗序列。傅月叹了口气，报告给夏目了吗？已经对夏目说了，夏目表示他去找纲手，看看纲手有没有办法。启明，我的命还是靠你的万花筒救的，真是辛苦你了。族长您太客气了，这是我应该做的。你刚觉醒万花筒，有所不知，万花筒的使用是伴有风险的，万花筒的瞳力是固定的，使用会让视力下降，乃至最后失明。千万要珍惜瞳力，以后家族需要你们这一辈来支撑了。放心吧，族长，我们会好好守护家族的。夏目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吗？夏目大人说，佑现在可以很好的操控万花筒写轮眼了，而且启明也是万花筒写轮眼，所以他暂时不回来了，先跟纲手谈拢了就马上回来。佑，你的身体怎么样了？真的像夏目说的那样吗？是的，父亲，大蛇丸大人已经给我配好了药剂，现在已经不会有很大的问题了。好，以防再出现这样的事情，吩咐下去，所有族人非必要情况不要外出，一切等夏目回来再做打算。历尽千辛万苦的夏目，终于在铁之国的一个赌馆附近找到了刚输光了的纲手。什么风把最近风头正盛的夏目先生追到我这里来了？我想请纲手大人做我们宇智波的医疗顾问，为我们训练医疗忍者。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训练医疗忍者需要非常大的人力物力。我知道，请问培养一个医疗忍者需要多长时间？大概需要花费多少钱？医疗人员成型需要1到3年的时间，每一名医疗人员的培养每年都需要500万左右。那行，纲手大人，我们宇智波需要培养20名医疗人员，另外我们宇智波遇袭有2个伤者需要纲手大人治疗。你看什么时候可以启程回木叶呢？纲手神色一僵，有些不可思议。20人1年起码1个亿，如果1年学不成的话，再来1年可就是2个亿了。难道宇智波已经穷到这种地步了吗？不用这么惊讶，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先付给你1半的定金，另外再给你2000万的教导和治疗的费用。还是算了吧，我不想回木叶。纲手大人可能还不知道吧，我们宇智波一族的族邸已经搬离木叶村了，现在位于木叶5公里范围外。真的？自然是真的，而且请纲手大人回去还有别的事情。什么事情？关于多年前木叶实验木盾的事情。这些年木叶依然在悄悄进行木盾实验，并且还是非常血腥的人体实验。人体实验？没错，而且大蛇丸叛逃的原因就是因为木叶失踪了60个婴儿，而这些婴儿都是拿去做了木盾的实验。不过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是团藏，他想要获得木盾的力量，而大蛇丸只负责实验，实验体哪里来的他也不知情，但是最后是大蛇丸背了锅。有事实证据吗？我现在和大蛇丸大人有些合作的详细资料，还有大蛇丸的给您的亲笔信。那些合作资料还记载了一些关于团藏找到了初代筑间的部分尸体，以攻打蛇丸实验，并且当年的实验有人活下来，而且还继承了初代筑间的部分能力。最主要的还有关于九尾之乱的始作俑者是谁。回去之后，纲手大人可以尽情查看。九尾之乱，难道不是宇智波所为吗？是宇智波没错，但是那个人早已不在宇智波族谱内了。我现在说了，你肯定还是会有所怀疑。等回去你看过那些资料后，自然会对当年的一些事一清二楚了。片刻的犹豫过后，纲手答应了下来。我可以答应你，但是你们宇智波的人能学成什么样，我可不保证。那是自然。哥哥，父亲现在怎么样了？父亲的眼睛受了伤，暂时失明了，你不用太担心。可恶，告诉我，入侵宇智波的到底是谁？你还小，族里的事情并不是你能插手的。哥哥，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好，好，好，那你就让我看看这些年你的成长吧。带图去过的地方都可以在神威空间里面找到对应点。他这几天一直都待在神威空间里休养，也一直在思考。上次被发现，除了结界术以外，宇智波可能还有其他的侦查手段。这一次他格外小心。在进入宇智波族地前，他已经让绝计算好了结界扫描的时间，甚至还让绝规划了一条合适的路出来。除了结界以外，宇智波的族地里还有许多通灵兽，眼线众多。你每次停留的时间不能超过5秒钟，不然马上就会被结界扫描到。除了这个，你还需要时时刻刻注意周围有没有活物。宇智波一族
不光布置了大量的阴阳和阴谋，靠近族地甚至还有监控摄像头。戴兔听完这些话，没有过多说什么，只是在思索应该如何安全地进入到宇智波族地内。现在的他再也不敢肆无忌惮地潜入了，因为他在怕宇智波族地里到底还有没有风蚀法阵的存在。卡通，不错，我愚蠢的欧豆豆这几年确实成长了不少。卡通，嘿嘿嘿，我赢了，哥哥。不好，有人入侵到族内了，待在这里，佐助。哼，可恶的哥哥！不好，被发现了。我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提兵战术嘛，就算宇智波准备充分，我看他能有多少材料来发动风蚀法阵。呵呵呵呵，哼，没想到吧，我还是从这里出来的。啊，不好！又在天照烧到带土的瞬间，就把所有的瞳力全部都压了上去，就是希望能一击必杀。又在恢复了一些后，就往族里赶去。神威空间里的绝正等得无聊。自从带兔前几天在宇智波那里吃了亏之后，就一直想找回场子，自己被当作工具人，帮他探查了好几次宇智波族地。论探查情报，没有人能比得上拥有浮游之术的绝了。但是觉得目的不止于此，直到宇智波这边是龙潭虎穴，绝依然让带兔去了。目的就是让带兔认识到抑制万花筒的局限。当然，如果带兔能在宇智波大闹一场，弄一些备用的血轮眼，也是不错的选择。反正带土可能不赚，但绝永远不亏。鼬居然在族里，鼬的瞳术是天照，可是夏目和鼬的瞳术为什么都是天照？难道是用转写封印复制的？你中了天照。带土没有说话，握了握拳头，被烧灼的疼痛仿佛还在脑海中。一只万法筒还是太局限了吧？现在必须提高战斗力，不然独自完成月之眼的计划无法启动了。前2天有人袭击了木叶，差点把鸣人掳走。宇智波一族也受到了攻击，连木叶都会受到袭击，估计以后不太平了。就在卡卡西身后不远处，带土正盯着卡卡西。对于他来说，木叶村的各种探查适合节点他熟得很，来木叶村就跟逛后花园差不多，完全没有任何顾虑和负担。既然已经下了决心，带土马上就找到卫灵碑来了。你是谁？想做什么？你们是同伙，你们的目标是鸣人。觉得长相辨识度非常高，之前鸣人才跟他说过，所以卡卡西一下就认了出来。卡卡西心里一沉，当年的九尾之乱，村子里死了多少人，甚至老师也死在了那天。那天的凶手一直没找出来，但是来人有时空间忍术的几率很大，难道他就是元凶？哎呀呀呀，你似乎出了点小状况呀！卡通。卡卡西，你也就会这点小伎俩。你到底是谁？为什么会木盾？卡卡西刚刚觉得对面身手眼熟，与脑海中的形象逐渐重合，但是对方又突然用出木盾，让卡卡西惊疑不定。据他所知，初代死后就只有天葬和那个阴阳脸会木盾，怎么眼前之人也会木盾？卡卡西，你太让我失望了。既然你是这种样子，那你的眼睛就没什么留下的必要了。他认识我，他想要血轮眼，他们难道又要袭击木叶吗？不行，必须保护好村子。卡卡西，既然你找死，那可就怨不得我了。
哦，还想用幻术吗？你的眼睛是带土的，你从哪里找到带土的眼睛的？你是怎么知道的？带土对你真这么重要吗？你不会明白的，带土对我有多重要。卡卡西，既然我对你这么重要，那你为什么要辜负对我的承诺？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是带土？为什么不能是我？九尾之乱是你做的，是又怎么样？老师不是很厉害吗？号称忍界第一神速，那他也没有救下林，也没有救下村子。不可能，不可能，这一定是幻术。卡卡西，你真是让我太失望了。你居然就这样暴露身份了？无所谓了，宇智波斑的身份永不了了。我是谁又有什么关系？只要有了2只血轮眼，身份隐藏与否已经不重要了。感觉怎么样？没想到卡卡西这里的这只眼睛，居然已经是万花筒了。果然，双眼比单眼看得更加清晰，瞳力也在源源不断的增强。正如斑所说，血轮眼必须双眼兼备，才能发挥其真正的威力。开启须佐能乎居然如此消耗瞳力，那个夏目居然可以如此长时间的维持，真是可恶。不过等我完全适应了这双眼睛之后，夏目准备受死吧。卡卡西要怎么办？杀掉吗？卡卡西背叛了当初的承诺，就这么杀了他，太便宜他了。我要让他永远活在痛苦当中，我要让他亲眼看到忍界的毁灭，我要让他在悔恨中度过余生。啧，宇智波的眼笑起来都是这样扭曲的吗？再等等，林，很快我们就会再见面了。卡卡西怎么样了？为什么会受伤？据了解，卡卡西身体上有和人交战的痕迹，而且血轮眼被挖掉了。听完此话的3代心里一紧，卡卡西的血轮眼在当初可是花了大价钱才从宇智波族里换来的，现在居然这么不明不白的丢了。到底是什么人袭击的卡卡西？而且精英上忍实力的卡卡西居然连信号都发不出来，卡卡西还有多久能醒？卡卡西精神上受到了重创，估计是中了幻术，起码要3天后才能醒过来了。有打斗的痕迹吗？并没有任何的打斗痕迹，卡卡西被人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重伤的状态了。时空间忍术吗？难道和之前袭击鸣人的人有关系？之前袭击人助力的人都还没有调查出来，现在在木叶村内居然又有人遭到了袭击，这让我这个火影的脸往哪放？封锁消息了吗？回大人，卡卡西是被普通村民发现的，村民并没有保密意识，消息已经传出去了。行了，我知道了，下去吧。云隐村隶属于雷之国，5个最强大的隐村之一。云隐村的军事力量一直都是忍界当中最强的，并且科技非常发达，且多用于战争研发。作为一个武斗派起家的村子，军事力量强大，可谓是野心勃勃。第3次忍界大战时，云隐分别对上了木野、岩野。打到后期之后，云隐短短虚和木野纠缠了10几年，到最后木野还是凭借火之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才把云隐拖到求和。就这种时候，云隐依然贼心不死地策划了雏田绑架案，可是被夏目给搅黄了。而这些年云隐韬光养晦，特别是奇拉比训练都要刻苦许多，为的就是一雪前耻。雷影大人，火之国那条暗线又传消息过来了。又是火之国的那条暗线，说说看。宇智波遇袭，族长赴约重伤。爱听完略为沉思，火之国的这条暗线是许多年前上一代雷影在的时候传下来的，对方一直都在为雷影传递一些情报，让云隐在战场上吃掉了不少木叶的队伍，或者潜伏上便利了不少，每次情报都很准确。云隐也一直很相信这个暗线，即使这个暗线从来没有现身过，要价也不便宜。但是上一次的日向家的绑架计划，云隐吃了大亏，虽然有了日向宗家的巡逻图，但是被宇智波的副组长把整个计划打乱了。更离谱的是，奇拉比这个8尾人助力居然连别人一招都没有接下，云隐的脸也算是丢大了。所以这次收到那条暗线的消息，爱的第一反应是恼火和不耐烦。我们自己的人的消息呢？今天收到的情报，上周宇智波一族确实是被袭击了，而且遇袭后宇智波赴约再也没有露过面，受伤的可能性很大。
最新的情报是，一天前吉姆卡卡西在村里遇袭，写轮眼丢失。卡卡西居然在村子里面被袭击了，还被挖掉了写轮眼，这里面的信息含量就很大了。什么人能在村子里面袭击一个精英上人？要么熟悉木叶村的防御路线，要么会时空间忍术。卡卡西这几年的活跃度可是比宇智波高得多，脑子灵活，身手好，已经算是3代火影手下的一员大将了，没想到却受到了如此重创。雷影大人，你有什么打算？先调查一下宇智波夏目的踪迹在哪里，其他的之后再说。为什么不直接报复宇智波了？我现在的万花筒已经备齐了，我需要时间来掌控须佐。宇智波还不知道有多少准备，我不准备冒险了。这家伙获得双万花筒之后，似乎谨慎了许多。其实你的右边身体上也可以一直写轮眼呢，那样会更安全。那样你又有一些内气，又能开须佐，不是更安全吗？我不想看到族人的那些眼睛。带土虽然有半边身子都被改造了，但是这些年还是坚持人参的理念，这样可以让他觉得自己还是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个复仇的恶魔。所以即使有技术，带土这么多年来也就用左眼装了一个血轮眼。经过几天的实验，带土已经试出来了，在开启须佐能乎的时候是不能使用神威穿透的，身体到达异空间会切断对须佐的功能。现在卡卡西受伤，木叶戒备更强了，而且还把防御结界的节点和频率换掉了。我以前的那些准备都没了用处。至于宇智波一族又回来后，我总觉得他们还有什么阴谋。等我把血轮眼运用熟悉了，就直接开始抓捕尾兽，完成月之眼计划才是最重要的。现在的带土对月之眼计划的憧憬更强了，这个糟糕透顶的世界，带土已经厌倦了。卡卡西，是谁袭击了你？不会的，不会的，那一定是幻术。面具男，是面具男袭击的哦。什么面具男？那个人戴着面具，他有时空间忍术，他把我带到了异空间，他还会木盾，九尾之乱也是他干的。九尾之乱，而且会木盾。3代听完头疼无比了，没想到卡卡西给他带来了这么大个惊喜。光是九尾之乱的凶手就够震撼了，没想到这个人还会木盾。以前木叶投入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都没办法复刻木盾，现在倒好，袭击鸣人阴阳脸一个，现在又蹦出来一个。那天鸣人描述的阴阳脸也跟他在一起，我怀疑那天袭击宇智波的人也是这个面具男，那个人肯定不是你，对吧，带土？族长，你怎么搞得这么狼狈啊？本来是想把带土留下，为了让你之后族长的路顺畅一点的，没想到最后让他跑了。都给你布置好了召唤阵，为什么不把我召回来，或者又和止水召回来也行啊？又和止水还太小，担心会有意外。反倒是你一直为族里谋发展，看过未来画面后，我觉得自己很不称职，也很感激你，想着尽可能的让你的路顺畅一点。既然已经准备把眼睛给佑了，我也没什么遗憾了。听完赴约的话，夏目也没再多说什么，而是把话题岔开了。关于接任族长，我需要大肆宣传一下。你不是最不喜欢这种麻烦事吗？我确实不喜欢，但是带土那边拿回眼睛了，我们得主动一点，把老师跟我们作对的团藏清理掉，把团藏这颗钉子拔了，我们才能和3代进行利益交换。要解决团藏可不容易啊。夏目当然知道3代火影对团藏的包庇和纵容，但是3代远远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从赴约上任族长到他被我杀死，就能很明显的看出他是没什么政治头脑的。但凡赴约聪明点，也不会让自己全族被屠，自己死在浩大儿手里。所以赴约对3代火影和团藏的认知还是停留在表面。3代在执政前期和团藏2个人一文一武，压制了各大家族，把各大强盛的家族一一打压下去，极大的增强了火影一系的集权。虽然3代有很多自己不方便做的事情可以交给团藏去处理，但是这样也放纵团藏的权利。当然3代也有私心，在打压其他家族的同时，也倾斜了一些资源到自己的家族上。而团藏的做法却不同，他一方面给志村家族开一些空头支票，吸着志村家族的血的同时，把资源都倾斜到自己的组织里。这样的结果就是团藏势力全部都是死忠分子，对团藏的忠诚远超对村子的忠诚。实力膨胀的团藏做事情也更加不择手段了起来，在打压家族的期间就出现了一些意外，比如齐木素茂的自杀。齐木素茂是团藏下的黑手，他不是自杀的吗？齐木家族可是武士家族演变而来，家族重视荣誉，3代可能不知道舆论对齐木家的伤害吗？
外面的流言怎么散播起来的呢？还不是团藏的根部干的。村子里这么大的流言传播，3代会毫不知情吗？明显团藏的行为是3代默许的呀。齐木素茂的死不是削弱了木叶的实力吗？人无完人，3代怎么会料到所有事情呢？他当时无非是想打压一下齐木素茂，根本不会想到齐木素茂直接就自杀了。火影大人身体还好啊？夏目，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傅月人呢？刚到，傅月受伤了，我好歹是副组长，就代替他来了。好，那我就直说了，卡卡西在4天前遇袭了。据卡卡西所说，这个人戴着面具，就是当年九尾之乱的元凶。袭击你们宇智波的，是不是也是他？的确戴着一副面具，而且很大可能就是九尾之乱的元凶。你们也认为他是九尾之乱的元凶？肯定是他，而且我还知道那个人是谁。3代顿时大惊，多年之前的九尾之乱牵扯太大了，让自己的所有计划全盘打乱。自己最有力的助手水门和九心奈也死在了那天，死伤无数精英，连自己老婆都死在了那天。因为九尾确实是被血轮眼所控制的，所以整个宇智波一族都受到了猜忌。没想到夏目居然说知道了那个人的身份。那个人是谁？那个人就是宇智波带土。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夏目，你胡说八道！卡卡西，你冷静一点，先听夏目把话说完。我不相信卡卡西在被袭击的时候，对方的一点底细都看不出来，甚至对方早就暴露了，而你不相信而已。卡卡西瞳孔重重的一缩，心里十分痛苦。他很想告诉自己那是自己中的幻术，但是理智告诉他那张脸不是幻术。首先我来告诉你们，九尾之乱有一个很大的漏洞，所有人都认为我们宇智波的血轮眼能控制尾兽，甚至把九尾空为己用，但是外人并不知道，只有万花筒血轮眼才可以控制九尾。真的？3代火影大人有听说过除了宇智波斑以外谁能控制九尾吗？3代略微思考了下，好像确实是有宇智波血轮眼能控制尾兽的传闻，但是控制了九尾的除了斑并没有第二个人。3代疑惑的是，宇智波为什么之前不拿出这个证据？当然口说无凭，为了避免其他人不相信我们宇智波的话，我从侧面找到了相关的证据，那就是纲手大人，他可以帮我们作证。听完此话的3代陷入沉思，他知道纲手作为千手家族的一员，不会不知道只有万花筒才能控制尾兽的情况。看来以后就更要防备这个夏目和傅月接近鸣人了。那这只能说明九尾之乱不是木叶的宇智波做的，并不能说明那个人是带土。我们宇智波的血轮眼无比珍贵，流落在外的血轮眼很少，而能控制九尾的血轮眼只能是万花筒，万花筒血轮眼只能在本人身上才能开眼。我们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并且连同右眼血轮眼不见的人，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宇智波带土。不可能，带土那时才双钩玉啊，而且只剩下一只眼睛了。这个恰好是他最大的破绽。我之前寻找纲手的时候，在水之国跟他交过手，而且发现4代水影被带土用幻术控制住了，这种能力和行为就跟当年九尾之乱如出一辙，所以我怀疑他这个人是不是九尾之乱的主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正好露出的眼睛就是带土留下的右眼，盖住的眼睛正好是左眼，哪有这妖巧的事？之后夏目便和3代说了关于面具男还会使用时空间忍术，还有宇智波血轮眼的秘密。3代在捋了捋思路后，就发现夏目说的完全属实，而卡卡西在这个时候也无话可说了。是带土，我看到了他的脸。带土这家伙这一次居然露脸了，你看到了脸你不早说？我以为那是幻术。你鬼扯呢！你一个精英上忍不知道是幻术还是真实吗？你是不是想要包庇带土？你说。卡卡西沉默了半天都没有说话。3代大概也能明白卡卡西的情感，毕竟卡卡西这些年的颓废和带土的死有直接的关系。是林，他在报复老师，也在报复木叶。3代大人，你也听到了，今天的事情不算完，明天我宇智波就会发出声明，公布面具男就是宇智波带土的身份，还希望3代也联合发布声明，将九尾之乱那晚我们宇智波的行动安排公布出来，还我们宇智波清白。已经知道九尾之乱是谁做的了。是谁？是宇智波一族的。的确是宇智波一族的。哼，
我说什么？宇智波就是邪恶的一族，我们就应该趁早剿灭他们。我还没说完，虽然是宇智波一族的，但是跟村子里面的宇智波没有关系。那个人是宇智波带土。团藏听完惊讶了，带土不是已经死了吗？随后三代火影把夏目的推论、卡卡西遇袭见到了带土的真容，已经带土为什么要发动九尾之乱说了出来。团藏听完只感觉荒谬至极。宇智波本就是邪恶的一族，会有族人变成这样不是很正常吗？带土肯定不是最后一个。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现在要决定村子里面要不要发出九尾之夜宇智波的行动安排。现在的宇智波都已经脱离村子了，为什么我们还要为宇智波发声明？可是夏目说了，他们会发声明。宇智波发声明也没用，只要我们不承认，宇智波就没有实质的证据。夏目的推论只是他的一面之词而已，就算是有纲手的亲笔信又怎么样？他们族里到底有没有藏别的万花筒写轮眼，谁知道呢？可是卡卡西已经见过带土的真容了。卡卡西那个废物，居然连警示都做不到就被挖去了眼睛，那么珍贵的眼睛应该给我才对，给卡卡西先下个封口令就是了。听完团藏的话，三代略为沉思，自己身为木叶火影，如果就这样发出声明，那自己肯定是被村民指责的第一个，那以后自己的声誉肯定会受到影响的。想到宇智波的强势，三代不作声，团藏看出了三代的意思，也就没有多说什么了。这么晚了还不睡觉，等我干什么？族长说我的万花筒非常有用，我想向您了解一下。万花筒写轮眼到最后都会失去光明，傅月已经瞎了。你的万花筒是什么能力？一边是御神手，给予灵魂和层面防御，稳固精神，免疫灵魂类的攻击；另外一边是摄命，完全锁定目标人物状态。第一种我知道，前面救傅月的时候已经使用过了，但是第二种锁定是什么意思？就是锁定目标人物后，使其不会受伤，不会疲惫。好家伙，你这完全就是在开挂呀！夏目在详细的询问后才知道，这个瞳术确实是厉害，但是却需要消耗庞大的瞳力。现在的器名刚刚开演，瞳力在普通万花筒里面算是巅峰，但是也只能开启20秒左右，就会完全失明。失明最短开启时间是1秒，最多相当于20次的攻击免疫。不过有意识开得出来才行。这个技能用得好是个神技，就是废眼珠子。启明，你的瞳术太过珍贵，用来战斗太过浪费。我想把你的瞳术用于更重要的地方。没问题，副族长，能为家族做贡献，我做什么都没关系。好了，之后我会去安排你职位的事的，去帮我叫一下族长，我有事找他。是。关于带土的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做？我准备把带土的身份曝光出来，以免他再让我们宇智波背黑锅。木叶那边我已经让他们把九尾之夜对我们宇智波的安排公布出来。三代那边会配合吗？怎么可能呢？团藏那个老不死的现在又回荣誉长老的位置了，现在又可以和三代火影他们狼狈为奸了。团藏可是亡了我们宇智波之心不死的，怎么可能配合我们？你有准备就行，接下来族里的事情你就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去处理吧。外面现在什么情况了？村里面还是原样，我留了一个指分身，不会有什么问题。带土去宇智波，差点被留在了那里。宇智波傅月重伤之后，带土把卡卡西的血轮眼取走，现在不知所踪。宇智波夏目宣布1个月后接任族长，坐实了宇智波傅月重伤的消息，并且曝光带土是九尾之乱的真凶，把带土逐出族谱，永久追杀。原来九尾之乱是他做的，藏得可真深。小南，我准备联系带土。为什么？既然夏目那边已经曝光了带土的真实身份，那我们干脆可以直接质询他的身份。他现在还需要我来控制轮回眼，不会跟我翻脸，很大可能会直接承认自己的身份。带土并不知道自己的月之眼计划已经由夏目透露给我们了，我们还是可以假意和带土合作，慢慢积蓄力量。这样风险太大了，你会很危险。现在带土已经拿回了卡卡西那里的左眼，估计瞳力又会有所提升。如果不冒险，或许我们一点机会都没有。如果说这双轮回眼不是我的，那我身上肯定会有他们准备的后手，所以躲起来意义不大。
这些天来，小南心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说以前他们就是为了梦想而献身，但是夏目却告诉他们，实际上还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如果可以，小南也希望看到长门不那么累。很好，瞳力还在增强。这段时间，带土一直在测试须佐能乎的各种数据。他以前完全没有须佐能乎的使用经验，而且须佐需要使用大量的瞳力，不计算着用，最后神威空间都没法进。稍微休息了一会，带土便离开了神威空间。怎么这么久才出来？你知道我等了多久吗？妈的，就知道使唤我，自己却在神威空间躺着。没注意时间，木叶村有什么消息吗？你怕是有麻烦了。宇智波发布公告，把你的身份曝光了，包括你那时候推动九尾之乱的事情，并且宣称把你逐出族谱。哼，就这？当然不止，夏目还花了3亿悬赏你的人头，并且把你会时空间因素的情报、喜欢伪装宇智波般的行为发到了整个眼界。果然如此，这样的话，以后的行动可得谨慎一点了。另外就是夏目即将在1个月后继任宇智波族长之位，宴请了非常多的隐族和个隐村领导。有意思，夏目，我会为你继任族长之位准备一份大礼的。长门，他这时候找我干什么？原来你是带土，不是宇智波斑。这个并不重要，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是带土还是斑有什么区别吗？潘元没有接话，只是眼神冰冷地看着带土。若不伴随着痛苦的话，就无法体会到现实。这世上根本不存在和平一说，这就是现实。只有完成我们的计划，才能让这个世界重现真实。带土现在已经集齐了一双万花筒血轮炎核，瞳力正在高速增长。现在的时间并不想和长门起冲突，毕竟他要再找一个和外道魔像同频的人，不是那么简单。所以说这些话完全都是一个试探。潘元不置可否，现在的他并不像以前那样倚重带土了，甚至态度有些轻视。这种做派带土心里早有准备，以前和长门合作，互相之间是彼此利用也彼此提防，但是佩恩对带土的提防要多一些。毕竟带土以前因为神威来无影去无踪，甚至怎么操控轮回眼、外道魔像怎么控制也是带土教的，这就让长门在心里把带土的危险性提了很高。就算不是宇智波斑，也是一个非常难缠的人。但是现在带土的身份突然曝光，夏目甚至还把带土逐出族谱，带土瞬间就变成了一个连宇智波姓氏都没有的野人了。带土此时心头一转，也想要试探一下长门现在对他的态度。夏目继任族长的时候可以试探一下。没有必要，现在组织正应该是潜伏的时候，贸然去木叶只会暴露我们小的情报，以后还怎么抓捕尾兽？你这次去木叶直接暴露了身份，还有诀，你也暴露了不少情报，现在组织实力不够，还需要蛰伏。很抱歉。现在瞳力还在提升，尚且不够稳定，等我蜕变完成，我就把你甩下去。真拿自己当神了吗？我知道了。带土这样子是什么意思？这是带土在试探我们对他的态度，他现在受到重创，如果我们还对他客气，他会起疑。带土只是身份曝光了，只是说以后对他防备的人多了，但是他实力并没有受损。他现在拿回了自己的左眼，他以为我们不知道双万花筒的秘密，所以故意退让。这种蛰伏正是代表他心里有鬼。相比带土，我还是更愿意相信夏目一些。试试吧。长门居然联系我了。夏目，你来了。带土是有什么反应吗？是的，带土身份暴露了，我故意做出强势的样子，他退缩了。夏目听完思索片刻，带土性格向来谨慎，一直都藏于暗处。这几次的算计都是因为带土的情报他全知道，而带土并不知道夏目了解他的一切，甚至他情报曝光后，连傅月都能摆他一道。就是一个信息差的问题。现在带土已经知道自己的能力曝光了，以后自然会更加的谨慎，轻易不会再出现了。带土在我这里吃了几次亏，现在拿回了自己的左眼，能力会快速提升，肯定会潜伏起来。你的小组织现在也继续蛰伏发育吧。还有就是你的身体，不使用6道作战的情况下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现在的长门明显是比带土弱了不少，现在带土拿回了自己的眼睛，
也就是说，他也能开启须佐能乎了，配合着双神微虚化，根本杀不死。长门的小组织才刚开始活动，角斗也不可能给小南存下6000亿起报复的钱。这时候的长门和小南在硬实力上，跟带土还是有一段距离。长门的身体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硬伤，如果被决找到，就不好办了。你让小南过来宇智波一趟，我有东西给你们。好的，我到了之后用纸鹤联系你。最近三代收到了不少的正式公文函件，是另外的忍村发过来的。因为现在的宇智波名义上是属于木叶村的，所以宇智波族长的接任典礼邀请的人都纷纷回函了2份。一份上告诉木叶村我们要来哪些人，你好做接待，避免产生误会。另外一份就是回复宇智波的，意思就是邀请函我们收到了，我们来或者不来的一个回复函。这件事你怎么看？这些人都动机不纯啊。还有就是最近崛起的阴影村，他们所谓的阴影也会过来。哼，小村子的领导也敢称影了吗？团藏的灭是不无道理。现在除了5大国，其他的小国家小忍村很多，但是大多实力都不行，最厉害的也就精英上忍实力，而且还是小猫2、3只，根本不成气候。如果没有一点实力，贸然称影，除了在本村，出去马上就会被人砍死。这个阴影是最近才举行的接任仪式，现在对他的情报还不多，但是止水和那100多名宇智波全部都在阴影村。哼，邪恶的宇智波一族，我怀疑这个阴影就是宇智波一族扶植的傀儡。宇智波这是在向我们施压，我们和宇智波的关系本来就不好，现在还来了这么多外村的人，明目张胆的来刺探情报。如果我们木叶不做点什么，怕是夏目会公开表示脱离我们木叶啊。你是想公布当年吗？日展，你以为这样就没事了吗？宇智波一族狼子野心，就算你承认当年的事，他们一样会反叛。三代念头一转，现在的宇智波如果掀起政变，那暗部有多少人可以顶上去？根部还有多少人？团藏对根部从来都是藏着掖着，这一次如果团藏的根部按兵不动，宇智波叛乱，木叶很有可能会元气大伤。按照团藏的个性，很有可能按兵不动，到最后木叶和宇智波两败俱伤过后，再出来坐收渔翁之利。除非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不然团藏也是个大麻烦。而此时暗部传来了一个让三代精神一振的消息：三代大人，自来也大人回来了。自来也回来了，他现在人在哪里？对于三代来说，只要自来也回来了，那肯定是能镇得住场子的。自来也在年轻的时候能力并不是太好，在他的3个徒弟里面算是最愚笨的一个。但是自从无意间被召唤到了妙木山之后，自来也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道路，实力更是一泻千里。要不是太过懒散，这实力做火影是绰绰有余的。自来也大人距离木叶已经不远，大概10多分钟后就到了。好好好，他进村后让他马上来见我。是。哼，有自来也在的话，宇智波应该不会狗急跳墙了。作为多年的好友，三代一撅屁股，团藏就知道他是要拉干的还是吸的。见三代现在这个表情，团藏心里已经明白，三代又准备退缩了。日展，现在的宇智波早就不同往日了，难道你期望自来也一直在村子里吗？至少先把眼前的难关渡过去。如果又和止水都不走了怎么办？我会让自来也出面的。哼，如果村子和宇智波打起来，难不成指望你出力吗？看现在的情况，自来也一个人还是少了一点。不过之前夏目的要求，我们也可以安排下去，毕竟现在的宇智波还是属于我们木叶的一份子嘛。元飞日展，你要把我推出去吗？团藏好不容易又重新爬回了荣誉长老，没想到以前和他亲近的三代火影逐渐防备他不说，现在更是要把他推出去当替罪羊。团藏已经发现，现在三代火影是要打压他，现在拉他出来顶锅，但形势比人强，团藏是敢怒不敢言。当年的安排不是你主张的吗？如果不是你，至于到今天这种地步吗？我不同意。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乎这点声誉吗？你会后悔的，日展。够了，我才是火影。怎么回事啊？老头子这么大火气。哼，都是因为你，什么时候回来不好，偏偏这时候回来。怎么搞的？你回来的还真是及时，要是你这次不回来，木叶就危险了。
难不成是宇智波夏目继任族长的事吗？紧接着三代便把关于几个公函的事情讲给自来也听了。另外几个忍村都是来的几个人，这没什么问题，但是唯独阴影村，不光是阴影会来，并且还会带回100多个宇智波的人，里面还有止水加上之前偷偷回村的宇智波鼬，现在的夏目族里的傅岳，满打满算已经是4个万花筒写轮眼了。就算当初自来也和夏目打了一架，可是谁又能知道现在夏目是什么心态呢？阴影村哪里来的阴影？我之前去那边他们也没有影啊。最近才举办的就任仪式，算是5大村外公开宣称有影的村子了吧？我之前去过那边，阴影村的发展非常迅猛，几乎垄断了附近几个小国的所有任务。加上宇智波那些参饮，现在阴影村已经不是个小村子了。我怀疑阴影村是宇智波扶植起来的傀儡。老头子，与其猜来猜去，不如直接去问大蛇丸。自来也，我现在问你一句，你到底想不想做火影？认真回答我。抱歉啊，老头子。虽然早有预料，但是听到自来也这样正面的拒绝，三代心里还是一阵难受。木叶村一村之影的权力让人迷失，当面的自己也雄心壮志，想要做出一番事业，把木叶发展到最强。到了后来却发现自己做错了许多事情，最后才发觉这个火影做的真的很累。大蛇丸要的东西我已经准备好了，怎么给他送过去？我想见他一面。老头子，你想好了吗？其实纲手也不错。三代听完自来也的话没有多说什么。虽然三代召回大蛇丸是准备做5代目火影的备选，但是现在来说是要有更多的有生力量作为储备，对抗宇智波。毕竟一个自来也浑身是铁，又能打几颗定了。大蛇丸回来了，三代的心里能安心一些。至于纲手，三代心里当然知道他是最合适的人选，看背景就知道。可惜当年的一念之差，默许了团藏的所谓，才导致纲手崩溃出走木叶，这一去就许多年都没有回来过了。三代火影都时常在后悔当初为什么放纵团藏，亦或是自己也贪恋手中的那点权力。不管是大蛇丸还是纲手，谁来做这个火影都行，但是在我死之前需要为他们铺一点路，团藏这颗钉子必须拔掉了。都给我说一下龙地洞那边的情况，还有你怎么修炼的仙人模式。我被是除岛基带过去后，就见到了白蛇仙人。他说我的体质特殊，非常适合修行蛇仙术。蛇仙术分为2种，一种是由白蛇仙人通过蛇牙注入自然能量，另外一种是自行吸收自然能量，形成印纹。有什么区别吗？白蛇仙人注入自然能量，这些自然能量是经过白蛇仙人转化的，人会不由自主开始蛇化。听世岛楚基说，修行者如果耐不住这股能量变成蛇的话，会被白蛇仙人吞下去，自行吸收能量会很慢，进入仙人模式也不能长久。但是白蛇仙人说，由他注入自然能量，只要扛过了第1关，就可以长时间保持仙人模式，蛇化最后甚至可以蜕变成龙。哦，所以你选择了让白蛇仙人注入自然能量？没有，虽然白蛇仙人给我注入了自然能量，我的蛇化反应很少，但是身上刚刚出现白鳞的时候，骂我发现自己的思想在被侵蚀，我就改变了主意，我放弃了由白蛇仙人注入自然能量，选择自己吸收，自行吸收自然能量，对我思想的侵蚀就非常少。大蛇丸看着都发现都变了很多，明明有唾手可得的仙人模式被他放弃了，而是选择了一条比较难得路。看来这些年领导阴影村也让都成长了不少。为什么这么选？能力提升是一种附加的东西，过强的东西都会伴随副作用。人生的目标自己可以慢慢去寻找，但是不能是别人强加给我的。夏目大人说过，做人最重要的就是开心。追随者大蛇丸大人，我很开心。正当大蛇丸和都讨论着仙人模式该如何修炼的时候，忽然传来一阵铃铛声。大蛇丸知道那是自来也在联络他，随即便让都忙自己的去了。大蛇丸，你要的东西老头子给你准备好了，我下次给你送过来。知道了，不用送过来了。大蛇丸，老头子想跟你说说话。说吧。大蛇丸，阴影村是不是宇智波扶持起来的？阴影村和宇智波是互相利用而已，也跟我有合作。那你对阴影村的阴影熟悉吗？阴影本来就是木叶的人，不过是因为团藏的逼迫出逃了而已。听完此话的三代心中一颤。是谁？这次宇智波夏目接任，他就会来木叶，你到时候就知道了。大蛇丸，这个阴影村你也有份吧？果然什么都瞒不过老师啊。你和宇智波有什么合作？
宇智波的餐饮推广全部都是用的我的人，只有我的人，宇智波的餐饮秘方才不会被泄露出去。听完大蛇丸的话，三代心中产生了疑惑。大蛇丸可从来都不是这么容易相信别人的人。你见过宇智波止水了吗？见过。你有所不知，止水的血轮眼是万花筒血轮眼，万花筒血轮眼的觉醒会有特殊的瞳数产生，止水的瞳数叫做别天神。老头子，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以前止水准备用别天神制止族中可能会出现的政变，然后眼睛被团藏挖了。这不是重点，我是想告诉你，别天神是最强幻术，可以在不被对方发现的情况下，直接入侵对方的大脑，修改对方的意志，术的效果极为强大，可以让对方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被操控。你的意思是，你是什么时候跟宇智波搭上线的？你为什么要和宇智波合作？你有没有觉得哪里不妥？我知道了，老头子。老头子，你是说大蛇丸被宇智波控制了？不排除这个可能，毕竟那可是止水的别天神。大蛇丸这边匆匆回到基地后，就开始复盘当初为什么要和宇智波合作。宇智波非常可靠，宇智波是值得信赖的伙伴。自己的这种主观意识是怎么产生的？大蛇丸作为科学家，逻辑能力何等强大，在抛却情感加成后，大蛇丸在逻辑推论中发现了不对劲，自己以前和宇智波没打过交道，为什么突然就相信了宇智波一族，甚至和宇智波一族推心置腹？想到这，大蛇丸直接把止水叫了过来。大蛇丸大人，你找我什么事？止水，说一下你万花筒的瞳数，别天神的能力。大蛇丸大人，被您发现了吗？我的瞳数叫别天神，能力是可以在不被对方发现的情况下，直接入侵对方的大脑。这么说，你是承认了？夏目大人说了，用别天神控制，终有一天会曝光的，所以到时候让我直接承认就可以了。别天神更改对方的意志后，查克拉不会一直存留，只有在施术的时候是能看见查克拉盘踞在脑部的，但是事后意识已经干扰完成，就不会再有查克拉盘踞了。如果这件事被拆穿，而被控制者有强大的逻辑思维能力，是能够发现自己的不对的。大蛇丸这边，别天神并没有更改大蛇丸的认知，或者虚构一段不存在的记忆出来，而是把大蛇丸和夏目的关系提前跳过了认识到熟悉再到信任的阶段。把夏目召回来，我要亲自问他。你干嘛？抱歉前辈，是大蛇丸大人要我把你召来的。大蛇丸，你找我什么事？是你让止水对我使用别天神的。对呀，是我让止水用的。这家伙居然就这么承认了，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要想获取你的信任，要花太长的时间了。我觉得互相提防的话，会耽误非常多的时间。我虽然对你使用了别天神，但是只是跳过了建立信任的过程。毕竟这些年我一直都是拿你当合作伙伴的。你就不担心被我发现？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论迹不论心，论心事尚无完人。我那些课题除了你，这世上还能有第二个人能完成吗？我们的时间已经够赶了，跳过建立信任阶段不是为我们节时间吗？哼，那你能预知未来是假的？这个倒是真的，不然我怎么会跋山涉水来找你合作？这个世界上像你这么纯粹的科学家，我是找不到第二个了，也没有任何人的科研能力能和你相提并论了。这一点上，夏目可不是吹的彩虹屁，别人拼血统、拼爹、拼势力，就只有大蛇丸靠科学改变命运。大蛇丸虽然不是那种被夸一下就飘飘然的人，而是感受到夏目真心实意的对自己推崇，大蛇丸心里那点怨气也就消散了。这夏目还是很有眼光的嘛，不过就这么原谅他的话，面子上多少有点过不去。这件事你准备给我一个什么交代？这样吧，我们先，然后让他当你的部下，算是给你赔罪了，你看怎么样？你说的可是真的？我什么时候会开这种玩笑？这也是你的能力之一，就能用一次，要是你能复刻出来，那就厉害了。大蛇丸对夏目身上层出不穷的惊喜表示震惊，但是都没有表露出来。好，我答应了。如果你能办到，那止水对我用别天神的事情就既往不咎了。放心吧，只要你把我上次给你的问题解决了，这件事就完全没问题了。
老头子那边已经猜到了我被别天神了，你准备怎么处理？虽然有点突然，不过事已至此，你可以摇摆一下。三代还是觉得火影之位的诱惑无比巨大的。大蛇丸闻言轻笑一声，虽然木叶火影之位确实会给他带来许多便利，但是他的最终目标却早已不是区区火影之位可以满足的了。带土最近袭击了宇智波，又收回了自己的血轮眼，我们之后的步伐要加快了。猴子，既然你都担心大蛇丸被控制了，那你还联系他干什么？难道你想永远都守在木叶村吗？那大蛇丸要是倒向宇智波了，你不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大蛇丸不是那么简单的。爷爷，您孙子给您来电话了。老头子，是大蛇丸。老头子，这次的事情算我承你的情了。大蛇丸，你准备怎么做？宇智波还可以利用。三代此时脑海的第一反应就是夏目餐饮所带来的利益，只不过不好明说。大蛇丸，你可以回村吗？自来也在一旁翻了个白眼，似乎是在等着大蛇丸的嘲笑声，但是意料中的嘲笑声并没有出现。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随即传来了冰冷的声音：不可能的，团藏当时给我扣了这么多黑锅，村民们不能接受我的，就这样吧。老头子，你的愿望落空了。三代倒是脸色平静，没有太多沮丧的表情，似乎并没有因为大蛇丸的拒绝有什么情绪。大蛇丸可不是一个肯吃亏的人，宇智波怕不是要被咬下一块肉来。三代了解大蛇丸，大蛇丸是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只要能为自己提供利益，他不会在乎合作者是谁。正因为大蛇丸这种没有底线的行为，导致大蛇丸根本无法控制，所以四代火影才给了波风水门。你常年在外，水之国那边的情报有没有收集？最近几年的雾隐叛人非常多，之前有消息四代水影确实有被人控制，后被赶下台，现在雾隐已经是5代水影了，听说叫做赵美明，还挺漂亮的。说起收集情报，三代对自来也那是坚信不疑，也就没有多问情报是否真实，随即便转到另一个话题。鸣人之前被袭击了，而且查克拉外泄，形成了查克拉外衣，可能需要你去照看一下。封印也已经检查过了，完好无缺。正好你仔细检查一下，为什么9尾的查克拉会外泄出来？放心吧，最近我都会在木叶的。火影大人，自来也大人，纲手大人回来了。他怎么回来了？他现在在哪？纲手大人去宇智波了。欢迎纲手大人莅临宇智波，您的到来让我们宇智波蓬荜生辉。好了，夏目，你的诚意我看到了，别这么搞了，我不习惯。好吧，既然纲手大人不喜欢，那咱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吧。上次给您的定金用完了吗？听完此话的纲手明显没反应过来，心想这家伙怎么一上来就问这么敏感的话题？可是谁让自己心虚呢？因为上次项目给的几千万定金3天就全输光了，有点不知如何是好的纲手索性默不作声。这家伙真的是钱不输光走不动道了是吧？不过纲手这么喜欢赌也好，反正现在的宇智波穷的只剩下钱了，倒是可以好好利用一番。看着眼前夏目的表情，纲手心知夏目肯定是猜到了些什么，于是故意岔开了话题。傅月，眼睛怎么搞的啊？让纲手大人见笑了，族里出了叛徒。我当时大意了，没有闪叫去，他突然袭击我，偷袭，一个右边，一个左中灯，一个右边，点的位置特别大。我感受得到你的眼睛可不像是受伤，你这更像是自然衰老导致的。纲手大人不愧是忍者之神的孙女，没错，我的眼睛确实不是受伤，而是因为我们宇智波的万花筒瞳力消耗光了都会失明。听完此话的纲手心中一震，这是什么意思？万花筒的秘密直接就说给他听了。要知道在这个时间线上，卡卡西还没体验过万花筒，眼睛就被带土拿走了，所以万花筒的使用会让视力下降，这条情报是所有人都不知道的秘密。这么重要的情报宇智波居然就这么透露给我了？不对，这应该不是信任，而是有其他的目的。纲手大人，你也听到了，我们宇智波的万花筒血轮眼其实是有弊病的，使用久了是会失明的。你想说什么？我们宇智波一族游离于木叶之外，
完全都是团藏逼迫导致的，前因后果我们都讨论过了。纲手大人刚刚也知道了，我们万花筒写轮眼的弊端，所以我们的万花筒只会用于自保。纲手大人既然能来宇智波，那肯定是对我们宇智波没有成见的。我也是非常信任纲手大人的。既然纲手大人要调查团藏，我们就可以合作。只要除掉团藏，那我们宇智波就可以回到木叶的怀抱。纲手眉头皱起，他现在并不想管木叶和宇智波的破事，但是纲手也知道，有宇智波的木叶和没有宇智波的木叶完全是两码事。这件事我考虑一下，先去给你的族人治疗吧。族长、副族长，自来也来了。这家伙居然这么快就到了，不过来了也好，试试看能不能把自来也推入打击团藏的队列。纲手大人稍等，我去接一下你的老情人。今天什么风把自来也大人吹来了呀？夏目，纲手来你这里了。是的，之前带土来袭，族里有2个重伤患者，只有纲手才能救。自来也皱着眉头没有说话，脑袋里却想的是纲手的空血症到底能不能搞定。见自来也没有说话，夏目接着说道：你是来拉屎的吧？走吧，我带你进去。族里还有事要处理，我就不打扰2位叙旧了，告辞。你来干什么？回来了，怎么不先回木叶看看老头子？我自然会回去见他，不过这边有2个伤患需要我帮忙，所以我就先过来了。只是医治2个伤患，别的人再不就可以了？当然不止，宇智波已经把我聘请为医疗顾问了，以后我就长期待在宇智波了。怎么这么突然？你不是不喜欢被约束吗？没办法，项目给的太多了。自来也顿时被噎住了。现在宇智波有钱众所周知，纲手爱钱人尽皆知，于是转移了话题。最近夏目的接任仪式你怎么看？你放心，宇智波没有颠覆木叶的野心，与其担心宇智波，还不如担心一下团藏那只蛀虫吧。团藏？自来也一愣，他对团藏最深的印象就是婴儿实验的事情。以前自来也没有把大蛇丸劝回来，心里一直有疙瘩。后来在抓捕大蛇丸的事情上就一直摸鱼，直到3代火影事情或有转机，大蛇丸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坏，自来也才来回奔走在阴影和木叶之间，就是为了把大蛇丸招回来。而纲手不满是必然的，逆境团藏用于做实验的是他的爷爷初代火影的尸体。你知不知道当年的实验有人活下来？什么？当年的实验有人活下来？自来也满是诧异，上次3代火影只是说婴儿都是团藏绑架的，根本没告诉他有幸存者。原来你也不知道。算了，我正好要去见一趟老头子，当面问他。走吧。老头子，我想问清楚一件事。你想问什么？当年的实验是不是有一个婴儿活了下来，叫天藏？是的，现在在暗部。3代没办法，不承认不行，明显就是宇智波夏目这个杂碎告诉纲手的。以前宇智波夏目是直接插手了这件事，甚至还帮了天藏一把。此时3代脑海中突然浮现出2代经常说的一句话：为什么不经过我同意，擅自拿爷爷的遗体做实验？这件事我并不知情，我收到消息后派人去抓捕大蛇丸才知道这件事。那你为什么不追究团藏的责任？当年大蛇丸叛逃，那时候以为这一切都是大蛇丸做的，你人又不在村里，我就让自来也去调查这件事了。大蛇丸一直没抓到，就这么耽搁了下来。听着3代还算比较合理的解释，纲手心中的怒火稍微平息了一些。但是纲手心里清楚，3代在这件事当中同样有推卸不了的责任。宇智波的事情你准备怎么处理？夏目专程来找我，让我为宇智波作证，而且我也已经写了亲笔信回来，为什么村子还没有给宇智波澄清？事情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多事情需要重新调查，这需要时间。现在已经调查完成了，马上就会发放当年九尾之夜的相关问题。现在宇智波都公告整个忍界了，你木叶居然才调查完，怕不是不得已才公布的吧？当年的实验只有一个实验体活下来吗？应该只有天藏活了下来。那为什么带土和他的同伙也会木遁？3代沉默了，他之前找过团藏，他从团藏的言行中判断，团藏一定是对他有所隐瞒。老头子，现在马上逮捕团藏，必须要知道他到底还隐藏了多少秘密。不行，现在突然逮捕团藏不合适。
纲手紧紧地盯着三代火影，半晌没有说话。纲手失望了，老师怎么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了？这种拖拖拉拉的决策方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或者说以前的事情他都知道，只是没有去制止。纲手突然有些意兴阑珊，突然有点饿了，走了，回去吃饭了。纲手现在在哪里落脚？纲手被夏目请去当宇智波一族的医疗顾问了。什么？大蛇丸中了别天神就算了，怎么连纲手也被宇智波忽悠走了？老头子，我觉得团藏是应该好好调查一下了。先把九尾之夜宇智波的安排发出去，团藏的事情让我想想。一直以来，某些村民对宇智波一族有所误解，在九尾之夜，宇智波一族并非隐藏了起来，而是在团藏长老的指挥下，保护非战斗人员进行撤离。对于宇智波一族警备队在九尾之夜无任何作为一事，纯属谣言。宇智波一族一直以来就是木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多年以来也兢兢业业为木叶村民所服务。请停止对于智波一族的无端猜忌和偏见，这是三代火影发布公告的原话。夏目冷笑着听完了启明的报告。都这种时候了，木叶还在玩这种文字游戏，不过这也是常规操作。木叶的领导不都是这样子吗？有任何错误一定是不认的，认错也是避重就轻，假意发一个谴责话语，把自己的责任摘到一边。这种操作夏目在前世见了太多。不过夏目这个时候也不着急，有的是办法给三代火影加码。突然空中飞过来一只纸鹤，启明，你先回去休息，我还有点事需要去处理。你这纸鹤还真是有趣啊！夏目先生喜欢的话，我可以送你几个。不用。夏目先生，你要给我什么东西？这里面是铸金的细胞溶液，还有一些钱。这个细胞溶液可以极大的强化肉体，如果熬过了细胞的侵蚀，长门的腿就会完全康复，说不定还能觉醒木盾的能力。这个很贵重吧？这个不是能用金钱衡量的，我刚说了，需要熬过细胞侵蚀，这个才能起作用。如果没熬过呢？那么它将变成一棵树。小南听完此话，心中一惊，良久没有说话。你也不用太担心，宇智波一族的血轮眼可以压制铸金的细胞溶液侵蚀，长门现在一双轮回眼，应该有80%的几率熬过细胞侵蚀。如果长门熬过了细胞侵蚀，那他的身体就不再是短板了。长门是漩涡一族，漩涡一族和千手一族是远亲，成功后的效果也许不是1+1那么简单。有位大哥说话这么一句话：风浪越大，鱼越贵嘛。要不要用这个？你和长门自行商量。小南和长门实际上并不相信任何人，之前和夏目的交流下，得知了夏目的计划和害死鸠助的歹徒相比，夏目无疑是更让人信赖的。现在又送了这么多物资来，无疑让他们和歹徒的争斗更有胜算。谢谢你，夏目。夏目不是一个喜欢煽情的人，尴尬的咳了一声，随即话锋一转：自来也回村了。老师吗？这些年自来也以为你们都死了，所以没有去找过你们。小南默然，怎么不是死了呢？你也死的时候他们就都死了，现在只剩下了一个为你也梦想驱动的空壳罢了。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把团藏扳倒。什么机会？实际上团藏做过的恶事不止这一件，在木叶村子里面也一样搅风搅雨，但是有3代一直护着他，或者说拿他当刽子手，所以一直都没有人动的鸟他。只要让3代主动放弃团藏，那团藏就什么都不是了。怎么做？鸣人，你看这街上这么多好吃的，我请你去吃东西吧。自来也大叔，你烦不烦啊？我不喜欢你，请你不要跟着我好不好？鸣人满心郁闷，今天3代火影告诉他禁足令被取消了，鸣人终于可以出来了。但是一出门就看见蹲守在外的自来也。自来也表示他是来看顾鸣人安全的。鸣人当年只是讨厌自来也的行为，并不明白自来也那些行为意味着什么，但是后来年岁大了，也渐渐懂了男女之事，所以是打心眼里反感这个人。当年夏目弄的后遗症这么大吗？怎么鸣人现在还记得那些事？本来还准备和鸣人搞好关系，之后就可以顺利成为鸣人的老师，这样的话就方便监控九尾的封印了。结果现在有点意料之外了。鸣人，好久不见啊！夏目前辈。鸣人，几年不见，长高了不少啊。这些年因为宇智波佐助老师给鸣人投喂，用各种途径给鸣人衣物、食物，
导致三代也不得不内卷起来。给鸣人的钱一提再提，每天吃的是营养丰富，不再瞎捣乱的鸣人，加上规律的锻炼，让鸣人的身高也是窜了一截，现在跟佐助一样高了，活生生一个迷你版波风水门的样子。夏目前辈，你怎么现在才来看我啊？我听说你都回来好几天了。夏目前辈，他是谁啊？你长大了呀，并且成长为好女人了呢，小南。这些年你们去了哪里？我还以为你已经死了。我们确实已经死了。看来自来也大人需要找个地方叙旧吧。为什么小南会来这里？我接任族长，小南作为鱼隐村的特使来向我表示祝贺，这很正常啊。夏目，你到底在耍什么花样？自来也多年未见小南，并且此时他很想知道迷烟和长文哪里去了，但是小南的样子明显对他非常冷淡，让自来百思不得其解。当年的小南可是那些孩子里最温柔的一个，现在却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让小南跟你聊吧，鸣人就由我带走了。走吧，鸣人。自来也没有多说什么，他倒不像三代火影那样对夏目严防死守，反正自己人就在这里，夏目也不可能把鸣人拐到哪去。而三代那边，因为有自来也陪着，之前三代给鸣人配的暗部，自然也就休息了。鸣人，这些年和九尾相处的怎么样？有时候九尾会和我说几句话，但是说的都不多。夏目点了点头，现在的鸣人都还没有忍校毕业，偶尔能和九尾沟通已经不错了。只不过因为带土取回了自己的神威眼的原因，鸣人这边的培养速度就必须加快一些了。鸣人，还记得我走的时候跟你的约定吗？以后的忍界估计会不太平，所以今天老师要提前跟你兑现承诺了。夏目，你又变强了。这些年你跟房东的相处还算可以，就是你太冷淡了。傅岳这几年一直在对鸣人的修炼进行监督，虽然傅岳对封印术并不熟悉，但是至少看得出来，鸣人这些年都没有被九尾的查克拉所影响。虽然他俩没能经常说话，但是最起码九尾不再捣乱。九尾又见面了。哼，小鬼。波风水门，快出来！四代木火影在哪里？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可就要把封印摘了。此时鸣人和九尾都是怔怔地看着夏目，他们都没有听错，刚刚夏目就是说的四代火影，曾经的忍界第一款波风水门。住手吧，夏目！终于舍得出来了。水门，波风水门。九尾，你先冷静一点。夏目，我不应该这个时候出来，我这股查克拉维持不了多久。前些年鸣人受苦的时候，四代火影都在鸣人身体里看得清清楚楚，后来夏目的出现直接像一束光一样照进了鸣人的生活里，让鸣人之后的日子越来越好。虽然夏目和水门只有几面之缘，但是水门已经感觉到和夏目相处了很久，对夏目也特别感激。不用这么担心，我已经在大蛇丸那里学会了绘图转生，也把你的坟刨了，回头把你绘图转生出来，想见鸣人多久都行。还有就是关于九尾的封印，你不用担心，这些我来搞定。你留的查克拉屁用没有？鸣人都当了这么多年孤儿了，还不赶快跟鸣人相认？夏目前辈，四代木火影真是我的爹地吗？没错，这就是你的死鬼老爹，四代木火影波风水门。对不起啊，鸣人，这些年让你受苦了。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为什么要我当那么久的孤儿？为什么要选我当人助力？你知道我吃了多少苦吗？所有人都对我冷眼相看，要不是夏目前辈，我现在都还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对不起，鸣人，你真的吃了不少苦啊！我让你经历的都是痛苦的回忆，好在这些年你也交到了许多朋友，不再孤单了。虽然是作为父亲，但真的没有颜面来跟你道歉。已经没事了，已经过去了。爸爸，你为什么要选我作为人助力啊？水门张口欲答，只是身影突然开始变淡。夏目，鸣人就拜托你了。不用太伤心，鸣人，以后有的是机会见面的。真的吗？夏目前辈，还可以再见到爸爸吗？当然，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可是爸爸不是已经死了吗？虽然你爸死了，但是有些高明的忍术是可以把死人暂时复活的。居然还有这种术吗？
这种术对灵魂是有损耗的，不能长期复活。不过你几个月见一次，应该是没问题的。对了，关于你父亲为什么要把九尾封印在你肚子里，我跟你说原因吧。刚刚你见过了你的父亲波风水门，你的母亲叫做漩涡九心脉，你的姓氏也是源于你的母亲。你的母亲在你的心灵世界也留下了查克拉，可以跟你说话，但是并不能说太多。我们宇智波出了一个叛徒，叫做带土，他因为痛失挚爱，所以选择报复整个人界。你的母亲九心奈是前代九尾人助力，因为生你的时候封印减弱，被带土乘虚而入，带走了你母亲，解开了九尾封印，把九尾通灵到了村子里，开始大肆破坏，发生了你所知道的九尾之乱。你父亲水门和带土一场大战，最终解除了带土对九尾的控制，带土见势不妙撤退了。水门考虑到如果失去了人助力，村子就少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武器，所以选择牺牲自己，用尸鬼封禁术把九尾封印到了你的身上。水门坚信你有一天能够控制这股力量，这样就算以后村子再受到入侵，你也可以帮助村子。所以你记住，你的仇人叫带土，他害死了你父母。村子里面有一个高层叫志村团藏，他是一个五斗派，也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他认为你非常危险，提议把你囚禁起来。三代没有采用囚禁你的策略，而是选择暗中监视。你父母的钱财全部被三代霸占，他只是给个月给你少量的钱让你生活。普通村民并不知道你人助力的身份，他们对此也根本不懂，只知道你是和九尾有关，就导致了你童年受尽欺凌。今天告诉你这些，是因为上次你遇袭后，卡卡西也受到了袭击，之后带土的能力会越来越强，你体内的九尾一直都是他的目标，所以你必须尽快强大起来，学会怎么样使用九尾的力量，这样才能保护好你自己。记住，三代火影所谓的火之意志，就是让你白白奉献牺牲而已。学会使用九尾的力量，不是为了保护所有人，而是为了保护你自己，以及保护对你重要的人。夏目前辈，我真的可以吗？这些年我都不能和九尾好好的交流，我怕自己以后并不能好好的控制九尾。没有关系，我已经给你找好了老师，等过段时间就可以来教你怎么样控制九尾，放心吧，我看好你。我知道了，夏目前辈，我会努力的。那么接下来就让你见一见你的母亲九姓奈。やったわね、ナルト。母ちゃんは今。九心奈姐，鸣人一下子多少有点不适应，你给他点时间。夏目，好久不见，谢谢你这些年对鸣人的照顾。别这样说，小鸣人跟我们家佐助差不多大，我这也算是给我们家佐助培养了一个童养媳嘛。好了，你们先聊，留一些时间给我，我先去看看九尾。说到童养媳的话，你现在结婚生子了没有啊？女朋友都还没有呢。你主动一点吗？你看我和水门多么的恩爱，像神仙眷侣一样。如果你也想拥有这种神仙眷侣，快去探探看看吧，探探上有各种各样的帅哥美女，总能找到心仪的。真的吗？那回组里后我就去下载一个。不过现在我先去找九尾聊聊。去吧。ここにいていいのよ。夏目你他娘的想干什么？哎呀，九喇嘛别激动嘛，别人父子叙旧，母子叙旧，你去掺和什么？你别忘了，四代目夫妇还是你杀的呢。九尾重重的哼了一声，没再说话。他愤怒四代目火影把他封印起来，这些年只能在鸣人的肚子里看世界。但是夏目说的也对，毕竟是他杀死四代目火影夫妇的，这样也算是扯平了。九尾深知眼前的夏目也是个狠人，自己根本一点撒泼的机会都没有，索性闭上嘴不说话。我说九喇嘛，这些年你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都让你跟鸣人好相处了，你还这样端着？我上次跟你说过了，在几年后会有第4次人界大战，前几天那个袭击鸣人的人就是跟他们一伙的。上次忘记告诉你了，操控你的宇智波叫做带土，我已经将他逐出族谱了。带土？没错，带土过几年还会再来，到时候就是直接把你抓走了。你对于外道魔像多么重要，不需要我说吧？你现在待在鸣人的肚子里，虽然出不去，但是你被外道魔像吞噬了，那你就永远消失了。如果你还是不和鸣人沟通，等你的只有消失而已。哼，那个小鬼现在自己没有能力，菜的跟屎一样，我为什么要和他沟通？
行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知道了，我会请人好好培养鸣人的，等他足够强大了，再让他来找你。行，我等着。九心奈解。夏目，这么多年不见，你居然要当宇智波的族长了？嘿嘿，九心奈解，我已经学会2代目火影的绘图转生了，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再把你召唤出来和鸣人相聚。这种术我记得是要活人当祭品吧？这个世界上该死的人多的是，反正他们都是要死的，拿他们的生命做点有意义的事情不好吗？难道你不想再见到鸣人吗？哦对了，把你留下是想问你些事。什么事情？九尾之乱的幕后推手是带土，你知道了吧？哼，知道了，没想到是那个小子，以前对他不薄，却没想到他会做出这样的事，让我的鸣人吃了这么多年的苦，如果被我抓到机会，看我不揍死他。你还真别说，就你的金刚封锁来说，带土的时空忍术根本对你不起作用，还真就是想怎么打带土就怎么打带土。以后带土肯定会成为我们的敌人，希望到时候4代不要手下留情才行。怎么可能？带土虽然曾经是水门的弟子，可他已经叛村了，他杀了我和水门，而且还杀了那么多村民。既然你这样说，那我就放心了。所以接下来我准备复活4代火影，波峰水门。绘图转生吗？不是真正的复活。怎么可能？我会有我的办法，之后的人界会非常的危险，这次鸣人差点被掳就是个前车之鉴，过几年后肯定会发生第4次人界大战，到时候鸣人身体里的九尾势必会成为对方的目标。为了让鸣人能够有足够的能力，我想要让4代教导他。可是水门的灵魂还在死神那里。这个你不用担心，我会想办法的。只是九心奈解，你一个人要在净土多等一段时间了。没关系的，都是为了鸣人。夏目，一切就拜托你了。等我的能力更加强大了，也会想办法把你也复活的。别太勉强了，夏目。那我们就先走了，下次再见。再见了，夏目。鸣人，记住，妈妈一直在你身边。再见，妈妈桑。嗯。